身穿华丽礼服，脚踩高跟鞋，她竟然来参加最残酷的骑士选拔。本以为是个连剑都拿不稳的娇弱花瓶，不料她随手一挥，巨石瞬间崩碎。这一剑直接让全场大佬彻底看傻了眼。一年一度的选拔季再次来临，苍穹骑士团的大门口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想来碰碰运气。可这个传说中的地方真有那么好进吗？负责登记的2个年轻人看着名单直摇头，今年恐怕又要面临全军覆没的惨状。毕竟想成为这里的正式骑士，起步门槛就必须是剑术大师，这要求高的简直让人感到绝望。旁边刚来的新人还傻乎乎的发问：难道骑士不应该都是剑术大师吗？同伴听到这话，直接无语的翻了个白眼，看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要知道这个骑士团可是能统治整座城市，甚至被誉为超越国家级别的恐怖存在。在其他地方剑术大师是凤毛麟角，可在这里居然只是最普通的标配。在苍穹骑士团里，普通骑士就能熟练运用剑气，而站在他们顶端的强者们，则是神剑奇奥萨的拥有者。难怪每年有无数人挤破脑袋，哪怕只当个见习骑士，也觉得是莫大荣。尤其是他们的现任团长尤里安，不仅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更是传说之剑的真正主人。这名号放眼整个大陆都是天花板级别。就在2个登记员聊得起劲时，其中一人突然像被掐住脖子般瞬间失声，他的目光被人群中的一个身影死死吸引。那是一个留着粉红色长发的女人。埃奇纳西亚的出现让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登记员忍不住上前询问：难道你真要穿这身衣服去参加选拔？因为她居然穿着一身华丽的蕾丝礼服，脚踩高跟鞋，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考场。这下周围的考生彻底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私底下交头接耳，觉得这姑娘脑子肯定有什么大病，穿成这样来参加残酷的骑士选拔，简直就像是来参加贵族舞会的。埃奇内西亚只是面无表情地回了一个字：是。2个登记员甚至当场打起赌来，赌他连剑都拿不稳，待会儿肯定哭着跑回家。就在他们嘲讽的起劲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彻骨的声音，质问他们这里到底在闹什么。这声音让2个登记员顿时吓得魂飞魄散，2个登记员慌忙转身行礼。原来来人正是苍穹骑士团的团长尤里安。登记员战战兢兢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在讨论一个行为怪异的考生。尤里安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结果这一看，连他也露出了意外的神色。考场中央的埃奇内西亚穿着华丽的蕾丝礼服，手里却紧紧握着一柄冰冷的长剑。在如此严肃的军事选拔上，居然有人敢穿成这样来砸场子。尤里安看着远处的埃奇内西亚，开口询问旁边的登记员，觉得他会失败吗？登记员理所当然的回答：穿成那样，估计连剑都拿不稳，肯定会被淘汰。听到这话，尤里安却冷冷地回了一句：要是换做我，绝对会赌这个女人能拿第一。还没等登记员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场上的埃奇内西亚就已经动了。谁能想到他只是随手一挥，眼前巨大的测试木头居然瞬间被劈成了2半。这一剑下去，全场瞬间鸦雀无。旁边的考生们都被吓得面如土色。登记员结结巴巴地念出埃奇纳西亚的名字，大声宣布他成功通过了预选。看着埃奇纳西亚收剑离去的背影，登记员用力揉了揉眼睛，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就在这时，尤里安迈步走了过来，直接命令手下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看着档案上写着的身份，尤里安低声念着他的名字，觉得这个名字确实非常适合他。毕竟像他这样耀眼的人，只要见过一次，就绝对不可能忘记。可是在他的记忆深处，未来的埃奇纳西亚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他不仅不是什么骑士团的学员，甚至连头发都不是这种耀眼的玫瑰粉。看着不远处那个光芒四射的粉发少女，尤里安无比确定她已经彻底变了。阳光洒在静谧的庭院里，埃奇内西亚正准备迈步往前走，突然一个诡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说话的正是他腰间佩戴的那把魔剑。魔剑委屈巴巴的询问：你是不是又打算把我给丢掉？听到这话，埃奇纳西亚根本没有犹豫，直接承认。毕竟他大老远跑到阿曾卡来，就是为了彻底摆脱这个难缠的麻烦。魔剑这下彻底急了，直呼他太无情，还急忙提醒他，当初可是自己教他如何让时间倒流的。看着眼前缓缓打开的大门，魔剑还在喋喋不休的求情，希望他能既往不咎。但埃奇纳西亚根本不想听他废话，直接冷冷的让这把诅咒之剑闭嘴。看着手上的印记，埃奇纳西亚心里满是怨恨。要不是因为这把魔剑，他根本不会经历那些痛苦。这可不是什么宝贝，而是一把会强迫持有者疯狂杀戮的诅咒之剑。自从得到它之后，他的一切都被彻底毁了。他变成了一个只知道杀戮的怪物，亲手杀死了所有爱他的人，甚至连那个唯一相信他的尤里安也最终倒在了他的剑下。看着记忆中满身是血的尤里安，埃奇内西亚痛苦地念着他的，但他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的他绝对不能有半点分心，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想要彻底摆脱这把诅咒之剑，他就绝对不能分心。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避开尤里安，然后想办法顺利进入苍穹骑士团。就算尤里安还记得他也无所谓，毕竟他现在的样子和以前完全不同。逆转时间的时候，他已经35岁了，而现在他重新回到了20岁。看着镜子里年轻稚嫩的自己，他暗暗发誓，绝对不能浪费这重来一次的机会。能够重活一次，绝对不是什么老天的恩赐，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是他自己用鲜血亲手拼出来的。罗兹家族在帝国虽然算不上顶级权臣，但也是个衣食无忧的体面人家。曾经的埃奇纳西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有疼爱他的父母和温和的弟弟。那时的她只是个被捧在手心的姑娘。
这种平静的美好本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拿到了那把被鲜血锻造的魔，只要触碰魔剑，身体就会被彻底控制，沦为一个只知道屠杀和毁灭的怪物。普通人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魔力，一旦宿主身体崩溃，魔剑就会重新沉睡。可偏偏埃奇纳西亚是个例外，他天生对魔力有着极高的亲和力，这股体质强行撑住了他崩溃的身体，他因此成了无人能敌的剑术天才，也彻底沦为被魔剑操纵的杀戮恶魔。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他宁愿自己从未碰过那把魔剑。谁能想到他绝顶的天赋竟用在杀戮上？魔剑控制他杀死了最爱的人，接着是明镇大陆的雇佣兵和圣殿骑士，每一个试图阻止他的人都倒在血泊中。看着满地鲜血，他只能在内心祈祷，为什么就没有人能来杀了他？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奇迹，他只希望今天自己能够彻底战败。就在这时，帝国的守护者终于赶到，站在最前方的正是手持神剑的尤里。面对帝国强者的围剿，他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只希望对方能赢好，让自己解脱。毕竟站在他面前的是帝国第3皇子尤里安，他为了统领骑士团，甚至放弃了皇位继承权。这样高高在上的人，原本与他毫无交集，命运却用最残酷的方式让他们在战场相遇。哪怕是实力强悍的尤里安，此时也落入下风。魔剑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他在埃奇纳西亚的脑海中疯狂叫嚣，逼迫他继续挥剑斩杀眼前的敌人。可他的内心深处根本不想动手，眼看着致命的剑刃就要落下，他只能在绝望中拼命祈祷，希望尤里安能赢下这场战斗，结束他的。战场上的交锋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魔剑的意志彻底压制了埃奇纳西亚的理性，狂暴的剑气逼得尤里安节节败退，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只能沦为杀戮机器。脑海中魔剑的咆哮声越来越大，驱使着他将眼前的所有人斩尽杀绝。这注定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除非有奇迹能斩断这魔剑的束缚。这就是当年那场惨烈的讨伐战，尤里安亲自带队围剿这个可怕的魔头，可4位顶尖战力联手依然占不到便宜。迪特里希看着眼前的惨状，忍不住自嘲，事实就在眼前，不信也得信了。特蕾莎脸色铁青，让他闭嘴，旁边的同伴也只能无奈叹息，可惜了这么好的天赋，最后却被魔剑毁掉。可谁又知道这根本不是他的选择，曾经的他也只是个爱笑的普通女孩，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当埃奇纳西亚力竭倒在地上时，尤里安在他的眼中没有看到恐惧和仇恨，反而看到了无尽的痛苦与哀求。那是一个被困在魔剑深处的灵魂在哭泣，他流着泪，仿佛在控诉命运的不公。尤里安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魔头在流泪，可旁边的迪特里希根本不信，他冷冷地打断尤里安，认为被魔剑控制的人早就没有了心智。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在拼命挣扎，试图从魔剑的控制中夺回身体。同伴赶紧劝阻尤里安不要靠近，被魔剑缠上的人绝不可能重新清醒，而且他先前犯下的杀戮也已无法挽回。迪特里希更是愤怒的大喊，要不是帝国自作聪明想掌控这股力量，事情根本不会闹到今天这一步。看着渐渐失去意识的埃奇内西亚，尤里安却缓缓收起长剑，低声说道，我们不能因为他被迫犯下的罪行就去惩罚一个无辜的灵魂。迪特里希觉得尤里安简直是疯了，平时他最尊重尤里安的骑士精神，但这一次他绝对无法。特蕾莎也忍不住追问团长到底打算怎么做。尤里安没有解释，只是默默弯下腰，将地上那个满身是血的女人抱了起来。他说要给她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一刻，周围所有的嘈杂声仿佛都消失了。对深陷黑暗的埃奇纳西亚来说，这句话就是照进深渊的唯一救赎。在那场灾难之后，埃奇内西亚被关进了最深的地牢。虽然沉重的锁链封印了魔剑力量，但他每天依然要在无尽的黑暗中与那股邪恶的魔剑意志疯狂抗争。即便身处痛苦的深渊，他也从未放弃过希望。他一直在心中默默期盼，等自己彻底夺回身体的控制权。他想洗净身上刺眼的血迹，在暖和的被窝里睡个好觉。他想重新梳理粉色的长发，穿上裙子，变回无忧无虑的自己。尤里安亲自来到地牢探望，守卫却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他依然没有任何好。其实，在埃奇纳西亚的心里，他无比渴望能微笑着去迎接这个唯一信任他的男人，所以他一直在咬牙坚持，苦苦盼望着奇迹的降临，好让自己能赎罪并堂堂正正面对他。可谁能想到，等来的不是奇迹，而是深渊。魔剑用诡计操纵了守卫，悄悄打开了冰冷的牢门。灾难再次毫无预兆的降临。为了掩护大家撤离，巴伦被魔剑残忍的杀害。看着满地的鲜血与尸体，埃奇内西亚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被魔剑控制的他冷冷看着生还者，宣判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作为神兵持有者的特蕾莎也拼尽最后一丝力量，死守防线，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迪特里希为了向外示警，骑上战马拼命向外奔逃。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魔剑的速度快到令人绝望，他根本无处可逃。看着眼前瞬间逼近的怪物，迪特里希满脸写着难以置信，最终也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尤里安执行完任务赶回时，整个广场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入眼尽是触目惊心的鲜血。而他终于要独自面对这把可怕的魔剑。尤里安一直渴望能与他重逢，却从未想过重逢的代价竟然会是如此的残酷。此时的埃奇内西亚已被魔剑的杀戮意志彻底吞噬，变成了一个毫无理智的怪物。为了阻止这场浩劫，尤里安拔出神剑发起了决战。可谁能想到，即便是帝国最强的骑士尤里安，在饱饮鲜血的魔剑面前，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一战，尤里安彻底惨败，他重伤倒在血泊之中。曾经的信任与温柔，在这一刻彻底化为了泡影。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在彻底失控的痛苦深渊中，他心中只剩下对魔剑的无尽仇恨，恨他夺走了自己拥有的一切。时间一晃2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整整6年被魔剑诅咒折磨的痛苦日子后，在这个偏僻的小渔村里，奇迹终于发生了。他竟然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皮肤上狰狞的诅咒印记彻底消失，头发也变回了原本的粉红色。他终于重新做回了自己。可即便重新找回了自我，看着手中这把沾满鲜血的魔剑，一切也已经太迟了。那些失去的重要伙伴再也无法重新睁开双眼。就算重新找回了自我，看着这把沾满鲜血的魔剑，他也只剩下满腔的愤怒和绝望。他疯狂地把剑砸向坚硬的地面，试图毁掉这个罪恶的源头。可一切只是徒劳无功。他哭喊着质问自己，现在还能去哪里？毕竟他已经亲手毁掉了一切。就在他彻底迷茫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诡异的声音。那把魔剑居然开口说话了。他嘲笑他的无能为力，说他无论怎么砸，这把剑都绝对不会折断。紧接着，那个声音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名字，他叫瓦尔德雷·基奥萨。那把魔剑得意地告诉他，既然能听到他的声音，就说明他有资格成为他的第2任主人，甚至还虚伪地对他说了声恭喜。听到这2个字，他彻底被怒火吞噬。因为这把该死的魔剑，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甚至连那个唯一相信他的尤里安也因为他而倒在血泊中。可这个罪魁祸首居然还有脸跟他说恭喜。魔剑见他怒不可遏，赶紧慌张地出声解释，说这一切根本不能怪他，是封印在他体内的人类怨念在作祟。但他根本不想听这些狡辩，愤怒地让他闭嘴。魔剑急忙大声求饶，哀求埃奇纳西亚听他把话说完，但他根本不想听，愤怒地让他闭嘴。就在这时，魔剑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说有办法可以挽回这一切，让一切回到原样。听到这句话，他猛地停下了动作，难以置信地追问，难道能让那些死去的人复活吗？魔剑解释说，死人不能复活，但可以让时间倒流。他的前任主人就曾经做到过，虽然这并不容易，但他根本不在乎代价。急切地逼问方法，魔剑于是提到了关于基奥萨之剑的传说，只要集齐全部10把人造的基奥萨之剑，就能借用神剑的力量。而那把名为凯罗斯·基奥萨的神剑，正是由时间本身锻造而成的。魔剑告诉他，神剑的力量可以让时间倒流，但只有一次机会。听到这个消息，埃奇纳西亚有些动摇。他很清楚这件事情绝对不容易，而且这把魔剑很有可能是在骗他。但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他还是下定了决心，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他也要去试一试，去拯救那些因他而死的人。就在这一天，他做出了改变命运的决定。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来到了这里。看着眼前那把散发着光芒的神剑，他知道自己离那个奇迹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很久以前，一个胆大包天的铁匠竟敢公然去挑战神明。为了惩罚他的傲慢，神明赐予了他非凡的力量，允许他用白昼与黑夜来锻造绝世武器。神明对他说，我已经给了你同等的力量，去打造你最得意的作品吧，这就是对你的考验。在接下来的整整100年，铁匠拼尽全力，终于锻造出了10把绝世好剑。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神明随手一挥，就创造出了另外2把神剑。这2把神剑的光芒彻底盖过了铁匠的所有心血。铁匠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渺小，跪在地上诚心忏悔。神明最终原谅了他，并带他升入了神界。而那12把留在人间的武器，就被世人称为基奥萨，也就是考验的意思。在这些武器当中，最特别的就是由时间本身锻造的神剑。而现在，埃奇纳西亚终于站在了神剑面前。神殿里突然响起庄严的声音：“来到这里的求索者啊，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为了走到这里，埃奇内西亚整整花了9年时间。凯罗斯·基奥萨，送我回到过去，回到我还没有杀任何人之前。神殿里的声音再次响起，问他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埃奇纳西亚抬起头，因为我想救回那些被我杀掉的人。那个声音继续追问：“你是想挽回那些死在你手里的人吗？”埃奇纳西亚咬着牙说：“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他们。”神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神剑在静静散发着光芒。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庄严的声音再次响起：“很好。”但紧接着，那个声音又抛出了一个问题：“那在这之后，你又打算做什么？一旦他们重新活过来，你有什么打算？”听到这个问题，埃奇纳西亚一下子愣住了。在这之后要怎么做？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去弥补自己犯下的错，只要能把大家都带回来，只要能让一切回到原点。可当脑海中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时，他却迟疑了。他低着头，声音很轻，他说自己其实只是想过上最普通的生活。自从被魔剑纠缠，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又有多久没有真正笑过了。现在的他只剩下一具空壳。但如果时间真的能倒流，如果一切能重新开始，他终于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渴望：我想获得幸福。听到这个回答，神殿里的声音再次响起：好，合格的人啊，我将把力量赐予你。要知道，这世上绝对不会再有第2次奇迹了，所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幸福吧。话音刚落，神剑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强大的力量直接将它包裹。等周围再次亮起来，一切都变了。阳光洒在华丽的庄园里，耳边突然传来了清脆的兵器碰撞声。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屋里的埃奇内西亚一下子愣住了，看着这熟悉的天花板，埃奇内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起身，看着自己重新变回粉红色的长发，还有这具完全恢复了控制的身体，他什么都顾不上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女仆在后面急得大喊，说前面正在训练，太危险。
可当他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直接扑了上去，紧紧抱住了他。这一刻，他终于确定自己的家人真的都活过来了。他回到了1629年3月17日，也就是他命运彻底被改写，第一次拿起那把魔剑的日子。埃奇内西亚在心里暗暗发誓，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让悲剧重演。回到房间后，女仆诺拉一边帮他整理衣服，一边忍不住唠叨起来，埋怨他大清早光着脚乱跑太失礼。埃奇纳西亚笑着跟他道歉，女仆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因为昨晚他就吵着睡不着。听到这话，埃奇内西亚赶紧追问自己昨晚是不是真的叫过他。女仆一脸疑惑，说他昨晚确实因为失眠让送了杯热牛奶过来。这下埃奇纳西亚彻底懵了，这和以前发生的一模一样。在那个命运之夜，女仆诺拉去厨房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埃奇纳西亚只能提着灯去找她。可推开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了。站在那里的根本不是那个温柔忠诚的诺拉，而是一个被魔剑控制的怪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就挥舞着利刃朝他砍了过来。在一片混乱中，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等他再次清醒过来时，只剩下那把散发着诡异气息的魔剑静静地躺在他的面前。为了活下去，他别无选择，只能伸手去拿那把剑。可谁能想到这一拿，就彻底开启了他悲惨的命运。为了弄清楚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埃奇内西亚开口询问女仆，昨晚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女仆想了想，突然提到昨晚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空袋子。听到这个线索，埃奇内西亚立刻警觉起来，让女仆把袋子拿给他。当他拿到那个长条形的布袋时，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因为这个袋子的尺寸和那把魔剑一模一样，这绝对不是巧合，肯定是有人故意把袋子留在厨房的。既然袋子是空的，那就意味着原本装在里面的魔剑已经被人拿走了，而且这一次诺拉拿起魔剑的过去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埃奇奈西亚再也忍不住了，他愤怒地质问体内的魔剑，既然时间已经倒流，为什么他还会跟着自己？看着手背上那个黑色的契约印记，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把可怕的魔剑依然在他的手里。埃奇纳西亚正要质问体内的魔剑，门外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女仆瓦尔推门走了进来，轻声询问他是否要和大家一起用餐。听到大家这个词，埃奇内西亚一时有些恍惚。瓦尔看着自家小姐奇怪的反应，连忙解释是伯爵夫妇和兰斯利德少爷。没过多久，一家人便围坐在了餐桌旁，享受着这久违的温馨时光。席间，伯爵突然提起妮可明天就要到了，一旁的兰斯利德瞬间兴奋起来，大声嚷嚷着等他回来一定要一起玩。母亲在一旁轻声唠叨，催促兰斯利德以后擦干头发再来餐厅。父亲却注意到埃奇纳西亚有些异样，他从坐下开始就一口东西都没吃，看着眼前这温馨的画面，埃奇内西亚却彻底失神了。惨烈的画面与眼前的温馨重叠，让他一时间分不清现实与幻觉。在他的前世记忆里，眼前的亲人曾经全都倒在血泊之中，兰斯利德甚至满身是血的质问他为什么要亲手毁灭这一，但看着活生生的家人，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他真的太想念他们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有了重生的真实感。听到埃奇内西亚说想念大家，兰斯利德忍不住笑出声来，调侃他是不是还没睡醒。看着眼前这温馨的画面，埃奇纳西亚心里百感交集，那些曾经失去的平静，如今终于重新回到了身边。母亲在一旁关切地询问是不是做噩梦了。埃奇纳西亚轻轻点头，承认自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看着活生生的家人，他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并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一定要守护好眼前的幸福。回到房间后，埃奇纳西亚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虽然刚刚凝聚的魔力还很微弱，但好在魔力核心完好无损，这可是只有剑术大师才能凝聚出来的魔力核心。前世这力量对他来说如呼吸般自然，重生回来他居然把这件大事忘了，难怪早上稍微剧烈运动，身体就有些吃不消。既然魔力核心已经凝聚，埃奇内西亚决定尝试召唤那把魔剑。随着他伸手虚空一抓，散发着森冷寒光的魔剑凭空出现。魔剑忍不住抱怨起来，埋怨他唤醒自己的方式太过粗暴。看着这个甩不掉的诅咒，埃奇纳西亚冷声质问他为什么时间已经倒流，自己却还是无法摆脱它。魔剑给出的答案却让他坠入冰谷，因为他的灵魂没有改变，这把魔剑早已刻在了他的灵魂深处。魔剑得意地告诉他，他能带着记忆重生，全是因为他是这把神剑的主人。埃奇内西亚立刻反应过来，如果强行丢弃这把剑，他就会失去所有重生的记忆。至于前世收集的另外10把神剑，魔剑解释只有唤醒剑灵才算真正认主，而他前世唯一唤醒的只有他一个。接着魔剑用平静的语气说出了最可怕的威胁，一旦失去记忆，他就会变回那个无知的大小姐，到那时魔剑就能轻易将他吞噬。埃奇内西亚沉默了，他很清楚这把名为瓦尔德雷的魔剑本质上就是渴望鲜血的嗜血之剑，一旦自己放松警惕，就会再次被魔剑控制，沦为杀戮怪物。只要这把诅咒之剑还在手中，他渴望的平静生活就永远是奢望。想要摆脱这个噩梦，唯一的办法就是前往基奥萨大厅，那里封印着所有被发现的神剑，就藏在苍穹圣殿的深处。只要能进入大厅，他就能重新选择神剑，将这把魔剑永远封印。可是进入基奥萨大厅只有3种方法，第一是找到遗失的神剑上交圣殿，第二是等神剑主人去世或退役后交回，至于第3种方法，则是成为正式的苍穹骑士，从而获得挑选神剑的资格。
对现在的埃奇纳西亚来说，只有这最后一条路行的。看着手里的魔剑，他忍不住低声询问其他神剑的主人是否也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魔剑没好气的回答：“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唤醒了剑灵，如果唤醒了，就一定记得所有事。”听到这个回答，埃奇纳西亚的心彻底沉了下去。要知道，骑士团里有4位神剑主人：副团长巴伦、特蕾莎、迪特里希，以及那位实力恐怖的团长尤里安。看着手背上的契约印记，埃奇纳西亚心里越来越没底。那几个人随时可能拥有前世记忆。特别是那位团长尤里安，如果他也记得过去的一切，一见面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体内的魔剑忍不住冷嘲热讽：“谁让你前世背叛了人家？难道还指望他笑着欢迎你吗？”埃奇纳西亚无力反驳，只要对方一见面不直接动手，自己就已经算走运了。可要想去封印魔剑，他必须先混进骑士团，且绝不能被任何熟人认出来，这难度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他一筹莫展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绝妙的计划。看着镜中自己粉红色的长发，埃奇内西亚突然反应过来，那些人脑海中关于他的记忆，只有那个手握魔剑满身是血的杀戮者。至于伯爵家的大小姐埃奇奈西亚，他们前世根本就没有见过，也就是说，只要他保持现在的模样，对方绝对无法认出他来。既然如此，那就干脆演个彻底。他决定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傲慢无礼、说话带刺的贵族天才。就算这种性格会招人讨厌，但也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被人讨厌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能隐藏真实身份，总比被当成魔剑怪物要强得多。既然决定要走这条路，埃奇纳西亚直接亮出了阿赞卡的入学通知书。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旁边的女仆诺拉和仆人们全给吓傻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决然地坐上了马车，只留下一句让诺拉带给父母的问候，就头也不回地奔向了那座残酷的军事学院。体内的魔剑忍不住开口问他：“难道你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吗？”埃奇内西亚却显得十分平静，因为只有他彻底离开这里，留在领地里的家人们才会安全。其实，在出发去阿赞卡的前几天，他就已经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尼克尔刚从法师塔回来，就被埃奇纳西亚秘密找了过去。听完计划后，他整个人都懵了。原来好友不仅成了魔剑的新主人，还怀疑有人在暗中陷害整个伯爵府。埃奇纳西亚大方承认了这一切。他这次前往阿赞卡求学，最不放心的就是家人的安全，所以他希望尼克尔能留下来暗中保护大家。尼克尔觉得这简直是胡闹，魔剑的力量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失控，而且他更担心埃奇纳西亚去阿赞卡的目的，总不能是跑去跟骑士团自首吧？埃奇内西亚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件事他连父母都瞒着，唯独只信任尼克尔一个人，这让尼克尔感到十分困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到如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其实原因远比尼克尔想象的要深沉，他不仅仅是家族资助的法师，更是和埃奇内西亚与兰斯利德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在过去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早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可谁能想到，在上一世，当整个罗兹家族惨遭灭门之后，竟然是尼克尔发了疯一样，满世界追捕变成怪物的埃奇奈西亚。其实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秘密，尼克尔是前世唯一伤到过他的人。不过这个秘密，他现在绝对不能说出口。埃奇内西亚看着眼前的红发好友，直言自己如今能信任的只有他了。听到这话，尼克尔叹了口气，最终还是妥协了。不过信任归信任，现实的难题依然摆在眼前。尼克尔忍不住担忧地问他：“苍穹骑士团里全是练剑的天才，你到底打算怎么混进去？”听到这个疑问，埃奇内西亚只是神秘地笑了笑，他缓缓戴上手套，动作没有丝毫犹豫，因为在他眼里，自己可比那些所谓的天才要强大得多。埃奇内西亚刚在圣殿露面，周围就传来了各种刺耳的窃窃私语，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这个大小姐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居然在庄严的圣殿里穿得这么招摇。虽然高调是他计划好的，但被这么多人当猴子一样盯着，这顿饭吃的确实有些堵心。为了能快点解决魔剑带来的隐患，他甚至打算把计划提前，争取在22岁就成为剑术大师。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问他是不是埃奇内西亚小姐。来人主动自我介绍，说自己叫爱丽丝·温特贝尔，也是埃奇内西亚接下来的室友。虽然打扰别人吃饭很不礼貌，但爱丽丝还是直截了当的表示自己有话要和他谈谈。埃奇内西亚主动开口询问：“有什么事吗，温特贝尔小姐？”爱丽丝指着满屋子的行李质问：“我们房间里那些行李是怎么回事？”埃奇内西亚倒是一脸无所谓，承认自己带的衣服和珠宝确实多了一点。爱丽丝皱起眉头，严肃地提醒他：“一个见习骑士根本不需要这么多衣服。”结果埃奇内西亚只是微微一笑，理直气壮地回答：“可我就是需要。”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可没打算穿那些破烂的见习制服，而且规章里也没写不准穿裙子。这话一出，爱丽丝顿时有些生气，反驳说这根本不符合一个合格骑士的身份。埃奇内西亚一边切着盘子里的肉，一边慢条斯理地反问：“那到底什么才算合格的骑士呢？”爱丽丝立刻挺起胸膛回答：“那意味着坚守骑士精神，懂得荣誉生活，简朴保护弱者，并且追求卓越的武艺。”爱丽丝还特意搬出了特蕾莎当榜样，觉得那才是骑士该有的样子。埃奇内西亚却慢条斯理地反驳：“规章里可没写不准穿好看的衣服。”爱丽丝气得直拍桌子，说虚荣和奢侈根本不配出现在这里。结果埃奇内西亚更理直气壮了，说自己平时就穿这些，要是特意去买新制服反而更浪费。这话直接把爱丽丝给气炸了，大声质问他穿成这样怎么可能好好练剑。埃奇纳西亚却一脸无所谓的回答，自己觉得舒服得很。看着爱丽丝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心里只觉得好笑。
其实埃奇内西亚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知道爱丽丝肯定在纳闷，自己这种人凭什么能拿到第1名。不过看着对方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他反而觉得这个新室友还挺可爱的。埃奇纳西亚觉得一直被这么挑刺也挺烦的，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他主动提议要不要直接切磋一下，而且自己就穿这身裙子打。爱丽丝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质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连个穿裙子的都打不过。埃奇纳西亚却微微一笑，说自己只是单纯觉得能赢而已。爱丽丝气得不行，直接把手套扔了过去。他当场接下了挑战，大声宣布要和他决斗，还放话说如果自己赢了，埃奇内西亚不仅要道歉，以后还不能再穿这些花哨的衣服。埃奇内西亚也顺势提出条件，如果自己赢了，对方以后就少管闲事。他把决斗时间定在今天傍晚，地点就在宿舍后面的训练场。这番动静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就在埃奇内西亚发愁找谁当见证人时，伊恩笑着走了过来，主动提议由他这个见习骑士长来当这场决斗的裁判。埃奇纳西亚有些警惕地转过头，询问对方到底是谁。来人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叫伊恩，是3年级的见习骑士长，由他来当裁判再合适不过了。一听对方是骑士长，爱丽丝赶紧礼貌地行了个礼，感谢他愿意出面。伊恩倒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直接把时间定在了傍晚，地点就在女宿舍后面的训练场。爱丽丝点头答应，随后转过头死死盯着埃奇纳西亚，显然是准备在决斗中给他点颜色看看。虽然埃奇纳西亚觉得早点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是好事，但他也担心这会不会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体内的魔剑又开始不安分了，一直在他脑子里叫嚣着要见血，甚至怂恿他直接把人杀掉。埃奇纳西亚根本懒得理他，直接让他闭嘴。可还没等他清静一会儿，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调侃他刚入学就闹出这么大动静。埃奇纳西亚转头一看，发现伊恩居然还没走。他有些警惕地问对方什么事，结果伊恩微微一笑，主动发出了邀请，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的社团。听到伊恩的邀请，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地重复了一遍社团。伊恩笑着解释说，新生不知道也很正常，毕竟阿赞卡军事学院和普通学校不同，这里根本没有常规的课程和考试。埃奇内西亚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伊恩接着告诉他，学校实行的是积分排名制，每3个月就会举行一次排名赛，平时也可以通过决斗来提升名次。埃奇内西亚当然清楚这些规矩，在这个学院里，排名就代表着一切。因为见习骑士会根据排名轮流去给正式骑士当侍从，这可不是普通的端茶倒水，而是要负责管理武器装备，甚至能跟着一起参加训练和实战。运气好的话，甚至还能得到骑士在剑术上的亲自指导。不过除非有骑士特意挑选，否则侍从的分配完全看排名赛的结果。想要跟着厉害的骑士学习，就必须拿到极高的排名，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排名赛上都拼尽全力。伊恩接着解释说，但光靠一个人训练可不容易，你需要能切磋的对手，而这正是社团存在的意义。大家不仅能一起训练，有时候还能在社团里找到导师。很多人甚至在入学前就决定好了要去哪个社团。埃奇内西亚听完问了一句，这是强制性的吗？伊恩笑着摇了摇头，说虽然不是强制的，但各个社团绝对会争着抢他，毕竟他可是新生第1名，而且身上还有着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难道还有比拿第1名更特别的事？伊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出一份卷轴放在桌上，说看完这个你就明白了。卷轴上赫然写着1年级见习骑士埃奇内西亚已经被选为了正式骑士的侍从。这消息一传开，周围的人全炸锅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一个刚入学的新怎么可能直接被选为侍从，到底是哪位正式骑士看上他？埃奇内西亚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到底是谁指明要他当侍从？他甚至开始怀疑，难道其他魔剑的持有者也保留着前世的记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如果真是这样，他们早就动手把自己抓起来了，根本不会等到现在。那这个在暗中出手的人到底会是谁？他忍不住追问，到底是哪位骑士指明要他？伊恩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帝国骑士团团长尤里安。听到这个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伊恩接着交代，在为期1个月的试用期里，埃奇纳西亚将先跟着他进行训练，之后才会正式分配。他详细说明了训练的时间和地点，还特意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有没有什么疑问。见埃奇纳西亚没有说话，伊恩便笑着跟他道别，约好傍晚在训练场再见。埃奇纳西亚的心里乱成了一团，尤里安为什么会指明要他当侍从？难道是因为他在入学考试里拿了第1，还是因为他在测试中的表现太扎眼？又或者最糟糕的一种可能，尤里安其实还保留着前世的记忆。如果尤里安真的保留了前世的记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前世是自己背叛了他的信任，甚至毁掉了一切。虽然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但埃奇纳西亚从来没想过会是这种方式。一旦成为他的侍从，就意味着以后必须时刻待在他身边，这让埃奇纳西亚感到有些不安。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傍晚时分，他准时来到了宿舍后面的训练场，伊恩和爱丽丝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看到他过来，伊恩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埃奇内西亚依然穿着那身华丽的裙子，手里提着长剑，看起来和周围的训练场格格不入。伊恩倒是一点都不想耽误时间，提议直接开始。因为这场决斗是爱丽丝主动发起的，所以按照规矩由爱丽丝先出手。伊恩作为裁判，正式宣布决斗开始。他念起庄严的誓词，祈求荣誉与正义降临在2人的剑刃上。爱丽丝立刻立起长剑，准备全力以赴。可还没等动手，爱丽丝整个人都懵了。她是在行礼吗？
只见对面的埃奇内西亚不仅没有摆出战斗姿态，反而慢条斯理地提起裙摆，在决斗场上行了个优雅的淑女礼。埃奇纳西亚这番举动让围观的见习骑士们直摇头，吐槽他是不是把这里当成了舞厅。爱丽丝更是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人凭什么能拿到第1名？这简直无法接受。他不再犹豫，拔出长剑，直接冲了上去。两人的剑刃在空中激烈交火。可不管爱丽丝怎么猛攻，穿着繁复礼服的埃奇内西亚却显得游刃有余，一个轻巧的侧身闪避，爱丽丝直接扑了个空，险些失去平衡。这下爱丽丝有些急了，因为对方竟然把她的所有攻击全都轻描淡写的躲了过去。爱丽丝迅速拉开距离，死死盯着眼前的对手。你是在看不起我吗，埃奇内西亚？埃奇纳西亚猛然回过神来，刚刚他确实在想别的事情，不过现在开口道歉，反而更像是在故意挑衅。既然如此，那就用最快速度结束战斗。还没等围观人群看清动作，埃奇纳西亚已经瞬间逼近。爱丽丝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仓促抬起长剑抵挡。这记突袭的速度快如闪电，本以为能够一招制敌，没想到爱丽丝竟然硬生生挡了下来。但仅仅是这一次交手，埃奇内西亚就彻底看穿了对手。爱丽丝的剑招太守规矩了，接下来的每一步动作全都在她的预料之中。伴随着刺耳的金属碰撞声，爱丽丝彻底陷入了被动，她的眼神中终于露出了慌乱。电光石火之间，爱丽丝的佩剑被瞬间挑飞，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埃奇纳西亚的剑尖已经稳稳停在爱丽丝的喉咙前。胜负已分，爱丽丝只能咬牙低头认输。虽然埃奇内西亚客气的收剑道歉，但这对爱丽丝来说却是莫大的耻辱，因为她很清楚对方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认真，这只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作为裁判的伊恩笑着鼓掌，赞赏着两人的表现。埃奇纳西亚不想多留，正准备转身离开，伊恩却主动跟了上来。他看似无意的提起自己曾3次担任团长尤里安的侍从，在他眼里尤里安是个极度理智的人。正因如此，伊恩对这次的任命感到非常困惑。他压低声音，试探性的发问：“团长为什么会指名选择你？难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面对伊恩的试探，埃奇纳西亚冷淡的予以否认。伊恩哈哈一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提醒他明天早上准时见面。看着伊恩离去的背影，埃奇纳西亚的眼神逐渐冰冷。他太熟悉这个男人虚伪的微笑了，因为在3年后的未来，当魔剑彻底摧毁阿赞卡时，伊恩就是魔剑麾下最残忍的骑士之一。灾难降临时，为了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竟然将无辜的老人和孩子主动推向魔剑的屠刀。可当魔剑指向他自己时，这个高傲的骑士却瞬间崩溃，跪在地上无耻的用别人的命求。但魔剑并没有给他机会，寒光闪过，直接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埃奇纳西亚强忍着恶心与他告别，一想到这个虚伪的家伙未来会做出那种丧心病狂的事，他就觉得无比反感。他快步来到热闹的市中心广场，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然而体内的魔剑却又开始冷嘲热讽，问他是不是又想靠大开杀戒来泄愤。埃奇内西亚在脑海中呵斥他闭嘴，自己想要的根本不是杀戮，他其实只是想看看这些完好的建筑和幸福生活着的人类。随后又自嘲了一句，真是无聊。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埃奇纳西亚惊讶地转过头，站在他身后的竟然是帝国骑士团团长尤里安。尤里安突然开口，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埃奇纳西亚内心猛地一震，在摸清对方的底细之前，他绝对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于是他只能装作一无所知，平静地摇了摇头。可尤里安根本不信，反而上前一步，步步紧逼，笃定他们之前绝对见过面。这让埃奇纳西亚瞬间警惕起来，如果这个男人带着前世的记忆，那他的处境可就彻底危险了。然而尤里安却突然轻笑一声，说去年夏天的皇帝生日宴上，他们就已经见过了。埃奇内西亚顿时有些错愕，原来他在那时候就注意到自己了。尤里安低声解释，虽然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对他却有着极深的印象，甚至反问他难道没看见自己吗？这让埃奇纳西亚暗叫不好，明明当时两人根本没有眼神接触，他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赶紧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连声向这位团长大人道歉。可尤里安却直接打断了他，要求他以后直呼自己的名字。埃奇内西亚连忙委婉拒绝，表示自己只是个见习骑士，直呼其名时在太失礼了。尤里安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随即抛出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问他为什么要报考军事学院。看着自己身上华丽的装束，埃奇纳西亚瞬间提高了警惕，他这是在怀疑自己的动机吗？面对尤里安的审视，埃奇内西亚随便编了个借口，说自己只是想成为一名骑士。可尤里安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继续追问他想成为骑士的理由。埃奇纳西亚只能硬着头皮回答，说自己非常喜欢剑。听到这个回答，尤里安突然伸出手，毫无预兆的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他的声音低沉而冰冷，说着双细嫩的手掌可一点都不像常年练剑的人。接着他死死盯着埃奇纳西亚，一字一句的再次逼问，你到底为什么想成为骑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埃奇纳西亚的防线差点崩溃，他下意识的用力抽回了手。如果右手被仔细检查，他的秘密就彻底保不住了。面对尤里安的强势逼问，他一时间有些语塞。虽然随便编个谎话很容易，但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却破天荒的不想再撒谎。
因为在这一世，他只想为自己痛快的活一次，去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哪怕这个理由听起来极其荒谬，根本不像一个合格骑士该说的话。可看着尤里安那双清澈的眼睛，那是前世曾无条件信任过他的眼神，他实在无法继续欺骗他。埃奇内西亚深吸一口气，无比认真地看着他，说：“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尤里安没有继续纠结这个话题，转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埃奇内西亚不甘示弱，反问他作为新任团长，怎么也有空跑到这荒郊野外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只是想来看看还没被毁掉的喷泉，但这种实话绝对不能说出口。于是他随口撒了个谎，说自己只是碰巧散步到这里。可没想到尤里安听完，竟然也顺着他的话微笑起来，说自己同样是来散步的。看着他脸上温柔的笑意，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在他的记忆中，这个男人以前可从来不会这样笑。更让他感到后背发凉的是，这巧合未免也太诡异了。就在他任命自己为侍从的这一天，他偏偏来到了前世自己杀掉他的地方。他到底是真的一无所知，还是在故意试探自己？如果尤里安真的拥有前世的记忆，那局势就彻底脱离掌控了。埃奇纳西亚索性不再试探，直接盯着他的眼睛质问：“你为什么偏偏选我当侍从？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尤里安看着满脸戒备的他，却突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切磋一局。这让埃奇纳西亚有些摸不着头脑。堂堂帝国骑士团长，居然主动要求和一个学员动手。尤里安一边脱下外套，一边淡淡的表示，等打完这一场，自然会给他答案。然而他并没有立刻拔剑，而是将自己的斗篷披在了他身上，说：“夜里风大，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尤里安这令人费解的举动，不仅让埃奇内西亚一头雾水，连他体内的魔剑都开始纳闷，这男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埃奇内西亚默默拉紧了斗篷，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现在完全看不透尤里安了。一夜过去，回到房间的埃奇内西亚依然在反复琢磨昨晚的细节。如果这一切不是他的心血来潮，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魔剑在脑海中好奇地发问：“大清早的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埃奇内西亚在心中低声回应：“我想我知道他为什么选我了，他是在怀疑我的身份，想确认我是不是魔剑的宿主。”魔剑有些惊讶，所以他把你留在身边，其实是为了近距离监视你。看着手里的黑色斗篷，埃奇纳西亚的动作微微一顿。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除了监视，他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要是魔剑宿主的身份真的暴露，恐怕昨天那样的温柔就再也不会有了。正当他思索对策时，房门突然被粗暴地推开，爱丽丝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将一份文件狠狠摔在床上。她咬牙切齿地质问：“你故意把这东西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向我炫耀吗？现在谁不知道你成了团长的侍从，根本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爱丽丝发泄完怒火，直接转身摔门而去。虽然她看起来气得不轻，但离开时还是下意识放轻了关门声。埃奇内西亚看着紧闭的房门，知道这次确实把对方气得够呛。不过他现在可没心思去安抚大小姐的情绪，眼下还有更棘手的事情等着他。第二天清晨，埃奇纳西亚准时来到了训练场。伊恩早已等候多时，脸上挂着招牌式的虚伪笑容。埃奇内西亚心中一阵恶心，但表面上还是客气地打了声招呼。他很清楚，这家伙主动找上门来，绝对没安好心。果不其然，伊恩笑着表示要给他介绍一个人，今天将由这位学长代替他来负责训练。顺着伊恩手指的方向看去，3年级学长布拉德正站在一旁。布拉德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语气里充满了轻浮与挑衅。长得确实挺漂亮，听说你下个月就要去当侍从了，这点时间可不够你准备的。不过别担心。说着，他直接将手搭在了埃奇纳西亚的肩上，说自己会好好训练。既然团长不在，布拉德立刻摆起了架子，直接把埃奇内西亚当成仆人使唤，甚至还要求埃奇内西亚尊称他为布拉德大人，这明摆着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接着，布拉德露出不怀好意的笑，说要给他来点特殊的训练。谁能想到，这家伙所谓的训练，居然是让埃奇内西亚给他按摩腿。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埃奇纳西亚直接开口质疑，这难道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布拉德却一脸不屑，甚至开始出言羞辱，觉得他不过是想靠嫁给骑士来上位。不仅如此，他还当众质疑起埃奇纳西亚的成绩，觉得他拿第一肯定有猫腻。现在整个学院都在转，他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赢了决斗。面对满天飞的谣言，埃奇内西亚只觉得头疼，他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解释。布拉德却越说越过分，甚至开始用下流的话来暗示他和团长尤里安的关系。埃奇内西亚以前在雇佣兵团里，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但布拉德的这些话还是恶心到了他。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这家伙居然把尤里安也扯了进来，这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就在他强压怒火的时候，体内的魔剑又开始蠢蠢欲动，不断在他耳边低语。魔剑看出了他的愤怒，开始怂恿他使用自己的力量。但埃奇纳西亚并没有失去理智，他冷冷地警告布拉德，他的言行已经越界了。布拉德却根本没当回事，甚至看着埃奇纳西亚提起裙摆，还以为对方是要向自己妥协，嘴里还说着轻浮的话。结果下一秒，埃奇纳西亚直接一脚踹了过去，这一脚力道极大，直接把布拉德踹倒在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布拉德，埃奇内西亚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里满是嫌恶，说光是听他说话就觉得恶心。既然布拉德都这么说了，埃奇内西亚决定不再隐藏实力，既然要扮演一个古怪的天才，那就要演得像样一点。魔剑还在旁边怂恿他直接杀人，但埃奇纳西亚根本懒得理他。他看着眼前的布拉德，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冷意。
他说自己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选为侍从，但可以亲自演示一下自己到底是怎么打败见习骑士的。布拉德还没反应过来，埃奇内西亚就已经抬起了脚，这一下可不是开玩笑的。只听见一声闷响，布拉德直接被他一脚踩在地上，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埃奇内西亚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冷的指出他浑身都是破绽。布拉德被踩在地上还不老实，居然开口威胁埃奇内西亚，说要去团长那里告状，取消他当侍从的资格。埃奇纳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大方的表示请便，只要布拉德敢把刚才那些下流的脏话也一并汇报上去。这下布拉德彻底慌了，他一边狡辩是埃奇内西亚先动的手，一边心虚地质问对方到底有没有证据。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有人主动站出来说愿意作证。来人直接叫出了埃奇纳西亚的名字，这让他有些警惕，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这个叫瓦拉哈的3年级学长倒是一脸轻松，甚至还笑着让埃奇纳西亚继续动手，别被这个蠢货打扰了。有了瓦拉哈这个目击证人，埃奇纳西亚这下底气更足了。他看着地上的布拉德，冷冷地问他知不知错。布拉德还想嘴硬死撑，结果埃奇纳西亚直接拔剑，一剑插在他耳边，这下彻底把他吓破了胆。看着对方这副怂样，埃奇纳西亚也懒得再动手，只是警告他以后管好嘴巴，就直接让他滚蛋。布拉德虽然心里不服气，临走前还放了句狠话，但跑得比谁都快，显然是真被吓到了。等闲杂人等都走了，瓦拉哈在一旁打趣，觉得埃奇纳西亚下手还是太轻了。埃奇纳西亚倒觉得这次的警告已经足够，要是对方还不长记性，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瓦拉哈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好奇地打听起布拉德的来头，想知道埃奇纳西亚为什么要搭理这种人。埃奇纳西亚提起这事就头疼，说布拉德不过是仗着学员长伊恩的关系，在学校里拉帮结派罢了。瓦拉哈听完没再多说什么，三两口吃完手里的三明治，突然问起他为什么要穿裙子来学校。埃奇纳西亚有些不高兴，反问难道学校规定不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吗？瓦拉哈赶紧摆手解释，自己只是单纯好奇，并没有别的意思。埃奇纳西亚这才坦言，自己只是单纯喜欢漂亮衣服，觉得这样打扮很开心。瓦拉哈倒也实在，觉得训练时穿皮手套和靴子明明更方便。埃奇纳西亚却有自己的坚持，觉得皮质装备跟裙子一点都不搭，而且也太难看了。瓦拉哈看着他手里那把又丑又便宜的剑，有些纳闷地问他，既然这么喜欢漂亮东西，为什么偏偏带了这么一把破剑？埃奇内西亚倒是一脸无所谓，说这把剑用钝了直接换新的就行，根本没必要买贵的。瓦拉哈听完直接愣住了，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个女孩子比他想象的还要有意思。笑够了之后，瓦拉哈主动提出今天由他来负责埃奇纳西亚的侍从训练。埃奇内西亚虽然觉得这人有点怪，但总比布拉德那种货色强，于是礼貌的鞠躬致谢，表示很期待今天的训练。没想到瓦拉哈却说这可不仅仅是今天的训练。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问他是不是就是传闻中的塞巴蒂姆。谁能想到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副团长巴伦蒂利乌斯男爵的侍从。瓦拉哈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3年级的瓦拉哈，而且在埃奇纳西亚成为正式骑士前，都将由他来负责监督和指导。听到这个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傻了，心里直发毛。他甚至觉得还不如回去忍受布拉德那个讨厌鬼，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落到了瓦拉哈的手里。要知道这人可是他前世杀死的那个人的侍从。埃奇内西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按理说像瓦拉哈这样显眼的人，自己不可能没有印象，可是在他的记忆里，前世在阿曾卡的时候根本没有杀过这号人物。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了雷声，瓦拉哈说马上要下雨了，让埃奇内西亚在原地等会儿，他先跑回宿舍拿伞。看着瓦拉哈跑开的背影，埃奇内西亚突然停住了，他想起了前世被关在地下城时的往事。那时候每到这种暴风雨天气，守卫们就会聚在一起闲聊，他们提到副团长巴伦，每到下雨天就会去墓地祭拜，因为在3年前的那场魔兽讨伐战中，帝国失去了太多人，而当时副团长的侍从也就是瓦拉哈，就是在那场战斗中丧命的。也就是说，在今年的魔兽讨伐中，瓦拉哈注定会死。既然已经预知了未来，埃奇内西亚暗自下定决心，他一定要改变这个结局。既然未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他完全可以尝试去改变它，比如救下这个注定会死去的瓦拉哈。埃奇纳西亚觉得只要能保住瓦拉哈的命，说不定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其他同样拥有前世记忆的人。就在他暗自盘算的时候，瓦拉哈已经拿着伞赶了回来，还顺手递给他一本厚厚的本子，这是历代侍从传下来的手册，里面记录了各种实用的知识，让他好好收着，以后还要继续传给下一代。瓦拉哈交代完明天的训练安排，正准备离开，埃奇内西亚赶紧叫住他，打听起今年春天魔兽讨伐的事，他必须得跟着去，才能有机会救下瓦拉哈。但瓦拉哈却直接泼了盆冷水，说他现在还在试用期，学校根本不可能带新生去冒险。埃奇纳西亚有些急了，追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瓦拉哈觉得有些奇怪，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实战这么执着，毕竟他看起来可不像个武痴。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惊，生怕被对方看出破绽，只能含糊的应付过去。看着他这么坚持，瓦拉哈最终还是松了口，给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能在接下来的新生排名赛里拿到前3名，就有机会破例参加。这下目标明确了，想要救人就必须先拿下前3名。
瓦拉哈提醒他，魔兽讨伐可不是闹着玩的，那简直就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不过只要1年级新生能拿到前3名，确实有资格破例参加。接着瓦拉哈半开玩笑的挑衅，问这位第1名的小姐是不是没信心了。埃奇内西亚当然不会退缩，他大方的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还提前拜托瓦拉哈在讨伐时多多关照。看着他这么有斗志，瓦拉哈也笑了起来，说自己非常期待他的表现。临走前，瓦拉哈还不忘提醒他，别忘了完成今天的作业，明天他可是要亲自检查的。随着天空传来隐隐的雷声，2人的约定就这么达成了。看着瓦拉哈离去的背影，魔剑有些纳闷，问他之前不是说不想拿高名次吗？怎么现在又开始争前3了？埃奇纳西亚却冷冷的回答，自己要拿的是第1名。既然已经当上了侍从，他决定不再隐藏实力，必须用绝对的实力，让那些质疑他的人闭嘴。魔剑听完，又开始在旁边怂恿，说既然刚才那么生气，直接把布拉德杀了不就完事了？埃奇纳西亚直接拒绝，说自己可不想当杀人犯。结果魔剑却冷笑着提醒他，说他早就已经是了。这句话戳到了埃奇纳西亚的痛处，他冷冷地警告魔剑，说他最没资格对自己说这种话，毕竟这把诅咒之剑的力量，他比谁都清楚。为了调查魔剑觉醒的秘密，埃奇内西亚在小巷里找到了一个线人，可谁能想到这个酒馆老板一提起尤里安，就满嘴都是脏话，不仅骂他是历史上最差劲的团长，还说他早就该被碎尸万段。听到对方这样侮辱尤里安，埃奇纳西亚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就在他动了杀念的那一刻，体内的魔剑直接失控，控制着他掐住了老板的脖子。幸好他及时清醒过来，立刻逃离了酒馆。这把诅咒之剑就是这样，只要宿主有一丝防备松懈或者动了杀心，他就会趁虚而入，彻底夺取身体的控制权。魔剑的本能就是寻找最有效率的杀人方式，这种可怕的力量让埃奇纳西亚避之不及。可魔剑却在他脑海里不断低语，提醒他杀意正在积聚，甚至怂恿他赶紧找个该死的人杀掉。面对魔剑的警告，埃奇内西亚愤怒地让他闭嘴。他态度坚决，强调决定全在自己手里，绝不会再让魔剑控制自己去杀人。而此时，窗边的爱丽丝正静静地看着外面，窗外的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爱丽丝收回目光，顺手把信件放在了桌上。紧闭的大门突然被粗暴推开，爱丽丝面无表情地送来一封信，甚至没有给埃奇纳西亚好脸色，便态度冷冰冰地直接转身离开。埃奇纳西亚有些尴尬地拆开信件，可信上的内容却让他瞬间警惕。信中竟然提到了白狮之尾，那可是帝国皇室的象征。这封神秘信件的背后，不仅牵扯到了帝国皇室，甚至还和尤里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中隐藏的惊天秘密，居然与骡子的魔剑有关，而所有的矛头都直指尤里安。几天后，埃奇内西亚开始侍从工作，学校里却传出了难听的闲话，说他能上位全凭一张好看的脸。好在瓦拉哈看得十分明白，劝他别把这些流言蜚语放在心上，当务之急是照顾好马棚里的坐骑。作为侍从，必须学会照顾坐骑。瓦拉哈带他来到一匹白马前，这正是尤里安最宝贝的坐骑。她华丽的裙子很快沾满泥草，可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干起脏活累活来毫不含糊。这巨大的反差让瓦拉哈忍俊不禁。埃奇内西亚在心中暗自警惕，这个瓦拉哈看似是个粗人，实则心思细腻极难对付。瓦拉哈突然从身后贴近他，手把手教他如何用手指理顺马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埃奇纳西亚表现得异常冷静，这反应让瓦拉哈更加确信，他绝不是表面上那般简单。急促的脚步声突然从外面传来，尤里安冷着脸出现在马棚外，通知瓦拉哈男爵大人正在召见。瓦拉哈赶忙解释自己在带新人，顺口亲昵地喊了埃奇纳西亚的小名。听到这个称呼，尤里安脸色骤变，他冷冷地打断了瓦拉哈的解释，强硬地催促他立刻动身离开。整个马棚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瓦拉哈一边离开一边暗自琢磨，为什么他一见到团长就如此紧绷？难道他真的在害怕尤里安吗？空荡的马棚里气氛依旧微妙，尤里安主动开口打破了沉默，表示如果切磋让他感到为难，那就当他从来没有提过。埃奇纳西亚闻言有些慌乱，连忙解释自己只是受宠若惊。为了打破尴尬，他提起归还斗篷的事，尤里安却顺手接过他手中的刷子，默默地帮他一起干起活来。他淡淡的指出他现在的局促不安。背出中心思的埃奇内西亚深吸一口气，问出了那个深藏心底的疑问。既然两人以前从未有过交集，去年在皇帝的生日宴会上，尤里安究竟是如何一眼认出他的？面对追问，尤里安只是淡淡的回答，他只是引起了自己的注意而已。埃奇内西亚追问是否因为头发，尤里安却直接否定了他的猜测。他缓缓走上前，伸手抚摸他的发丝，声称这只是出于他个人的兴趣。这暧昧越界的举动让他更加疑惑，尤里安却神秘地卖了个关子，说答案要在切磋之后才能揭晓。埃奇纳西亚有些委屈地抱怨，说他明明答应过可以不切磋。尤里安轻笑表示绝不强迫他，但他确实非常期待这次交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他暗自怀疑这个男人是否也拥有前世的记忆。脑海中的魔剑甚至怂恿他去质问，却被烦躁的埃奇纳西亚直接喝退。只要盯紧即将开始的魔兽讨伐，就能验证尤里安是否重活一世。如果尤里安真的拥有前世记忆，他就绝不会眼睁睁看着瓦拉哈死去。如今连帝国皇室都深陷其中，错综复杂的局势让他脑中一片混乱。就在这时，走廊大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女生大声夸赞他今天的装扮。埃奇内西亚顿时感到一阵头疼，他差点忘了身边还有个大麻烦。
果不其然，对方大喊着邀请他加入社团。法蒂玛一上来就滔滔不绝，极力推销他那个所谓的智慧社，甚至把这个社团吹得天花乱坠。这位2年级的学姐热情发出邀请，想要带埃奇纳西亚成为智慧骑士。因为最近的流言蜚语，别的社团对埃奇纳西亚避之不及，唯独这个法蒂玛主动跑来拉人。埃奇纳西亚直接开口拒绝，劝对方赶紧放弃，别白费力气。可法蒂玛根本不听，直接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坚信自己的直觉不会出错，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社团。虽然被缠得有些头疼，但对方没有因为流言而疏远他，这让埃奇纳西亚心里有些欣慰。不过脑海里的魔剑却一语道破，说对方其实只是看中了他的长相。法蒂玛拍着胸脯保证，埃奇纳西亚是他名单上的首要目标，这让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顺口问起名单上还有谁。法蒂玛得意地透露，除了他之外，自己还盯上了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米哈伊尔。听到这个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了一下。至于最后一个人，法蒂玛也没卖关子，那人正是埃奇纳西亚的室友爱丽丝·温特贝尔。法蒂玛叹了口气，说爱丽丝最近的状态非常低迷。听到这个消息，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但他对爱丽丝那客气的称呼却遭到了法蒂玛的无情吐槽，说他们明明是室友却生疏的尴尬。法蒂玛接着透露，爱丽丝平时都在9号训练场训练，而且他怀疑爱丽丝之所以会这样，全是因为开学第一天输给了埃奇内西亚。得知这个原因，埃奇内西亚愣住了，没想到那场对决影响会这么大。法蒂玛临走前还不忘推销社团，开玩笑说要是2人因此和好，就必须一起加入他的智慧社。虽然觉得法蒂玛有些烦人，但埃奇纳西亚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去森林里的训练场看看。还没走到跟前，林子里就传来了阵阵刺耳的劈砍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埃奇内西亚在训练场旁停下脚步，看着正在拼命练习的他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剑招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锋芒。在他的记忆里，爱丽丝的动作曾经迅速而精准，每一个招式都优雅的像艺术品。可现在他的剑刃里却只剩下了犹豫。看来法蒂玛说的没错，那场决斗确实给爱丽丝留下了阴影。埃奇纳西亚很想帮他摆脱困境，但心魔这种东西很难被旁人抹去，更何况他自己连正统剑术都没学过，要是贸然跑去指点人家，不仅不礼貌，恐怕还会起到反作用。埃奇内西亚本想就此离开，毕竟贸然打扰别人训练确实不妥。可转念一想，既然这心魔是自己亲手种下的，那就必须由他来亲自解开。想到这，他直接拔剑，瞬间挡下了爱丽丝的攻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爱丽丝懵了，她有些恼怒地质问对方想干什么。埃奇内西亚却只是微微一笑，主动发起了挑战。既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就用最直接的方式再打一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爱丽丝气愤不已，直言这是她听过最无理的请求，哪有人在别人训练时硬闯进来约战。埃奇内西亚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看他太专注，不想打扰。可爱丽丝根本不买账，冷冷地反驳说，这种直接动手的行为和街上的流氓根本没有区别。埃奇纳西亚倒也不生气，顺从的表示自己记住了。接着话锋一转，直接问他到底打不打。其实埃奇纳西亚今天过来，本来也就是想活动活动筋骨，顺便看看爱丽丝的真实状态。爱丽丝冷哼一声，直言从上次决斗之后就没看出对方有什么长进。不过既然送上门来，他还是接受挑战，让埃奇纳西亚直接拔剑。听到这话，埃奇纳西亚微微一笑，礼貌递到了声线。话音未落，2柄长剑狠狠撞在一起。埃奇内西亚一边招架一边笑着提议，既然都动手了，那些多余的客套话就免了吧。交手没几个回合，爱丽丝就发现不对，和上次决斗完全不同。现在她光是招架对方的攻击就已经有些吃力了，不管她怎么格挡，埃奇纳西亚都能立刻调整姿态，以极快的速度和精准度再次逼近，发起猛攻。就在2剑相交的瞬间，爱丽丝突然察觉到了异样，对方的剑刃竟然顺着她的剑身直接划了上来。这一下局势变得极度危险，爱丽丝越打越觉得不对劲，对方现在使出的招式竟然和自己几天前用过的一模一样。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模仿，虽然招式看着相似，但2人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埃奇内西亚不仅复制了他的剑术，甚至还融入了更完美的步伐，把这套招式改良的毫无破绽。还没等爱丽丝想明白，冰冷的剑锋就已经逼到了他的眼前。随着长剑脱手落地，这场对决终于分出了胜负。爱丽丝直接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埃奇内西亚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问他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其实埃奇纳西亚心里很清楚，自己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如果对方只是个平庸之辈，现在恐怕早就气急败坏了。如果爱丽丝对剑术没有敬畏，或者实力不够，此时此刻只会被挫败感彻底击垮。看着对方半天没有动静，埃奇内西亚直接收起长剑，冷冷地丢下一句：既然打完了，那他就先走了。本以为这场对决就这么结束了，可没想到爱丽丝却握住他的手腕，咬着牙说自己没事。看着对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爱丽丝双手握紧剑柄，眼神里没有一丝退缩，主动请求再来一局。看着眼前的埃奇内西亚，爱丽丝有些迟疑地开口，询问对方在刚才的对决中是不是故意在指点自己。埃奇内西亚却直接否认，表示这只是一场普通切磋，爱丽丝的剑术能有所突破，完全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听到这个回答，爱丽丝忍不住叹了口气，坦言自己终于看清了真相。她真诚地弯下腰，鞠躬道歉，承认自己以前以貌取人。现在的埃奇内西亚其实比任何人都要认真。看着眼前的爱丽丝，埃奇纳西亚
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的眼神和之前完全不同，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埃奇内西亚转过头去嘴硬，坚称自己对剑术毫无兴趣。爱丽丝听了只是笑着附和，显然已经看穿了他的傲娇。误会解开后，两人准备回去，可刚走没2步，埃奇内西亚就嫌弃地拉开距离，吐槽爱丽丝身上全是汗味。爱丽丝不服气地反驳说对方身上其实也有味道。两人一路上吵吵闹闹，又因为谁先用浴室洗澡的事直接争执了起来。清晨的房间里，埃奇内西亚用魔力操控着刷子，慢悠悠地给自己化着妆。脑海里的魔剑忍不住吐槽，问他昨天对决时为什么不用魔力，现在反而用在化妆这种小事上。埃奇内西亚没好气地反驳说昨天是被气氛感染了，而且现在他浑身酸痛，根本连胳膊都懒得抬一下。魔剑可不吃他这一套，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调侃他吃爱丽丝送的早餐时可一点都没觉得累。被说中痛处的埃奇内西亚只能在脑海中让魔剑闭嘴。虽然桌上的早餐没有留字条，但他心里很清楚，这肯定是爱丽丝特意送来的。回想起爱丽丝送来的早餐，埃奇纳西亚心里有些异样，这种纯粹的善意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毕竟以前从没人这样对待过他。画面一转，来到了马厩，瓦拉哈一边看着他，一边忍不住开口提醒，虽然觉得他拿钱3不成问题，但现在就这么放松，是不是有点太小看其他学员了？埃奇内西亚倒是一脸平静，表示自己可没有轻敌，他只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把握。听到埃奇内西亚这么自信，瓦拉哈忍不住哈哈大笑，直言就喜欢他这股自信劲儿。埃奇内西亚干活十分利索，刚刷完马鬃就问接下来的任务，瓦拉哈赶紧劝他回去休息，毕竟明天就是排名赛了。瓦拉哈解释说下午要去见男爵，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不过提起昨天的事情，他突然想到了些不对劲的地方。昨天他来到办公室时，巴伦说只需要他在离开前顺路过来。瓦拉哈心里有些犯嘀咕，这到底是男爵和团长沟通出错，还是背后另有隐情？看着有些反常的瓦拉哈，埃奇内西亚主动开口询问，对方却只是慌张的摆了摆手，说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临走前，瓦拉哈祝他明天比赛顺利，表示自己到时候一定会去观战。送走瓦拉哈后，埃奇纳西亚独自来到喷泉旁，脑海里的魔剑忍不住开口说以前见他受过伤，但还是第一次见他累成这样。埃奇内西亚也有些无奈，这具身体确实缺乏锻炼，想要彻底调理好，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就在他洗脸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来人正是伊恩。伊恩笑着解释说自己刚刚碰到了瓦拉哈，猜到他就在这附近，所以特意找了过来。看到这个家伙，埃奇纳西亚心里顿时一阵嫌弃，真是一点都不想见到他。埃奇内西亚主动开口询问对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伊恩倒也没有拐弯抹角，直言是为了明天的排名赛，因为新生没有过往战绩，所以对决全凭抽签决定。伊恩顺便提起，听说他放话要拿到前3名去参加接下来的魔兽狩猎，毕竟作为团长的侍从，要是连前3都进不去就太丢人了。说话间，埃奇纳西亚从袋子里抽出了签，上面赫然写着数字8。看到这个数字，伊恩却突然笑了起来，直言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了。伊恩顺势展开了对阵表，直接公布了他的对手，那人正是米哈伊尔。听到这个名字，埃奇内西亚立刻想起了过去，那是在阿岑卡他被魔剑夺去控制权的那天，米哈伊尔就是死在他手下的人之一。脑海中那个金发骑士抱着满身是血的男孩痛哭的画面，至今仍是他的噩梦。就在他失神的时候，伊恩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如果他能赢下第1轮，下一轮的对手就会是爱丽丝。看着一脸笑意的伊恩，埃奇纳西亚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这个对决顺序真的只是巧合吗？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客气递到了声谢，便转身离开了。还没等埃奇内西亚缓过神来，他就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抬头一看，来人竟然是尤里安。这让埃奇纳西亚有些纳闷，如果对方是为了带走希尔菲德，应该直接去马厩才对，怎么会跑到喷泉这边来？难道说他是来确认自己身份的，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那个被魔剑控制的恶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最近频繁的偶遇就完全说得通了，毕竟在对方眼里，他可是个随时会暴走的危险分子。但转念一想，万一尤里安真的什么都不记得呢？难道他之前说的那些话真的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回想起去年皇帝生日宴会上的相遇，埃奇纳西亚心里越发没底了。埃奇纳西亚还在纠结尤里安是不是在暗中监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累了才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旁的伊恩见他半天没反应，赶紧挥了挥手把他拉回现实，问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埃奇纳西亚这才回过神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对方刚才说了什么。伊恩倒也没介意，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说布拉德想要向他道歉。听到这个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伊恩解释说，布拉德对之前的事情感到愧疚，所以想找个机会当面说清楚，当然去不去全看他自己，没必要勉强接受。埃奇纳西亚可不觉得那个傲慢的家伙会真心悔过，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猫腻。于是他顺口问了见面的时间，伊恩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定在今晚。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还没等两人把话说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冰冷的声音，直接质问布拉德为什么要道歉。伊恩转头一看，来人竟然是尤里安团长，这下他整个人都有些慌了。伊恩只能尴尬地打着哈哈，解释说只是学员之间的一点小摩擦，可尤里安显然没那么好糊弄，
他面无表情的继续追问，这冲突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没等伊恩想好怎么回答，尤里安就直接转过头，把目光落在了旁边的埃奇纳西亚身上。这突如其来的点名让埃奇纳西亚心里咯噔一下。埃奇纳西亚冷淡地回应尤里安，这只是他自己的私事，两人的关系还没到这一步。随后他转头告诉伊恩，如果布拉德真的想要道歉，就让他自己直接过来。还没等伊恩多说什么，尤里安就直接下了逐客令，伊恩只能尴尬的行礼退下。看着眼前神色莫测的尤里安，埃奇纳西亚心里突然有些紧张，他特意把所有人支开，到底想要和自己说什么？尤里安看着眼前的少女，有些迟疑的开口询问，问她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忙。可话还没说完，他又咽了回去。尤里安转过身示意他跟上。埃奇内西亚虽然有些疑惑，但也只能老实跟在后面。折腾了一整天，他只想回去睡觉。可看着走在前面的高大背影，埃奇纳西亚忍不住有些出神。这家伙的背影确实挺吸引人。盯着尤里安那一头银发，埃奇内西亚一时间有些失神，直到对方让他在门口等待，他才猛地回过神来。等尤里安暂时走开后，埃奇内西亚只觉得脸上发烫，自己怎么会因为一个背影就变得这么不正常？没过多久，尤里安重新走出来，将一个纸袋直接递到他面前，里面装的竟然是特效药膏，那是只有苍穹骑士团才能用的珍品。尤里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嘱咐他不要太勉强自己。看着桌上的药水和生姜茶，埃奇纳西亚心里有些纳闷，连身边的瓦拉哈都没发现他病了，尤里安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这种被细心关照的感觉让他的心跳有些漏了半拍，但他更希望尤里安忘记过去，最好以为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去年那场生日宴会。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脑海中的魔剑突然开口调侃，问他是不是觉得太热了。埃奇纳西亚有些烦躁的让魔剑闭嘴。转眼就到了排名赛的日子，赛场上人声鼎沸。西奥有些纳闷的拍了拍同伴，问他为什么一直盯着看台发呆。随着1年级排名赛正式开幕，米哈伊尔指着远处的方向，低声向西奥确认自己第一轮的对手是不是就是那个粉发女孩。看着远处的埃奇内西亚，西奥忍不住开口调侃，说他虽然是靠关系进来的，但长得确实挺养眼。米哈伊尔却根本没心思开玩笑，他这次的目标只有第1名，只要能参加接下来的魔兽狩猎，就能向姐姐证明自己的实力。西奥忍不住吐槽他是个解控，结果直接挨了对方一脚，但他还是有些担心，万一输给那个大小姐可就丢人了。米哈伊尔却是一脸不屑，他绝对不可能输给一个靠作弊上位的关系户。看着远处的赛场，西奥有些纳闷，那不是爱丽丝吗？他和埃奇内西亚不是一直不和吗？怎么现在关系这么好了？看着远处展露笑颜的埃奇内西亚，旁边的米哈伊尔突然愣住了，甚至有些不知所措。米哈伊尔恼羞成怒地动了手，被同伴问起时，他嘴上说着没事，心里却在警告自己要冷静，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分心。随着主持人高声宣读名单，米哈伊尔和埃奇纳西亚正式登场，赛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面对这场对决，米哈伊尔显得信心满满，他继承的家族剑术以防守反击闻名，连特蕾莎也是靠这个成为大师的。在他看来，只要稳扎稳打，这场比赛的胜利就已经是囊中之物。看着眼前的埃奇内西亚，米哈伊尔心里一阵烦躁，觉得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自己刚才会分神。眼看对方终于有了动作，米哈伊尔不打算再等下去，就算对方是队长的侍从，他也必须拿下这场胜利。他直接拔剑冲了上去，面对这凌厉的一击，埃奇内西亚却只是微微一笑。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两人的对决正式打响。谁能想到，伴随着长剑落地的声音，这场对决竟然瞬间结束了。全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直到裁判结结巴巴地宣布胜者是埃奇内西亚。看着台上神情冷淡的少女，台下的观众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而作为当事人的米哈伊尔更是整个人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居然就这么被一招秒杀。随着裁判宣布埃奇内西亚获胜，米哈伊尔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死死咬着牙，直接头也不回地跑下了赛场。西奥见状赶紧追了上去，想要开口安慰几句，却被米哈伊尔冷冷地打断，坚称自己刚才并没有任何失误。看着一脸懵的西奥，米哈伊尔懒得再多解释，刚才埃奇内西亚展现出来的实力简直和那个人一模一样。在米哈伊尔看来，埃奇内西亚展现出来的实力简直和特蕾莎不相上下，这可是他见过的第2个强到可怕的女人。想到这里，米哈伊尔决定继续留下来观战，不想错过对方接下来的任何一场对决。这让旁边的西奥有些摸不着头脑，忍不住开口调侃，问他输给一个女人难道不觉得丢脸吗？米哈伊尔却是一脸严肃的回应，等这次排名赛结束，就没人会觉得输给埃奇纳西亚是件丢脸的事了。与此同时，走下赛场的埃奇奈西亚也在回味刚才的战斗。米哈伊尔的剑术确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米哈伊尔刚才的反应让埃奇纳西亚想起了当年的特蕾莎，毕竟这2个人是亲姐弟，连性格都一模一样。在埃奇纳西亚的记忆中，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当年是怎么亲手杀掉米哈伊尔的了，但他永远忘不了特蕾莎抱着弟弟尸体时那声撕心裂肺的哀嚎，以及对方彻底崩溃的模样。看着如今还活生生站在眼前的2人，埃奇纳西亚心里满是庆幸，看来自己当初选择倒转时间确实是做对了。这个少年一直都在追赶姐姐的脚步，特蕾莎就是他全部的信仰。埃奇纳西亚正坐在长椅上琢磨，觉得米哈伊尔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防守型剑术，如果有机会，他倒是不介意指点对方几句。就在这时，爱丽丝突然走了过来，
主动向他打招呼，还由衷的夸赞他刚才表现得太精彩了，和之前对练时简直判若两人。看到爱丽丝这么热情，埃奇内西亚也放松了下来，两人甚至开始互相开起玩笑，约定以后直接用昵称称呼对方，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不过爱丽丝这次过来可不只是为了叙旧，她兴致勃勃地提醒埃奇纳西亚，下一轮比赛他们两个可就要正面交锋了。听到这个消息，埃奇内西亚顿时有些头疼，他本来只想低调行事，赶紧结束比赛，好避开大家的视线，这下看来是彻底没戏了。赛场上，两人的长剑激烈的碰撞在一起，爱丽丝攻势迅猛，显然是使出了全力，而且非常享受这场对决。看着爱丽丝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埃奇纳西亚有些无奈，他本来打算速战速决，但现在却有些不忍心下手了。既然对方这么期待，那自己就稍微陪他多玩一会儿。打定主意后，埃奇内西亚身形一闪，直接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瞬间反制了爱丽丝的攻势。这惊人的一幕让台下的观众忍不住惊叹，这实力简直就是百年难遇的天才。大家都看出来了，埃奇内西亚这哪里是在比赛，简直就是在指导爱丽丝。甚至有人觉得，要不是因为他无法使用魔力，他的实力早就超越了普通骑士。之前那些靠关系入学的谣言，这下彻底不攻自破了。比赛结束后，伊恩主动走上前去，向埃奇纳西亚表示祝贺，毕竟从现在开始，他就是名副其实的1年级第1名了。面对伊恩的夸赞，埃奇内西亚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只想赶紧回房间躺着。可伊恩显然还没聊够，看着眼前的女孩，他终于明白尤里安为什么会选他当侍从了。伊恩对他的剑术非常好奇，毕竟罗兹家族并不以剑术闻名，他忍不住打听这身本事是不是尤里安私下教的。可埃奇纳西亚的回答却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他表示自己完全是自学的。看着一脸惊讶的伊恩，埃奇内西亚懒得再多解释，直接找了个借口转身离开了这里。还没等他清静一会儿，爱丽丝又迎面走了过来，有些好奇的打听刚才伊恩找他到底说了什么。埃奇内西亚随口敷衍了几句，只说是关于排名赛的事，便不想再多说什么，只希望这麻烦的一天赶紧结束。看着身旁的爱丽丝，埃奇纳西亚有些关切地问，这次排名比实际实力低了那么多，心里会不会觉得难受？爱丽丝却只是笑了笑，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这些，因为在这场比赛里，她得到了比名次更重要的东西，接下来只想专心提升剑术。听到这个回答，埃奇纳西亚有些触动，比起伊恩那种心思复杂的人，爱丽丝的纯粹和坦荡显然更让人欣赏。他看着爱丽丝，由衷地表示希望对方以后能成为正式的苍穹骑士，因为骑士团正需要这样的人。其实，在埃奇纳西亚心里，以前练剑只是为了能更有效绿地杀人，可这次和爱丽丝交手，却让他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方对剑术的真诚和敬畏，似乎也影响到了他。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握剑是为了保护，而不是为了杀戮。就像特蕾莎那样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而战，也像爱丽丝这样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的成长而练剑。埃奇内西亚主动开口，如果以后想找人切磋，随时都可以来找他，因为对他来说，和爱丽丝交手确实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听到这话，爱丽丝有些意外，随后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爱丽丝突然伸手握住了埃奇纳西亚的手，由衷地向他道谢，还说能遇到他真的很开心。这突如其来的表白，直接把埃奇内西亚整不会了。他有些慌乱地想挣脱，问对方怎么突然动手动脚的，可爱丽丝却一脸无所谓，反而逗得埃奇内西亚没了脾气，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催着赶紧回房间。看着两人并肩回去的背影，虽然嘴上还在傲娇的斗嘴，但两人的关系显然已经比之前亲近了太多。公告栏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家都在小声议论这次魔兽狩猎的规模空前巨大，而且是团长亲自下达的命令。看着名单上的分组，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这次的任务地点在峡谷，绝对是一场恶战。不过大家最期待的还是那几位风云人物，尤其是刚在排名赛里大放异彩的1年级前3名，大家都想看看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他们还能否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这天，埃奇纳西亚正在花园里喝茶，突然开口问对面的人，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改变主意了？明明之前说好要专心练剑，怎么转头就在公告栏上看到了爱丽丝的名字？原来为了能一起参加这次狩猎，爱丽丝甚至特意去挑战了第2名，硬是把名额给抢了过来。面对埃奇纳西亚的质问，爱丽丝倒是一脸坦然，直言就是想和他并肩作战，顺便在实战中好好磨练。正当两人斗嘴时，瓦拉哈走了过来，主动跟他们打招呼。这家伙一上来就对埃奇纳西亚的第1名大加赞赏，还顺便跟爱丽丝套近乎。可埃奇纳西亚却是一脸冷淡，直接问他到底有什么事。瓦拉哈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只是来提醒他们做好准备，毕竟不管平时训练成绩有多好，这都是他们第一次真正上战场。爱丽丝听完有些疑惑，因为按照惯例，骑士团只有在收到求助请求时才会派出学员，这次的安排显然不太寻常。瓦拉哈赞同了他的看法，并解释说，每年春天骑士团都会挑选魔兽猖獗的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以此来向外界展示实力。而今年选定的地点就是白鸭峡谷，那个地方去年还是个惨烈的战场，因为地处边界，经常发生残酷的伏击战，无数士兵曾在那片土地上丧生。这次的狩猎任务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凶险得多。要知道，大量士兵丧生的地方，很快就会变成魔兽的巢穴。在埃奇内西亚经历的前一世里，苍穹骑士团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导致魔兽灾难席卷了整个帝国。瓦拉哈
接着透露，这次的行动非同小可，连团长尤里安都会亲自带队，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机会。听到这里，埃奇内西亚看着茶杯里的倒影，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这次的狩猎绝对会出大事，他必须打起12分精神，绝不能让身边的人再次送。除了防范魔兽，埃奇纳西亚心里还藏着一个秘密，他必须查明其他基奥萨的主人是否也保留了前世的记忆。转眼到了出发的日子，大部队顺利抵达了白崖峡谷的入口，可刚一安顿好，埃奇内西亚就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他居然被分配到了团长尤里安的身边，这让他一下子有些懵了。旁边的瓦拉哈倒觉得很正常，毕竟他本来就是尤里安的侍从，而且试用期只剩最后8天，跟着团长也是理所当然的。一想到要和那个冷酷的男人朝夕相处，埃奇纳西亚心里就有些打鼓，偏偏体内的魔剑还在不停的幸灾乐祸，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刚到营地安顿，瓦拉哈就主动凑了过来，非要帮埃奇纳西亚搭帐篷。尽管埃奇内西亚一再拒绝，对方还是热情的让人招架不住。这拉扯的一幕很快就引来了周围士兵的闲言碎语，大家纷纷嘲讽她是个不愿干活的大小姐。埃奇内西亚正觉得头疼，谁能想到迪特里希突然笑着走了过来，他直接把手搭在瓦拉哈肩上，调侃他们是在战场上谈情说爱，吓得瓦拉哈赶紧开口解释，说自己只是在帮助同伴。听到这个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看着那头标志性的红发，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对方就是迪特里希。在他的前世记忆里，迪特里希就是那个基奥萨的主人，当初特蕾莎拼死拖住他，就是为了让迪特里希逃走，好去给尤里安通风报信。在埃奇纳西亚的记忆里，前世的那场战斗异常惨烈，迪特里希当时彻底杀红了眼，和他拼死搏杀在一起，可最终他还是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温热的鲜血直接溅在了他身上。想到这些惨烈的画面，埃奇内西亚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他开始暗中观察眼前的迪特里希。他注意到迪特里希腰间挂着的只是一把普通细剑，如果他已经觉醒了基奥萨，那把神兵现在应该就在他身边才对。既然迪特里希还没觉醒基奥萨，那他现在就只是个普通的剑系骑士，自然也就没有前世的记忆。不过这家伙倒是个自来熟，直接凑到瓦拉哈身边，一脸八卦的打听，问那个女学员是不是他的心上人。瓦拉哈赶紧开口否认，可迪特里希根本不信，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祝他早日抱得美人归，搞得瓦拉哈又无奈又尴尬。迪特里希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继续追问，既然没那心思，干嘛还非要上赶着帮人家搭帐篷？瓦拉哈有些烦躁的解释，自己只是想帮喜欢的同伴而已。听到这话，迪特里希的表情严肃了起来，提醒他这种做法其实最糟糕，如果真的为对方好，就要注意周围人的眼光。看着旁边指指点点的士兵，瓦拉哈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埃奇内西亚主动开口，表示如果他是在担心自己的名声，那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时迪特里希也走了过来，笑着指出埃奇内西亚其实并没有主动求助。埃奇纳西亚有些无奈的承认，不过自己最后还是接受了对方的帮助。迪特里希表示自己有话想对他说，埃奇纳西亚有些警惕，问他是不是想吐槽自己这身奇怪的装束。迪特里希却笑着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这些。他接着提到自己见过不少天才，比如他们的团长尤里安，那可是个真正怪物级别的人物，而且他们以前还是同宿舍的室友。在迪特里希看来，这些天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脑子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正常，而且每个人疯的还都不太一样。说像他这样的普通人，确实很难理解天才的想法，比如他这身奇怪的打扮。埃奇纳西亚有些无语，问他特意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谁能想到迪特里希却突然改口，笑着夸这身衣服其实很适合他，而且看起来非常漂亮。这突如其来的夸奖直接把埃奇内西亚给整懵了。迪特里希还俏皮地眨了眨眼，说希望以后能好好相处，随后便挥手告别离开了。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埃奇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轻浮的家伙，未来竟然会成为神兵的主人，那把神剑条主人的眼光也太奇怪了。他甚至开始怀疑前世那个冷酷的迪特里希以前的性格难道就是这样的吗？等他走后，瓦拉哈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主动向埃奇内西亚道歉，承认自己刚才做事确实没考虑周全，差点坏了他的名声。看着一脸自责的瓦拉哈，埃奇纳西亚却大度的笑了笑，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这些。他轻声安慰瓦拉哈，知道他帮忙是因为把他当成了同伴，而不是因为她是女生，所以根本不需要道歉。听到这番话，瓦拉哈心里一暖，脸上的阴霾也一扫而空，笑着向他道谢。随后他指了指副团长帐篷的方向，告诉埃奇纳西亚自己就住在附近，如果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去那里找他。送走瓦拉哈之后，埃奇内西亚也准备开始干正事了。夜幕很快降临，整片营地渐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点点篝火在夜色中闪烁。回到帐篷里，埃奇内西亚看着手里的深色斗篷，有些出神。这件斗篷是团长尤里安之前给他的，他本来打算今天就还回去，结果因为各种事情耽搁了。体内的魔剑察觉到了他的心思，有些好奇地问他在看什么。埃奇内西亚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想怎么把斗篷还给尤里安。听到这话，魔剑倒是有些意外，调侃他居然打算亲自去见那个冷酷的团长，这可不像他平时的作风。毕竟主动去见尤里安，就意味着要面对那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但有些事情他必须当面去确认清楚。思来想去，埃奇内西亚还是觉得直接去找尤里安实在太尴尬了。他悄悄溜出帐篷，发现尤里安的帐篷里一片漆黑，看样子人还没回来。
这倒是个绝佳的机会，只要把斗篷悄悄放下就走，就能完美避开那个难缠的男人。虽然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实在不符合他的作风，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轻手轻脚地掀开帘子，刚一走进去，整个人却突然愣住了。黑暗的帐篷里居然坐着一个人，这股熟悉又压抑的气息，除了尤里安还能有谁？埃奇内西亚暗骂自己太粗心，进来前怎么就没先确认一下？黑暗中，尤里安慢条斯里地点亮蜡烛，微弱的烛光照亮了帐篷。他看着有些局促的埃奇内西亚，语气平静地问他：“这么晚了找他有什么事？”埃奇内西亚赶紧递上手里的斗篷，有些尴尬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来海斗篷的，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送过来。尤里安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随后他迈步朝他走了过去，还没等埃奇内西亚反应过来，尤里安已经伸出了手。看着眼前的男人，埃奇内西亚总觉得今天的尤里安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少了几分平时的冷酷。尤里安看着他问：“你来这里就只是为了还这个吗？”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他怎么会突然问这个？不过他还是赶紧开口，为上次的药和姜茶道谢。尤里安低声问：“那些东西有用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尤里安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难得的温柔笑容。尤里安这难得的温柔让埃奇纳西亚有些失神，他甚至觉得这个男人的眼神似乎带着一丝说不清的爱意。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前世埃里恩满脸是血死去的画面就猛地冲进脑海，冰冷的寒意一下子席卷全身。这根本不可能，自己怎么能有这种荒谬的想法？这简直是对死者的侮辱。想到这里，他一刻也不想多待，赶紧开口告辞，准备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地方。可还没等他迈开步子，尤里安却突然叫住了他。他看着埃奇纳西亚，语气严肃地问他：“以前是不是遇到过魔兽？”听到这个问题，埃奇纳西亚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埃奇纳西亚想起了前世的经历，那时候他被魔剑控制，为了收集基奥萨，经常在遗迹里和魔兽厮杀，甚至还被卷入过极其危险的境地。但这些秘密他绝对不能对尤里安提起，于是他只能含糊地回答自己以前确实见过魔兽。尤里安提醒他，魔兽和人类完全不同，非常狡猾且难以预测。接着他提出，虽然他不怀疑埃奇纳西亚的实力，但为了安全起见，这次狩猎他必须紧跟在自己身边。听到这话，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这个冷酷的团长居然会这么信任他的实力。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问尤里安是不是见过自己战斗。尤里安解释说，自己在入学考试时就关注过他，而且也知道他拿到了排名赛的第1名，承认他确实非常优秀。面对这番夸奖，埃奇纳西亚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了谢。尤里安看时间不早了，便叮嘱他早点回去休息。离开尤里安的帐篷后，埃奇纳西亚独自走在夜色中。这时体内的魔剑又开始冷嘲热讽，嘲笑尤里安明明实力不如他，居然还摆出一副前辈的架势去警告他。埃奇纳西亚被他吵得心烦，直接让魔剑闭嘴，并警告他以后不许再提起尤里安的名字。躺在床上的埃奇内西亚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的脑海里全都是尤里安之前的神情。为什么那个冷酷的男人会露出那样温柔的表情？他当时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些疑问像乱麻一样缠绕着他，最终他只能带着满腹困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到了后半夜，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身处一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正和一个人翩翩起舞。虽然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个人身上却有着莫名的熟悉感。梦里的那个人带给埃奇内西亚无比温暖的感觉，甚至让他有种想哭的冲动。伴随着乌鸦的阵阵哀鸣，大部队已经在峡谷中集结完毕。尤里安拔出长剑，正式宣告白崖峡谷的狩猎行动开始。峡谷深处的空气近乎凝固，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瓦拉哈主动走过来搭话，询问埃奇纳西亚是否准备好。得知瓦拉哈要留守营地后，埃奇纳西亚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在他的前世记忆里，瓦拉哈就是死在这场狩猎中，可他只知道那是一个雨夜，却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死因。看着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他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彻底阻止这场悲剧？瓦拉哈看出了他的担忧，笑着调侃第1名居然也会紧张，还贴心地叮嘱他跟紧团长。埃奇纳西亚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自盘算，只要在天黑前赶回来，应该就能保住瓦拉哈的命。随后战斗正式打响，峡谷里瞬间乱成了一团，骑士们与魔兽展开激烈厮杀。因为之前泼洒的热油，无数怪物被疯狂吸引了过来。看着这密密麻麻的魔兽，所有人都清楚接下来的战斗绝不轻松。面对汹涌而来的魔兽潮，尤里安展现出剑术大师的实力，在他面前这些怪物根本不堪一击。只见一道金色的剑光闪过，冲在最前方的魔兽被瞬间斩断，战斗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坐在一旁的埃奇内西亚目睹一切，但他的注意力却被尤里安手中的长剑彻底吸引。那把剑他实在是太熟悉了，那是曾经贯穿无数战场的兵刃，也是他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如今再次重现人间，让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那是一把纯洁又美丽的剑，但注定不属于他，就像尤里安一样。虽然尤里安身边没有后援，但以他的恐怖实力，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担心。就在这时，一只魔兽悄悄盯上了他，直接从侧面猛扑过来。可还没等怪物靠近，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抬起脚狠狠踩了下去。伴随着一声闷响，偷袭的魔兽被瞬间解决。埃奇纳西亚这干净利落的一手，直接把旁边的骑士们看傻了。大家忍不住小声嘀咕，他身上居然连一点灰尘都没沾上，这实力简直强得像个怪物。不过他本人根本不在意这些，只是有些心疼弄脏的靴子。就在这时，天空传来一阵闷雷，大片的乌云开始在头顶汇聚，必须得赶紧回营地了，否则一旦下起暴雨，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
可走在前面的尤里安却突然停下了脚步，神色凝重地望向天空。尤里安看着变阴的天空，果断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决定暂停下午的狩猎，让所有人立刻撤回营地。随后，尤里安径直走向埃奇内西亚，他主动夸奖了他刚才的表现，叮嘱他回营地后好好休息，甚至还破天荒的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这突如其来的亲近举动让埃奇内西亚彻底愣在原地，体内的魔剑低声提醒他，那个男人绝对不对劲。埃奇内西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里安不仅记得瓦拉哈死去的日子，甚至可能记得前世的所有事情。就在这时，天空中雷声大作，暴雨倾盆而下。众人回到营地后，埃奇纳西亚独自坐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雨声出神。魔剑有些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在防备着瓦拉哈？埃奇纳西亚终于想明白了，尤里安绝对保留着回溯前的记忆，可这反而让他更加困惑。既然尤里安什么都记得，为什么还要放过他？毕竟在前世是他无情的背叛并杀死了尤里安，按理说对方应该恨透了他才对。可现实却完全相反，尤里安不仅没有动手，反而对他百般照顾，甚至还送来药水和姜茶。这种温柔的对待让埃奇内西亚彻底想不通了。埃奇内西亚推测，尤里安可能确实记得前世，但他现在还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是谁回溯了时间。在前世他并不是军校生，所以尤里安现在一定在暗中调查，把他留在身边也只是为了试探和监视。尤里安是想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操控魔剑的恶魔，一旦拿到确凿的证据，等待他的绝对是无情的审判。想到这里，埃奇内西亚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体内的魔剑察觉到了异样，有些奇怪地问他怎么了。外面的暴雨还在继续，而尤里安却在此时独自离开营地。他披着深色斗篷，在雨中行色匆匆，显然是要去某个隐秘的地方。眼看尤里安独自离开，埃奇纳西亚立刻跟了上去。体内的魔剑有些担心，万一被发现就麻烦了。但埃奇纳西亚早有准备，直接用魔力隐匿了气息。这样一来，就算是尤里安也别想察觉。外面正下着暴雨，魔剑觉得这太冒险了，万一营地这时候出事怎么办？但埃奇纳西亚很清楚，尤里安反常外出绝对有线索，这可是他查明真相的唯一机会。他必须弄清楚这个男人到底在计划着什么。一路跟到峡谷，埃奇内西亚发现尤里安又回来了，大雨天折返回来，他到底想干什么？体内的魔剑开玩笑说，这家伙可能是闲得慌，跑来找魔兽练手了。埃奇内西亚翻了个白眼，尤里安可不是那种无聊的人。仔细观察后，他发现尤里安在岩壁上摸索，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就在这时，尤里安的手突然停下，掌心亮起了一道金光。谁能想到，尤里安居然直接拔出了圣剑。躲在暗处的埃奇内西亚也懵了，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尤里安已经一剑狠狠劈向岩壁，整面石壁被劈出巨大的裂缝。更诡异的是，裂缝深处亮起2道血红光芒，整面岩壁开始疯狂崩塌，居然是极其危险的恶灵。看到这些怪物，埃奇纳西亚瞬间明白了，前世瓦拉哈的死因终于找到了。这种怪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能直接附身并控制人类，除了像尤里安这样的大师级骑士，普通人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如果这群怪物趁夜袭击营地，大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会被附身控制，彻底陷入疯狂。难怪前世营地会全军覆没，原来是因为自相残杀。前世的瓦拉哈肯定就是在那种混乱中丢了性命。埃奇内西亚看着远处的尤里安，终于想通了对方独自行动的原因。毕竟作为剑术大师，尤里安根本不怕这些恶灵的附身。可这也意味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尤里安是唯一拥有前世记忆的人吗？如果还有其他人记得，现在应该也赶过来帮忙了。但为什么偏偏是尤里安？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还没等他想明白，体内的魔剑突然惊呼出声，指着前方让他看。只见无数的恶灵正疯狂涌向尤里安，那数量多得让人头皮发麻。魔剑有些担心尤里安的安危，可埃奇纳西亚却显得异常冷静，因为他很清楚这点程度的怪物根本伤不到那个男人分毫。圣剑在对抗邪恶时能发挥出最强的力量。尤里安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拔剑迎战，金色的光芒瞬间爆发，把周围的恶灵全部吞噬。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埃奇纳西亚心里很清楚，无论是这把圣剑还是尤里安本人，都强大的让人感到畏惧。既然尤里安已经出手，那事情应该就稳了。埃奇纳西亚准备先回营地，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些恶灵被解决掉，瓦拉哈他们就不会死，前世的悲剧也就不会重演。可还没等他走多远，心里却突然咯噔一下，一股恐怖的紫色风暴在营地方向瞬间炸开，狂暴的能量席卷了整个营地，所有人根本来不及防备。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手里的雨伞也掉在了地上。看着眼前的异象，埃奇内西亚发现营地中央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时空裂缝，连体内的魔剑都懵了，根本想不通为什么裂缝会在这里开启。埃奇纳西亚心里很清楚，如果尤里安提前知道，绝对不会把营地扎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这意味着眼前的变故在前世根本没有发生过，历史已经被改变了。此时营地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骑士大声指挥着众人赶紧撤离，毕竟一旦被卷入这个裂缝，就真的没命了。埃奇内西亚跟着人群往外跑，发现大部分人已经安全撤走，可他环顾四周，却怎么也找不到瓦拉哈的身影。伊恩在混乱的雨中终于找到了瓦拉哈，他急切地求助说自己检查了所有帐篷，但还有一个1年级生没撤出来。听到没撤出来的人是埃奇内西亚，瓦拉哈这下彻底急了，他二话不说直接拉着伊恩往回冲。而此时的埃奇内西亚正在不远处大声呼喊瓦拉哈的名字，想阻止他靠近危险的裂缝。
可风雨声实在太大，瓦拉哈根本听不见他的声音。看着周围乱成一团的人群，埃奇纳西亚根本没办法使用魔力。而另一边，瓦拉哈一路冲回了帐篷，发现里面根本没人，他这心里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旁边的伊恩急忙催促他离开，毕竟那道紫色的时空裂缝已经近在咫尺了。就在这时，埃奇纳西亚终于赶了过来，大声警告瓦拉哈赶紧离开那里。看到埃奇内西亚没事，瓦拉哈刚想松一口气，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危险就毫无预兆的降临了。还没等瓦拉哈反应过来，他的身体就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开始往后倒去。地上的时空裂缝突然爆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漩涡，直接把瓦拉哈卷了进去。眼看着瓦拉哈被风暴吞噬，旁边的埃奇纳西亚根本来不及阻止。就在这生死关头，伊恩将手中的匕首收回袖子里，随后装作手足无措的样子，大声呼喊着瓦拉哈的名字。可这一幕落在埃奇内西亚眼里，却完全变了味。伊恩一把拉住他，急切地劝他赶紧离开这里，嘴里还喊着保命最重要。可埃奇纳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笑着嘲讽他，说他这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伊恩心里猛地一惊，却还要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催促他赶紧离开。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怒喝，副团长巴伦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大声命令他们立刻撤退。看到副团长亲自赶到，伊恩这下彻底慌了神。看着眼前的巴伦，埃奇内西亚突然想起了另一个人，那就是前世苍穹骑士团的副团长巴伦·蒂利乌斯。在前世的记忆里，这个男人曾拼尽全力想要阻止他，当时局势已经彻底失控，巴伦哪怕受了重伤，也死守在大门口，甚至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他大声命令手下关上大门，让其他人赶紧撤离。随着大门重重关上，他独自一人挡在暴走的埃奇纳西亚面前，誓死也不肯退让半步。虽然他最后没能阻止悲剧，但他用生命争取来的时间，却救下了无数人的性命。伊恩这出戏演的确实好，他居然还想跑去跟男爵汇报，谎称瓦拉哈是被裂缝吞噬的，可明明就是他亲手把瓦拉哈推下去的。看着这个虚伪的男人，埃奇内西亚只觉得无比恶心。该死的人活得好好的，而该活的人却丢了性命，这种结局他绝不接受。伊恩还想招呼大家赶紧撤退，可还没等他迈开腿，脚下却突然一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埃奇纳西亚直接一把拽住了他。谁能想到埃奇内西亚这一拽，直接拉着伊恩一起坠入了裂缝。赶来的巴伦想要伸手去救，可根本无济于事。旁边的士兵死抱住他，大喊着已经太迟了，让他不要过去送命。随着一道冲天的紫色光柱亮起，裂缝彻底闭合，这下两个人全被传送走了。伴随着一阵强光，裂缝彻底消失了，只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看着空无一物的地面，副团长整个人都懵了，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在这时，尤里安也终于赶了过来，看着眼前的废墟，他也有些不知所措。被裂缝吞噬之后，埃奇纳西亚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和伊恩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空气中全是刺鼻的血腥味，天空也被染成了诡异的血红色。还没等他理清头绪，耳边就传来的痛苦的哀嚎声。他抬头看去，眼前的景象让人头皮发麻。周围的士兵们正拿着武器疯狂地自相残杀，场面惨烈得像人间地狱。埃奇内西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再次回到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所谓的裂缝，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领域。其实这地方的来头可不小，它是神明用空间本身锻造出的神剑残余力量所化。和掌控时间的神剑不同，这把神剑拥有斩断空间的能力。虽然没人见过它的真面目，但它每次挥动留下的空间裂缝，就是它存在过的最好证明。体内的魔剑突然兴奋起来，说自己一到这里就觉得很舒服。埃奇内西亚倒是一点不意外，毕竟这里是战场上形成的裂缝，对魔灵来说简直就是大补。这时旁边的伊恩也醒了过来，看着周围血红色的天空，整个人都懵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等他看清周围的帐篷，更是觉得不对劲，这地方怎么跟之前的营地一模一样，但颜色却诡异得很。埃奇纳西亚冷冷地告诉他，他们现在已经在裂缝内部了。伊恩根本不敢相信，但埃奇内西亚解释得很清楚，这把神剑并不是创造了新空间，而是直接把原本的营地空间给强行切断并剥离了出来，所以这里才会保留着营地的样子。伊恩刚想开口质问是不是他干的，埃奇纳西亚直接转过身，冷冷地承认了，没错，他就是故意把伊恩拽进来的。听到埃奇内西亚亲口承认，伊恩整个人都炸了，大声质问他是不是疯了，到底在想些什么。可埃奇纳西亚却异常平静，只让他闭嘴，说自己还在做决定。伊恩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要决定什么。看着眼前这个冷若冰霜的女人，伊恩心里直犯嘀咕，这根本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埃奇内西亚，简直就像换了个人。埃奇内西亚一边擦着手上的血迹，一边冷冷地给出了答案。他正在纠结是自己亲自动手解决掉伊恩，还是把他留给瓦拉哈来处置。听到要杀自己，伊恩这下彻底慌了。埃奇纳西亚叹了口气，说自己其实并不想杀人，毕竟前世经历的那些破事已经让他彻底受够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过上平静的生活，穿好看的衣服，吃美味的食物，和喜欢的人一起当个普通人。他只想不杀任何人，也不受任何威胁的生活下去。但是看着眼前的伊恩，他冷冷地表示，自己甚至不确定这家伙还能不能算作人类。体内的魔灵魔剑立刻兴奋起来，怂恿他直接动手，反正这地方也没别人。埃奇内西亚也有些动摇，觉得一直拖着这家伙寻找瓦拉哈确实是个累赘，而且这地方也确实不安全。伊恩见势不对，赶紧举起双手，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可埃奇纳西亚根本不听，直接用手指抵住他的胸口，冷冷地警告他，如果他当初针对的是自己，他或许笑笑就放过他了。无论伊恩对自己做什么，他都无所谓，但是他绝对无法容忍这个男人去伤害他身边的人。伊恩直接急了，大喊着说这肯定是个误会，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怎么活着出去。可埃奇纳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冷冷地打断他，说他现在更该想想别的事。接着埃奇内西亚问了他一个问题，问他是不是那种会反省并且能改过自新的人。伊恩整个人都懵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他还在试图狡辩，说埃奇纳西亚绝对是误会他了，刚才瓦拉哈掉下去真的只是个意外。可他又悄悄拔出了短刀，埃奇纳西亚根本没给他任何机会，直接出手制服了男人。伴随着一声惨叫，局势彻底被他掌控。埃奇纳西亚冷冷地看着他，说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这家伙根本就没打算改过自新，也永远都不会改变。短刀哐当落地，他最后的防身武器也没了。埃奇内西亚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冷冷警告他老实点。伊恩拼命挣扎，却根本无法挣脱分毫。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女人的力气为什么会这么恐怖。埃奇内西亚死死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质问为什么要对瓦拉哈下毒手。这句话瞬间戳中伊恩的痛处，他彻底气急败坏，疯狂大吼着让他放手，甚至出言威胁他是不是活腻了。埃奇内西亚嫌他太吵，一把掐住他的脖，冷冷警告他消停点，这里可是危险的裂缝内部，随时会有怪物扑过来。说完，他像扔垃圾一样将他重重摔在地上。埃奇内西亚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老实交代害人的理由，或许还能保住一条狗命。伊恩趴在地上剧烈咳嗽，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说他根本就是个疯子，简直就是个怪物。埃奇纳西亚怒极反笑，冷笑着提醒他，最好先搞清楚现在谁说了算。伊恩听后突然阴冷的笑了起来，反问他真的想知道原因吗？难道他自己心里就没点数吗？他歇斯底里的咆哮，控诉着这世道的不公。他为了当上骑士拼死拼活，连最危险的差事都接了，结果一个不知哪来的流浪汉居然直接成了副团长的侍从。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埃奇纳西亚这个只配穿裙子的女人，刚进学院第一天就成了团长尤里安的侍从。在他眼里，这两个人什么都没付出，就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位置。埃奇内西亚只觉得荒谬至极，冷冷地反问他，就因为这点可笑的嫉妒，你就要把瓦拉哈推下深渊吗？这句话彻底将伊恩激怒，他疯狂地咆哮起来，觉得自己的努力被践踏，指责他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埃奇纳西亚冷冷地反问，难道在你眼里我就从来没有努力过吗？难道除了你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过得很轻松，别人能走到今天，难道真的只是靠运气吗？就因为这点可笑的嫉妒，你居然就敢动手杀人？伊恩被问得哑口无言，根本无法反驳。埃奇纳西亚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绝对不能失控，如果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体内的魔剑力量就会再次反噬。而地上的伊恩还在琢磨着逃跑，他的手在地上悄悄摸索，居然碰到了掉落的长剑，这可是他掉进裂缝时丢掉的武器。他觉得反杀的机会来了，这女人现在毫无防备，只要动作够快就能一击致命。他猛地抓起地上的长剑，用尽全身力气朝他砍了过去，嘴里还疯狂大喊着去死吧。可就在剑刃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埃奇纳西亚却连头都没回，只是静静地看着地上的倒影。谁能想到这一招反而直接要了他的命？伊恩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女人手里怎么会凭空多出一把剑？明明刚才他手里还空无一物。伊恩捂着伤口跪倒在地上，这下他是彻底动弹不得了。魔剑倒是兴奋的不行，直呼这鲜血的味道太美妙了。埃奇纳西亚冷冷地看着他，说自己其实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没能抓住。伊恩到死都没想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便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魔剑觉得这下舒服多了，还问埃奇纳西亚是不是也释放了杀意。可埃奇纳西亚却冷冷地回了一句，并没有。看着倒在血泊里的伊恩，埃奇内西亚沉默了半晌，体内的魔灵忍不住凑热闹，问他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后悔动手杀人了。埃奇内西亚却显得异常平静，说那倒不是。魔灵有些好奇，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埃奇内西亚看着自己的双手，说自己只是重新下定了决心，关于以后要怎么活下去的决心。看着地上已经断气的伊恩，这反倒让他松了一口气。要是换做瓦拉哈在这，恐怕根本没办法全身而退，有些恶人确实只能由他来动手解决。他记起了凯罗斯·基奥萨的警告，这一次他绝对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了。要是现在死掉的人，他就再也无法让他们复活。如果像前世一样失去重要的人，那他重活一次就毫无意义了。所以这一次他必须拔剑去守护。他不在乎别人怎么针对自己，但谁要是敢动他身边的人，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一次他谁也不想失去。体内的魔灵冷哼一声，说根本听不懂他在念叨什么。埃奇奈西亚也懒得解释，毕竟怪物怎么会懂人类的感情？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瓦拉哈，他应该还没走远。可还没等他迈开步子，前方的动静就让他停了下来。谁能想到不远处的黑暗中，一只巨大的魔物正在生吞活人，战场上的惨状还在继续，士兵们在血色中疯狂厮杀，甚至还有可怕的怪物在肆虐。埃奇内西亚躲在帐篷后面，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这么多怪物，不知道瓦拉哈现在怎么样了。他闭上眼睛，开始释放感知，寻找瓦拉哈的下落。根据感知的反馈，瓦拉哈应该就在这附近，难道是躲进某个帐篷里了？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决定隐蔽自己的气息，悄悄在营地里搜寻。他
他来到一个帐篷前，轻轻掀开帘子往里看去，刚想开口询问，还没等他看清里面的情况，突然传来一声暴喝，命令他不许动。还没等埃奇内西亚反应过来，冰冷的武器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然而看清他的长相后，对方却突然停下了动作。瓦拉哈试探着问：“你是埃奇内西亚？”埃奇纳西亚却十分淡定，主动打招呼，叫他瓦拉哈学员。瓦拉哈警惕地握紧武器，质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埃奇内西亚指了指架在脖子上的剑，示意他先往后退。瓦拉哈这才反应过来，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武器。看着瓦拉哈身上的血迹，埃奇内西亚顺口问他伤重不重。瓦拉哈摇头表示只是皮外伤，但他更想知道这个新生怎么进来的。埃奇内西亚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是糊里糊涂转悠过来的。这回答让瓦拉哈一阵无语，这种危险的境地怎么可能迷路进来？为了转移话题，埃奇纳西亚提起同行的伊恩，说两人在路上走散了。听到伊恩的名字，瓦拉哈冷漠地表示那家伙死活与他无关，现在情况紧急，他可没闲心管别人。埃奇纳西亚也顺水推舟答应下来。瓦拉哈死守在帐篷门口，叮嘱他千万别出来。此时外面早就乱成了一锅粥，无数巨型魔物正在疯狂肆虐，甚至开始残忍地互相吞噬。不过这也算是个难得的好消息，只要怪物还在互相消耗，他们暂时就是安全的。埃奇纳西亚询问下一步计划，瓦拉哈咬牙表示必须去搜集补给，只要能撑到时空裂缝消失，大家就还有活下去的希望。现在没有顶尖强者坐镇，正面硬拼等于自寻死路，只能选择死守到底。听着瓦拉哈的求生计划，埃奇内西亚在一旁保持沉默，显然他心里早就有了别的打算。如果是以前的他，早就独自把裂缝里的怪物清理干净，然后静静等待这个空间崩溃。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当着瓦拉哈的面，他绝对不能拔出那把被诅咒的魔剑。但我不知道补给能撑多久，可谁能想到，瓦拉哈突然伸手按住了埃奇纳西亚的头。他轻声安慰他别害怕，保证一定会带大家活着出去。如果觉得恐惧，只要相信他就行。在他眼里，保护一个刚入学的新生后辈根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瓦拉哈脸上带着勉强的笑容，但埃奇内西亚一眼就看穿了，他按在自己头上的手一直在暗暗发抖。显然这个学长心里也紧张的要命。可即便自己都自身难保，他依然在努力装作轻松，只为了不让身边的人陷入恐慌。看破不说破，埃奇内西亚也跟着微微一笑，轻声向他说了句谢谢。瓦拉哈倒是一脸理所当然，坚称保护后辈是学长的责任。随后他便转身在帐篷里翻找起来，试图搜寻一些有用的物资。看着正在忙碌的瓦拉哈，埃奇内西亚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之前从上一个裂缝逃脱后，他曾翻阅了无数古籍，寻找彻底摆脱裂缝的方法，结果还真让他查到了一个有趣的理论。想到这里，他主动叫住了瓦拉哈，声称自己读过关于裂缝的文献，也许能帮大家找到出路。瓦拉哈顿时精神一振，急忙追问他是不是知道什么线索。埃奇纳西亚耐心解释，虽然书里记载的只是个假说，但据说每个裂缝都有一个起点，也就是空间最初被撕裂的源头。只要能找到这个源头，说不定就能找到出去的通道。而且那本书里还提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隐秘，这个所谓的起点，其实就是连接现实世界的唯一通道。虽然裂缝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消失，但它并未与原本的世界彻底断。如果把裂缝关闭比作伤口愈合，那起点就是最先合拢的部位。瓦拉哈脑子转得极快，立刻追问这是否意味着起点就是离现实世界最近的地方，只要能找到那里，大家就能顺着原路逃出升天。埃奇内西亚点头表示赞同，但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起点的具体位置。他转头看向瓦拉哈，询问他是否亲眼目睹了裂缝的形成。瓦拉哈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承认自己当时慌乱中根本没有注意。瓦拉哈仔细回忆了一下，说自己听到警报跑出来时，裂缝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但他推测源头应该在营地中心。既然有了明确的线索，那起点大概率就在营地中央。两人一合计，决定立刻动身去一探究竟。毕竟，就算要等裂缝自行消失，那里也是最先开启通道的地方。瓦拉哈兴奋得不能自已，一巴掌重重拍在埃奇纳西亚肩膀上，大笑着说：“这次要是能出去，全靠他了。”然而，这一巴掌力道可不轻，埃奇纳西亚直接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瓦拉哈顿时尴尬地收回手，赶紧赔礼道歉，生怕惹恼了他。埃奇内西亚揉了揉肩膀，倒也没有真的生气，只是催促他赶紧动身寻找其。看着埃奇纳西亚离去的背影，瓦拉哈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没想到在如此绝境之中，这个新生居然能表现得这么冷静。相比之下，自己刚才的那些逞强，现在看来反而显得有些可笑。瓦拉哈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毕竟传闻中没人能从裂缝里生还，光靠他们两个人真的能行吗？他忍不住叫住埃奇纳西亚，问他难道心里就一点都不害怕吗？话一出口，瓦拉哈就有些后悔，觉得自己问的实在太蠢。没想到埃奇内西亚却微微一笑，反问他是不是忘了说过要保护自己。他主动拉起瓦拉哈的手，表示自己会无条件信任他，也希望学长能同样信任他。这番话瞬间给瓦拉哈吃了一颗定心丸。看着眼前的少女，瓦拉哈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一起拼一把。可现实却无情地浇下一盆冷水，外面的战况越来越惨烈，防守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这种情况下，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营地中心，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就在瓦拉哈一筹莫展的时候，埃奇内西亚却平静地表示他有办法。
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盯上了旁边的一块白布，决定就用这个来当道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听刺啦一声，他已经利落的动手把布割开。瓦拉哈这下彻底急了，赶紧出声响要制止他，质问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尤里安死盯着空无一物的地面，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他红着眼睛，劈头盖脸的追问：“埃奇内西亚，现在到底人在哪里？他究竟被那道裂缝带去了什么？”巴伦神色无比凝重的看着他，低声解释说：“他好像被裂缝吞噬了。现在他们根本无法重新定位空间，更别提强行冲进去把人救出来。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在原地死等。”巴伦看着眼前近乎失控的男人，内心深处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认识尤里安整整9年的时间里，他从未见过对方露出这副模样。在巴伦过往的深刻印象里，尤里安永远都是那么冷静且理智，情绪从来不会产生半点波澜，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可现在的尤里安却完全不同，整个人仿佛已经走到了崩溃边缘，随时随地都会彻底暴走失控。巴伦在心中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叫埃奇纳西亚的底层新人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致命的魔力，能让向来冷酷无情的尤里安彻底为了他而发疯失态。看着眼前被利刃割开的碎布，瓦拉哈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忍不住开口询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埃奇纳西亚将碎布揉成了一团，面色冷静地向他低声解释道：“准备把这堆东西直接点燃，毕竟那些怪物对火光最为敏感，只要有火光在黑暗中闪烁，他们就会以为有人在附近活动。”瓦拉哈听到这里，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想用简易火把当诱饵。他赶紧走上前去，主动帮忙，顺口问了一句：“这野路子跟谁学的？”听着倒像是雇佣兵的求生手段。埃奇纳西亚只能随口编了个瞎话，说是以前看家里的骑士用过，总不能直接告诉对方真实身份，这是自己在战场上攒下的经验。诱饵虽然已经顺利准备完毕，但外面的怪物已经开始疯狂进食，留给他们逃跑的宝贵时间真的已经所剩无几了。燃烧的火把被猛地扔了出去，在漆黑的半空中划出一道亮光，那些原本还在肆虐的狰狞魔物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光吸引，纷纷调转方向朝诱饵扑了过去。瓦拉哈见计划成功，心中大喜，赶紧招呼埃奇内西亚趁机溜走。两人一路小心翼翼地腰着身子，快速朝着营地的中心区域摸去。埃奇内西亚一边奔跑一边回忆，这个所谓的营地中心位置，不正是他和尤里安扎营的地方吗？可还没等他将思绪理清楚，他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停下脚步。埃奇内西亚突然停下了脚步，指着头顶的天空，大声喊道：“快看那边的情况！”瓦拉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天空中确实多了一些异样画面。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天幕中竟然裂开了一道猩红光芒，仿佛要将整片天空彻底撕碎。瓦拉哈满脸都是不敢置信的神色，难道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裂缝的真正起点？可这诡异的玩意要怎么处理？总不能直接用肉手去触碰吧？埃奇纳西亚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可问题是那道红光飘在半空，足足有2层楼那么高，普通人根本就够不着，而且在瓦拉哈这个外人面前，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魔力。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瓦拉哈却突然主动蹲下身子，招呼他赶紧踩着自己爬上去。这下轮到埃奇纳西亚愣在原地，原来瓦拉哈盯上了旁边的巨旗，他直接动手把沉重的旗杆放倒，只要踩在这个旗杆上面，你应该就能够到那个高度了。埃奇内西亚看着旗杆有些迟疑，这东西的分量可绝对不轻，你一个人真的能撑得住吗？瓦拉哈笑着拍了拍结实的胳膊，表示这点重量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看着他那充满力量感的肌肉，埃奇内西亚在心中暗自感叹，这家伙的身体素质确实没得说。既然对方表现得如此有信心，埃奇内西亚也就不再客气，直接抬起脚踩在了旗杆上。瓦拉哈双臂猛地一使劲，直接将埃奇内西亚送上了半空。埃奇内西亚在空中稳住身形，有些担忧地低头看了看下方，好在那些魔物正忙着撕咬诱饵，根本没有注意到头顶的动静。眼看距离已经差不多了，埃奇内西亚朝下方大喊了一声，表示这个高度已经足够了。瓦拉哈在底下扯着嗓子大声提醒，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碰裂缝，先用手里的长剑试探一下。埃奇纳西亚大声应了一句，死死盯着眼前散发红光的裂缝，不知道能不能从窄缝里穿过去。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试一试。他直接高高举起手中的长剑，朝着那道猩红的光芒狠狠刺去。谁能想到这一剑刺下去，天空中竟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惨叫。这一剑狠狠刺下去之后，不仅没能将眼前的裂缝解决，反而像是直接捅了马蜂窝，底下所有的怪物全被吸引了过来。瓦拉哈见状忍不住暗骂一声，这下事情可真的闹大了。他急得大喊让埃奇内西亚快跳，眼看无数怪物就要扑过来，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从半空中纵身跳了下去。好在瓦拉哈的反应足够迅速，这一下接得稳稳当当，但还没等两人在地上站稳，身后的恐怖动静就越来越大。瓦拉哈大喊一声必须赶紧逃命，回头往后方粗略一瞧，密密麻麻全都是狰狞的魔物，少说也有几百只的数量，正排山倒海般朝着他们冲过来。瓦拉哈抱着他一路拼命狂奔，埃奇内西亚却让他放自己下来，声称自己跑起来速度更快。瓦拉哈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却还是咬紧牙关不肯放手，觉得只要找个隐蔽地方就能脱险。可按照目前这个逃跑速度，被怪物追上只是时间问题。埃奇内西亚在心中轻叹一声抱歉，只见他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一下将身边的瓦拉哈给打晕了。这下瓦拉哈
连哼都没来得及哼，整个人就直接瘫软倒了下去。埃奇内西亚一边抱怨这家伙太重，一边还是咬着牙将他背在肩上。体内的魔剑在旁边打趣，说这家伙的肌肉还真不是白长的。接着询问他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埃奇内西亚背着人一路狂奔，表示必须先去裂缝的边缘。其实这裂缝看着虽然无边无际，实际上它的空间大小是有限的，只相当于从现实世界切出的一块。魔剑听到这里也想了起来，说上一次在类似的裂缝里，他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等他背着人一路跑到空间尽头，抬起脚狠狠一脚踹了过去，果然被一道看不见的墙壁挡住。埃奇纳西亚小心翼翼地把人放下，看着昏迷的瓦拉哈，轻声说道：“你老实待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放眼望去，周围的怪物越聚越多，他们此刻已经被彻底包围了。不过身上穿着这件华丽的礼服，根本就没办法施展拳脚动手。他索性伸手用力唰的一声，将碍事繁琐的裙摆全部撕掉，顺手将披散的长发也扎了起来。接着他顺手拔出插在地上的大剑，自言自语地表示先借用一下。看着眼前黑压压一片的魔物大军，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惧色，直接在心中唤醒了沉睡的魔剑。埃奇内西亚摘下手套，掌心深处的封印瞬间亮起，沉寂已久的魔剑再次被唤醒，直接悬浮在他的掌心之上。魔剑兴奋地嚷嚷起来，抱怨自己被封印了太久。看着眼前铺天盖地的魔物，他迫不及待地询问：“这次是不是终于能大干一场？”埃奇纳西亚冷冷地回应：“没错，叫你出来就是为了收拾他们。”魔剑一听更加得寸进尺，甚至想要直接掌控他的身体。埃奇内西亚反手就是一记重锤，直接把魔剑给砸消停了。想得美，这次依然只借你左臂的力量。魔剑的力量瞬间蔓延开来，直接缠绕上了他的整条左臂。埃奇内西亚握紧了手中的剑柄，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恶战。魔剑在旁边兴奋地大喊：“既然说好了只借用左臂，那他可要好好大闹一场了！”看着前方黑压压一片的怪物，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退缩，直接正面迎着魔物大军冲了上去。这一战他必须速战速决，这一剑下去，直接把冲在最前面的魔物劈成两半。寄宿在左臂的魔剑彻底玩嗨了，在旁边疯狂的大笑，直呼这种砍杀的感觉太爽了。但眼前的魔物根本杀不完，一波刚到下，后面体型更大的怪物又咆哮着围了上来。埃奇纳西亚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咬紧牙关，再次挥舞起手中的重剑。唰的一下，周围的魔物直接被清理出一大片空地。魔剑在旁边兴奋的大喊大叫，说前面有个长得像人类的怪物，那个猎物是他的，谁也别想抢。埃奇纳西亚根本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冷冷的回了一句：“随你的便。”魔剑这下彻底玩嗨了，在旁边疯狂的大笑，叫嚣着要听到怪物们的惨叫。唰的一下，埃奇内西亚直接挥剑迎了上去，在战场上大开杀戒。但眼前的魔物根本杀不完。这把魔剑其实有两个主要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无尽的杀戮。只见埃奇内西亚在空中一个翻身，再次挥舞起手中的重剑，准备迎接更疯狂的战斗。作为专门为了杀戮而诞生的魔剑，它能让持有者本能的掌握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杀人技巧。而他的第二个能力就是强行控制宿主的身体，魔剑会将积累的杀意转化为魔力，直接接管使用者的行动。以前面对成群结队的敌人时，埃奇内西亚就经常把左手交给魔剑，时间一长，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左侧主导的战斗方式。眼前的魔物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但还没等他扑过来，半空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奇异的光芒。埃奇纳西亚的身影在空中飞速闪过，手中的长剑在空中划出数道寒光，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那只体型巨大的怪物直接被大卸八块。虽然轻松解决了眼前的敌人，但埃奇纳西亚却觉得有些不对劲。按理说这个裂缝的危险程度绝对不比上一次遇到的低，可为什么这次对付起来会这么容易？其实几年前的战斗，他的实力还没现在这么强，如今对付这些怪物自然不在话下。魔剑在旁边兴奋地数着人头，嚷嚷着已经干掉了50多个。埃奇纳西亚嫌他太吵，没好气的让他闭嘴少废话。就在这边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被敲晕的瓦拉哈终于醒了过来。他揉着发痛的脑袋，一时间根本想不起发生了什么。等他彻底清醒过来，才发现身边早就没了人影。这下他彻底慌了神，开始扯着嗓子大声呼喊埃奇纳西亚的名字。瓦拉哈顺着声音找了过去，结果刚一抬头，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疯狂厮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平日里看起来柔弱的姑娘，此刻竟然在怪物堆里横扫。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他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埃奇内西亚手里拿着的居然是他的佩剑。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另一只手里竟然还握着那把散发着诡异气息的魔剑。瓦拉哈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把散发着诡异黑气的武器，正是传说中被诅咒的魔剑。等战场上的动静渐渐平息，满地都躺满了怪物的尸体，埃奇纳西亚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把这帮家伙全解决了。魔剑刷的一下化作黑气回到他体内，还兴奋地嚷嚷着下次还要来玩。埃奇内西亚没好气的让他闭嘴，别整天说这些疯话。看着自己身上沾满的血迹，他本想着动作的快一点，必须赶在瓦拉哈醒过来之前把这身破损的礼服给换掉。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魔剑突然在一旁大喊了一声：“不好，那家伙已经醒了！”这下可真是要穿帮了。埃奇内西亚转过头去，整个人都愣住了。瓦拉哈居然真的醒了，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这怎么可能？自己明明下手很重，按理说他至少得昏睡个半天，怎么这么快就醒了？最糟糕的是他到底看到了多少？魔剑在旁边疯狂怂恿，说不管他看到了什么，为了保险起见必须立刻杀了他灭口。
埃奇内西亚也开始动摇了。如果瓦拉哈真的认出了那把魔剑，事情传到团长尤里安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毕竟一旦让尤里安知道真相，一切就全完了。想到这，他直接拔出了长剑，一步步朝对方走了过去。瓦拉哈看着走过来的姑娘，还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试探着叫了她一声。结果话音未落，冰冷的剑锋已经死死抵住了他的喉咙。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黑气的女人，瓦拉哈彻底慌了神，结结巴巴的又换了她一句。埃奇内西亚却没有任何废话，只是冷冷的盯着他质问：“你刚才是不是全都看见了？”散发着血光的魔剑是传说中控制宿主屠杀的凶器。作为骑士团侍从的瓦哈拉一眼就认出了这把邪物，冰冷的锋刃死死抵在喉咙上，让他连大气都不敢喘。埃奇内西亚眼神冰冷，质问他是不是看到了全部过程。瓦哈拉强装镇定，反问他是不是在指这把魔剑。话音刚落，埃奇纳西亚便收回了剑锋，他无力地瘫坐在地，心中烦躁无比。本以为对方会吓得求饶，可瓦哈拉不仅没有害怕，反而主动向他道歉。这反常的举动让他一时有些发懵。瓦哈拉小心翼翼地试探，询问他是否就是传闻中的剑术大师。埃奇内西亚沉默着没有否认，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毕竟自己冒着生命危险闯进来，就是为了救下瓦哈拉，甚至为此不惜大开杀戒。如果现在为了保密而杀人灭口，那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更何况看着眼前的救命被挟，他也实在下不去这个狠手。埃奇纳西亚缓缓站起身，直接向瓦哈拉发出最后通牒。他冷声警告对方，自己并不想大开杀戒，但如果魔剑的秘密被泄露出去，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动手。这不是商量，而是命令。瓦哈拉咽了口唾沫，还是壮着胆子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他十分好奇，为什么埃奇内西亚手握魔剑，却能保持理智，安然无恙。埃奇纳西亚避开了正面回答，只说只要自己不发疯，就不会被魔剑反噬控制。紧接着，瓦哈拉又抛出了第二个疑问：他为什么要屈尊加入骑士团？埃奇内西亚坦白了意图，他是为了摆脱这把诅咒之剑，才特意潜入学院，寻找另一把魔剑来替代它。瓦哈拉满脸疑惑，难道找到替代品就能彻底摆脱吗？埃奇纳西亚嘴上肯定的回答，脑海中的魔剑却无情的拆穿他，嘲笑他明明随时可以扔掉自己，根本就是在对这个男人撒谎。瓦哈拉继续追问，既然他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为什么不直接晋升骑士，反而要从最底层的侍从做起？埃奇内西亚解释道，20岁的剑术大师实在太过招摇，他本想隐藏实力，循序渐进，过几年再公开身份。而且他这一身超凡的本领，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魔剑的力量，这绝对不能轻易暴露。听到这里，瓦哈拉无奈地叹了口气，问出了最后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他直勾勾地盯着埃奇内西亚，质问他为什么要闯入这片危险的裂缝。埃奇内西亚顿时有些心虚，支支吾吾的辩解，说自己只是不小心迷路进来的。瓦哈拉听完直接无语，刚才他可是亲眼目睹对方在怪物堆里大杀四方，怎么可能是误打误撞闯进来的？瓦哈拉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谎言，指出他就是为了救自己才不顾危险闯进来的。埃奇纳西亚急忙出声否认，坚称自己只是不小心摔落下来。难道剑术大师就不会犯错吗？看着他极力狡辩的慌乱模样，瓦哈拉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彻底看穿了对方之前那些杀人灭口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吓唬罢了。被看穿的埃奇内西亚顿时恼羞成怒，猛地释放出一股强横的剑气，直接将瓦哈拉震飞了出去。冰冷的剑锋再次抵在瓦哈拉的脖颈上。埃奇内西亚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冷冷地质问：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还是想用自己的命来赌一把？面对这赤裸裸的死亡威胁，瓦哈拉没有丝毫反抗，静态地注视着他。接着他缓缓抬起手，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埃奇纳西亚的头，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瓦哈拉郑重地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虽然埃奇纳西亚表现得杀气腾腾，但瓦哈拉心里十分清楚，是这个女人救了自己的命。他看着埃奇纳西亚反问，自己难道像是那种会出卖救命恩人的无耻小人吗？而且他特别强调，这件事哪怕是对尤里安团长，他也绝对会守口如瓶。听到尤里安的名字，埃奇纳西亚的神色变得更加复杂。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秘密一旦落入尤里安耳中，后果将不堪设想。看着眼前真诚的男人，埃奇内西亚心中有些动摇，这家伙到底靠不靠得住？四目相对的瞬间，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缓缓收回了手中的武器。他低声开口：我相信你，刚才弄伤了你，抱歉。瓦哈拉毫不在意的笑了笑，只要你能信任我，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虽然心中还有无数个疑问，但眼下显然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他开口询问，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埃奇纳西亚望向远方，表示自己需要验证一件事，必须先回一趟最初掉落的地方。瓦哈拉没有多问，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两人立刻动身往回赶。跟在身后的瓦哈拉心中多少有些哭笑不得，本想充当护花使者来保护他，结果反倒被对方救了一命，甚至还被拿剑威胁了一通。但奇怪的是，他心底竟然没有一丝怒意。看着前方那道矫健奔跑的身影，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开始加速，一股异样的情愫在心底蔓延。看着看着，他自己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瓦哈拉心中暗自叹息，自己这回怕是彻底沦陷了。不过能与他共享同一个秘密，倒也是个不错的开始。就在两人疾驰赶路时，魔剑突然在脑海中疯狂叫嚣起来。埃奇纳西亚有些不耐烦，质问他又想耍什么花招。然而魔剑这次却异常严肃，他声称自己可能找到了时空裂缝突然降临的真正原因。
埃奇内西亚心中一惊，立刻命令他解释清楚。魔剑老老实实的交代，在跟随前任主人期间，也曾频繁遭遇这种诡异的裂缝，而那位前任主人也和如今的埃奇纳西亚一样，曾经动用过回溯时间的圣物。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凭空出现的时空裂缝，很可能与那件逆转时间的圣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听到神剑的名字后，埃奇纳西亚瞬间陷入了沉思。难道是神剑的力量扭曲了时空，才引来了另一把神？魔剑却冷笑着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他提醒埃奇内西亚，他自己才是所有异变的源头，因为是他亲手逆转了时间。随着他改变的因果越来越多，时空裂缝也只会越发频繁的出现。埃奇内西亚追问魔剑前任主人的下场，魔剑无奈地表示，那些妄图改变未来的人，最终都只能选择隐姓埋名，因为他们越是折腾，时空裂缝就出现的越频繁。这个消息让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沉，但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看着天空中刺眼的裂缝，瓦哈拉担忧地询问接下来的对策。埃奇内西亚指向裂缝源头，决定用剑直接刺向时空起点。瓦哈拉心里直犯嘀咕，这招真的能行吗？埃奇纳西亚冷静地分析，裂缝里的怪物只是幻象，起点就是这个空间的死穴，只要用武器刺穿它，就能彻底打破这个空间。话音未落，埃奇内西亚突然脸色一变，急忙在身上摸索起来。瓦哈拉还以为他受了重伤，谁知他却急切地大喊，问帐篷里有没有镜子。瓦哈拉整个人都懵了，生死关头怎么突然要找镜子？埃奇内西亚急得直跺脚，要是满身是血的走出去，他苦心维持的淑女形象就全毁了，一旦引起怀疑，就彻底麻烦了。万一尤里安团长就在外面守着，他这副狼狈模样根本解不清。瓦哈拉忍不住笑出声来，指了指帐篷里的箱子。埃奇内西亚冲进去一照镜子，看着满脸血迹，整个人都不好了。魔剑还在脑海里说风凉话，夸他很有当年的风范。洗完脸后，他又发现新问题，衣服也全被鲜血浸透了。他红着脸向瓦哈拉借衣服，可穿上瓦哈拉的备用衣服后，松松垮垮的像个大布袋。瓦哈拉尴尬的挠挠头，提议去旁边女骑士的帐篷找一身合身的备用制服。埃奇纳西亚这才松了一口气，换上合身的女骑士制服后，埃奇内西亚仔细打理了头发。他有些紧张地询问瓦哈拉，自己看起来有没有破绽？瓦哈拉脱口而出夸她漂亮，随后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不过在出去之前，必须编好应对外面的说辞。埃奇内西亚提议真假参半，把可怕的怪物说成普通食尸鬼，只说是拼尽全力才勉强逃脱。瓦哈拉点头表示赞同，这是隐瞒魔剑存在最稳妥的办法。他突然想起伊恩，那家伙之前也跟了进来。埃奇纳西亚摇了摇头，表示一路上都没见到人，说不定早就死在怪物手里了。提起那个临阵脱逃的家伙，瓦哈拉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发誓如果伊恩还能活着出去，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离开这里。埃奇内西亚拒绝了瓦哈拉的帮忙，他缓缓拔出散发血光的魔剑，目光死死盯着天空中的裂缝。下一秒，他猛地飞身跃起，直奔那个时空死穴而去。埃奇纳西亚双手紧握魔剑，对准空中的时空死穴，使出全力一剑劈下。耀眼的血色剑光闪过，狠狠斩在裂缝之上。天空中传来清脆的碎裂声，那道坚不可摧的红色裂缝竟然像玻璃般大面积皲裂。埃奇内西亚稳稳落在帐篷顶上，瓦哈拉在底下急切的大喊：“到底成功了没有？”看着不断蔓延的裂纹，埃奇纳西亚语气十分肯定，这次绝对没问题了。伴随着沉闷的轰鸣声，整个时空裂缝开始彻底崩溃，红色的天空大面积剥落，虚假的世界在巨响中彻底坍塌，露出了原本晴朗的蓝天。结界被强行打破，残留的怪物化作黑烟消散，两人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瓦哈拉看着晴空激动不已，他们真的活着回来了。埃奇奈西亚也松了一口气，可还没等他把心放回肚子里，就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劲。还没等埃奇内西亚反应过来，突然被一个怀抱紧紧搂住。来人正是帝国骑士团团长尤里安。这突如其来的拥抱让他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尤里安的情绪显然有些失控，他缓缓抬起手，动作轻柔的不像话。当他终于抬起头时，脸上满是痛苦与后怕的悲伤。看着尤里安这副模样，埃奇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这个平日里高冷孤傲的男人，为什么会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靠得这么近，甚至能清楚听到对方狂乱的心跳，这感觉就像是深爱着他一般。可这怎么可能？尤里安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除非他是在故意演戏，好让自己放松警惕。看着尤里安那张写满悲伤的脸，埃奇纳西亚的心有些动摇，这种近乎绝望的神情，到底是在演给谁看？尤里安轻轻捧起他的脸，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这一刻，他眼中的真情实感到底有几分是真？他怀疑这个男人是在演戏，故意降低他的防备，来试探他是不是那个毁灭世界的恶魔。毕竟尤里安还留着被他亲手毁灭那一天的记忆。埃奇内西亚一把推开他，请不要离我这么近。两人的关系瞬间降到了冰点。尤里安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向他道歉，解释说自己只是太担心了。埃奇内西亚也有些不自然，小声回应没关系。接着尤里安关切地问他是否受伤，埃奇内西亚摇了摇头，比起这个，他更关心他们在裂缝里待了多久。得到的回答却是整整2天。埃奇内西亚心中一惊，没想到里面的时间流速差这么多。这时瓦拉哈走了过来，尤里安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瓦拉哈顺势按照计划解释说，里面虽然怪物极多，但多亏了埃奇纳西亚的帮助，他们才得以安全逃脱。听到瓦拉哈把功劳推给自己，埃奇内西亚顿时慌了，赶紧解释是瓦拉哈出了大力，但瓦拉哈
却非常坚持，直言是埃奇内西亚保护了他，生怕尤里安起疑心。埃奇内西亚在底下偷偷拽他的衣服，示意他闭嘴。瓦拉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改口说里面的怪物气势不强。埃奇纳西亚尴尬的打圆场，说瓦拉哈实在是太抬举他了。然而这些小动作根本逃不过尤里安的眼睛。看着埃奇纳西亚紧紧拽着瓦拉哈的衣角，尤里安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最终没有多问，只说只要平安回来就好。尤里安交代完赏赐的是便转身离去。他一走，埃奇纳西亚立马质问瓦拉哈为什么不按计划打掩护。瓦拉哈却理直气壮，觉得这就是事实，还劝他直接承认自己变强了，这让埃奇内西亚一阵无语。就在这时，巴伦和爱丽丝急忙赶来，看到两人平安无事，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随着同伴们会合，白崖峡谷的讨伐行动终于画上了句号。这次讨伐虽有1名学员丧生，但考虑到出现了时空裂缝，伤亡数字已经算非常低了。死因最终被定性为魔物袭击。2天后，远征队安全返回帝国，可一回到家，埃奇内西亚就彻底病倒了。他虚弱的躺在床上，心里懊恼不已。明天就是正式的侍从任命仪式，自己却因为身体超负荷，现在连床都下不来。守在床边的爱丽丝急得不行，提议去请个医生来看看。埃奇纳西亚连忙摆手，说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就行，根本不用请医生。爱丽丝却急坏了，都烧成这样了还说没事。为了把爱丽丝打发走，埃奇纳西亚故意说他在这里自己没法静养，催他赶紧去为排名赛做训练。爱丽丝虽然不情愿，但为了不打扰他，也只能先转身离开。房间里只剩下自己，埃奇纳西亚忍不住叹了口气。明天在仪式上还要面对尤里安，一想到这事他就头疼。这时魔剑在旁边泼冷水，觉得光躺着根本没用，还是得加强训练。埃奇纳西亚有些无奈，自己是3月17号重生的，到今天5月18号，满打满算也才2个月，从一个只拿得起茶杯的千金大小姐，练到如今这个地步，这进度已经算得上是神速了。就在这时，抽屉里的一封信突然飘了出来，埃奇内西亚顺手接住，魔剑还在旁边不停抱怨，催他赶紧变强。埃奇内西亚被吵得头疼，让他安静点。他拆开信件，发现是尼克尔寄来的信，信上的内容非常简短，说他正在执行护送任务，会和一位贵客一起访问阿岑卡，到时候再共享关于白狮的消息。埃奇纳西亚有些无奈，信里根本没提贵客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到。还没等他多想，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是一阵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还没等埃奇内西亚回答，门就被推开了，法蒂玛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满脸焦急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自己本想让他好好休息，但法蒂玛非要跟过来看看。法蒂玛顺手递过来一瓶蜂蜜草药，说是自家的祖传秘方，对恢复身体特别有效。埃奇内西亚接过药瓶，心里有些感动。法蒂玛还开玩笑说自己这是在努力讨好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埃奇纳西亚有些哭笑不得。就在这时，爱丽丝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汤，特意嘱咐他生病了也得吃东西，这是他专门跑去厨房准备的。看着爱丽丝为了照顾自己，连训练都顾不上了，埃奇内西亚心里暖洋洋的。爱丽丝为了让埃奇内西亚安心，甚至提出可以去和法蒂玛对练。看着大家这么关心自己，埃奇纳西亚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自己其实没事。爱丽丝笑着摆摆手，说室友之间互相照顾是应该的。房间里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这时法蒂玛突然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自己来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大八卦。爱丽丝有些好奇地问是什么，结果法蒂玛开始卖关子，非要他们加入自己的俱乐部才肯说。这下可好，两人直接选择无视他，继续聊他们自己的，把法蒂玛晾在了一边。埃奇内西亚尝了一口汤，夸赞爱丽丝的手艺真好。旁边的法蒂玛急了，抗议说他们之前明明答应过，只要2人和好了就要一起加入他的俱乐部。埃奇纳西亚却一脸无辜，表示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法蒂玛有些不甘心，追问加入俱乐部到底有什么不好。爱丽丝直接泼了盆冷水，说现在的俱乐部都太政治化了，而且她最讨厌麻烦的人际交往。听到这里，法蒂玛不仅没放弃，反而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说那自己的俱乐部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因为自己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会长，而且目前为止里面除了他自己根本没有别的人。这下子既没有复杂的政治斗争，也绝对不会觉得拥挤。看着法蒂玛这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爱丽丝和埃奇内西亚彻底无语了。法蒂玛兴致勃勃地介绍规矩，每周只对练1次，去不去全凭自愿。爱丽丝听完有些意外，这规矩未免太松散了，但这正合埃奇内西亚的心意。他正愁怎么掩饰实力提升，加入俱乐部正好当挡箭牌。而且法蒂玛性格直爽，不在乎外面的风言风语，相处起来也轻松。想到这里，埃奇内西亚心中有了决定，2人终于答应加入俱乐部。法蒂玛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连声保证绝不让他们后悔。他动作极快地掏出申请表，爱丽丝一脸无语，问他是不是天天随身携带。签完字后，法蒂玛突然提起正事，5月30号排名赛前一天要选出新的首席。爱丽丝觉得这很正常，毕竟首席位置一直空着。法蒂玛却神秘地压低声音，传闻上一任首席的房间里搜出了不得的脏东西。还没等2人细问，法蒂玛又卖起了关子，说真正的重磅消息还在后面。法蒂玛神秘地凑过来，爆出一个惊天大八卦：尤里安团长马上就要结婚了。
正在写字的埃奇纳西亚手一抖，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爱丽丝不敢置信地追问，法蒂玛兴奋地表示，未婚妻明天就抵达阿岑卡，准备举办订婚仪式。爱丽丝在一旁猜测，对方肯定是名门望族的大小姐。法蒂玛一拍脑门，说对方好像姓迪亚什么。埃奇纳西亚的手抖得握不住笔，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大片。他颤声追问是不是迪亚桑特。法蒂玛连连点头确认。埃奇纳西亚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猛地站起身来，这反应把两人吓了一跳。埃奇内西亚背过身去，声音虚弱地推脱自己累了，想要一个人休息。法蒂玛这才反应过来他还在生病，连忙拉着爱丽丝告辞，让埃奇纳西亚好好休息。等房门关上，埃奇纳西亚再也撑不住，直接瘫倒在桌子上，体内的魔剑忍不住开口：尤里安以前结过婚吗？埃奇内西亚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在他前世的记忆里，尤里安直到战死都是单身，连个绯闻对象都没有。为什么偏偏在这一世事情全变了？这推测不透的婚讯到底意味着什么？看着眼前一团乱麻的现状，埃奇内西亚决定动笔整理前世和今生的线索，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首先是魔剑的出现，前世在庄园厨房发现了魔剑，这一世却只找到一个空袋子。接着是罗阿兹家族的命运，前世魔剑宿主失控导致灭门，这一世却什么伤亡都没发生。最后是骑士团的远征，前世在讨伐怪物的战斗中死伤惨重，连瓦拉哈也丢了命。可这一世瓦拉哈不仅活了下来，这一世的远征中死伤人数大减，历史轨迹显然发生了偏差。更让埃奇内西亚在意的是尤里安的婚讯，他居然要和迪亚桑特家订婚，这个家族可不简单，当今的皇太子妃就出自这里。可前世根本没听说过，他们家还有另一个女儿。难道尼克尔信里提到的贵客就是这位神秘的未婚妻？既然过去已经悄然改变，那接下来的未来绝不会按前世的剧本演下。接着是第5条线索，前世的圣女惨遭杀害，失踪的魔剑因此重现人间。在那之后，帝国组建了魔剑讨伐队，却在那个冬天全军覆没。到了第2年秋天，阿岑卡彻底沦陷，所有魔剑持有者被赶尽杀绝。而这所有惨剧的终点，就是尤里安的战死。理清了这些重大事件，埃奇纳西亚还是想不通，到底哪件事导致尤里安订婚？或者说，这根本不是蝴蝶效应，而是尤里安自己做出的选择。如果他也带着前世的记忆，会不会是因为前世留下了遗憾，所以这一世重来？他决定不再隐瞒自己的心意。一想到这个可能，埃奇纳西亚心里就堵得慌，他忍不住自嘲是个傻瓜，居然还在为这些事情纠结。埃奇内西亚躺在床上，不断告诫自己，他和尤里安根本不是一路人，人家想和谁订婚是人家的自由，自己根本没资格在这里难过。可话是这么说，他脑子里却忍不住回想尤里安之前看着他时的样子，那份温柔和关切不像是装的。如果那一切都是假的，那他的演技未免太好了。难道那些感情全都是在演戏吗？就在他纠结万分的时候，体内的魔剑突然开口，直接否定了他的想法，说那绝对不是演戏。这下子埃奇纳西亚彻底愣住了。魔剑的声音冷冰冰的传来，直接戳破了他的幻想。他提醒埃奇内西亚，尤里安可还带着前世的记忆，他怎么可能忘记被魔剑刺穿身体的那种痛苦？听到这话，埃奇纳西亚彻底清醒了，他用手捂住脸，觉得自己真是太天真了，居然还奢望能和尤里安有未来。转眼到了第2天，侍从任命仪式如期举行，宏伟的礼堂里金碧辉煌。埃奇内西亚换上礼服，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就在他刚站定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叫住了。一进礼堂，埃奇内西亚一眼就看到尤里安，他穿着笔挺的骑士团长制服，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虽然心里还在打鼓，但他还是整理好裙摆，一步步朝他走了过去。走到跟前，埃奇纳西亚微微躬身，主动向他打了个招呼。尤里安转过头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关心，说他没必要这么勉强自己，如果身体不舒服，仪式完全可以推迟举行。听到这话，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尤里安已经转过身去，催促神父立刻开始仪式，显然是不想让他站立太久。懵懂的神父赶紧主持仪式，庄严的宣读起誓词，侍从要绝对忠诚，而领主则要尽到引导的责任。两人并排站立，在神圣的誓言下，这场契约仪式正式拉开序幕。埃奇纳西亚心里有些诧异，没想到尤里安只看了一眼，就发现他身体不舒服。还没等他多想，神父已经大声念出他的名字，问他是否愿意追随尤里安。埃奇内西亚收回思绪，坚定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接着神父又转向尤里安，问他是否愿意尽到领主的责任。尤里安没有丝毫犹豫，同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随着神父的最终宣告，两人的契约正式达成，这道誓言将永远有效，直到生命的终点。神父所说的誓言新生，是指侍从正式成为骑士的那天，也就是说，只要埃奇纳西亚一天没成为骑士，这个契约就一天不会解除，除非他们之中有人先倒下，彻底放下手中的剑。仪式结束后，埃奇内西亚看着手里的契约书，主动开口叫住了尤里安，习惯性的喊了一声团长，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两人的关系已经变了，于是连忙改口称呼他为尤里安大人。埃奇内西亚看着尤里安，还是没忍住问出了口，说自己听到了他订婚的消息。听到这话，尤里安陷入了沉默，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埃奇内西亚努力克制着情绪，客套地说了声恭喜，便打算转身离开。可还没等他走远，尤里安却在身后突然开口，提起了他曾经说过的话，说他想成为骑士是为了获得幸福。听到这句突兀的话，埃奇内西亚停下了脚步。埃奇内西亚转过身，承认了这一点。
尤里安却接着追问，那份幸福是不是指平静的生活？埃奇内西亚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尤里安的神色变得有些复杂，问他如果为了真正渴望的东西，是否愿意放弃平静，甚至做好卷入混乱的准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埃奇纳西亚有些慌乱，但很快他便给出了自己最坚定的回答，说自己绝不会做出牺牲平静的选择。他想要的幸福就是平静的生活，对自己而言，幸福就是和真实的人平静度日。他绝不会做出任何可能打破这份平静的选择，哪怕这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听到这番话，尤里安沉默了，他似乎有些迟疑。过了好一会儿，尤里安才低声开口，说自己明白了，并让埃奇内西亚回去好好休息。他交代埃奇内西亚3天后才正式开始侍从的工作，要是身体不舒服，随时可以休息。埃奇内西亚道谢后便退了下去。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尤里安转身去见了一位贵客。尤里安语气冷淡客套的向他问好，女人微笑着问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可尤里安却直接打断了他，让他以后别再叫自己殿下，说自己现在只是曾卡的公民，和帝国再无瓜葛。女人倒也不生气，顺从的改了口，可紧接着他却看着尤里安问了一个问题，问他是不是还记得自己。尤里安冷冷地回答说自己确实记得他是在他姐姐和皇太子的婚礼上见过，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两人会以这种方式重逢，更没想到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多了一个未婚妻。女人倒是一脸淡定，说反正订婚仪式马上就要举行了，现在是不是未婚妻并不重要。尤里安只觉得荒谬，自己这个当事人居然被蒙在鼓里，直到前几天收到通知才知道这件事。女人看着他，直接抛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问他是否打算拒绝这门婚事。尤里安沉默了没有立刻回答。女人接着说，她知道尤里安想拒绝，但现在拒绝的后果她心里应该最清楚。身为贵族，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自己，能和尤里安订婚，她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毕竟他可是无数名门闺秀的梦中情人。随后女人话锋一转，问尤里安到底打算怎么做？难道要公开宣布这是强迫联姻，甚至不惜将自己的血亲拔剑吗？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尤里安沉默了片刻，最后只说自己需要时间考虑。女人笑了笑，表示理解，毕竟这确实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她又补充道，其实如果尤里安真的拒绝了，她也完全不介意，甚至心里还挺期待他能拒绝，因为她自己可没胆量去反抗。不过女人也提醒她，一旦选择拒绝，她将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尤里安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直接下了逐客令，让女人先去休息，说副团长会带她去房间。女人站起身告辞，说那晚点再见殿下。随着房门重重关上，房间里只剩下尤里安一个人。他有些愤怒地砸向窗户，此时他脑海中浮现出埃奇纳西亚的身影。那个女孩曾说过，她绝不会做出牺牲自己平静的选择。尤里安看着手掌，低声自言自语，说自己其实很清楚，到底哪一个选择才是最好的。他看着窗外，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理智告诉他该怎么做，可感情这东西根本就不是理智能够控制的。他现在唯一的奢求就是能再多一点时间，好让自己能真正说服自己，彻底放下这段感情。在自己彻底失去理智之前，一定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尼克尔突然推门而入，大声呼喊着埃奇纳西亚的昵称，可一进门他就愣住了。房间里除了埃奇内西亚，居然还坐着一个金发女孩。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埃奇内西亚就兴奋地冲上前，给了尼克尔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旁的爱丽丝好奇地询问对方身份，尼克尔大大咧咧地宣称自己和埃奇纳西亚亲如家人。随后两人互相做了自我介绍。爱丽丝十分识趣，主动提出要去训练场，把空间留给久别重逢的两人。等爱丽丝离开后，尼克尔便迫不及待地打听那个金发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面对埃奇内西亚含糊的回答，尼克尔忍不住笑出声来，调侃只要他能交到朋友，自己就不用整天瞎操心了。埃奇纳西亚有些无奈，抱怨对方把自己当成了孤僻鬼。尼克尔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交圈里那些虚伪的客套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朋友。玩笑过后，尼克尔的神色严肃起来，压低声音询问魔剑的近况。埃奇内西亚轻声安慰他，表示自己目前一切安好，魔剑的秘密也还没有暴露。可飘在一旁的魔剑却突然拆台，嚷嚷着尤里安早就发现了。埃奇内西亚赶紧在心中警告他闭嘴，表面上继续对尼克尔隐瞒实情。随后埃奇内西亚一边倒茶，一边询问尼克尔这次前来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护送迪亚桑特家的小姐。尼克尔点头承认，解释说对方指明要高塔魔法师，自己这才主动申请了这次任务。尼克尔收起笑容，表示自己这次特意赶来，可不单单是为了和他叙旧。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追问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尼克尔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缓缓站起身，表示在深入交谈之前，必须先做一些防范准备。还没等埃奇内西亚反应过来，尼克尔便已经抬手施展了魔法，一个巨大的蓝色结界瞬间张开，将整个房间彻底笼罩在内。看着周围闪烁的魔力光芒，埃奇纳西亚有些吃惊地询问。尼克尔推了推眼镜，解释这只是个隔音结界。紧接着尼克尔的神色变得无比凝重，警告埃奇内西亚接下来要听好，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埃奇内西亚主动开口，询问尼克尔在调查魔剑起源时是否有什么新的线索。尼克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并没有直接提起魔剑，而是话锋一转，说起了尤里安订婚的消息，并且极其严肃地强调这场联姻无论如何都必须成功。埃奇内西亚感到十分震惊，
尼克尔接着解释道，这其实是为了保护罗阿兹家族，因为现在有人为了阻止联姻，甚至不惜痛下杀手，这也是他主动申请当护卫的真正原因。看着一脸茫然的埃奇内西亚，尼克尔轻声安慰他别慌，随后抛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让埃奇内西亚说出所知道的皇室成员。埃奇内西亚思索片刻，提到了帝国的皇太子以及身为三皇子的尤里安，并推测中间应该还有一位二皇子。尼克尔继续追问皇太子的名字，埃奇内西亚试探着回答是克鲁恩。虽然名字答对了，但对于这位皇太子的功绩，他却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那位神秘的二皇子，埃奇内西亚更是一无所知。尼克尔叹了口气解释道，其实关于前两位皇子，外界几乎没有任何传闻，唯独老三尤里安的名字人尽皆知。他不仅是帝国最年轻的骑士团长，更是无数人瞩目的焦点，光芒耀眼的让人无法直视。可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尤里安实在太优秀了，直接把其他皇子彻底盖了过去，让他们只能活在阴影之中。埃奇内西亚立刻反应过来，这对于注重平衡的皇室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尤里安是皇太子倒也罢了，可他偏偏只是个三皇子，本该是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不过埃奇纳西亚很快想到，尤里安在加入苍穹骑士团时就已经主动放弃了国籍，名义上已经不算皇室成员了。尼克尔却直接泼了冷水，反问他：民众真的会把他当外人吗？只要尤里安的姓氏一天不改，在世人眼里他依然是帝国的皇室成员。埃奇纳西亚有些想不通，这皇室内部的明争暗斗和他们罗阿兹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尼克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透露了一个皇室的秘辛，说皇帝曾经娶过2位皇后，而第一位皇后是皇帝还在当皇太子时迎娶的。第一位皇后身体一直不好，在皇帝登基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她留下的唯一血脉就是大皇子克鲁恩，而第2位皇后才是皇帝一生的挚爱，甚至在皇帝大婚前2人就有了私情。她为皇帝生下了2个儿子，也就是2皇子卡雷姆和3皇子尤里安。可谁能想到，在生下尤里安的时候，这位皇后却不幸难产去世，皇帝因此备受打击，甚至发誓终身不再娶妻。讲到这里，尼克尔看着埃奇纳西亚问道，那你觉得皇帝会对这个害死挚爱的3皇子抱有什么样的态度？皇帝最爱的女人因他而死，而且皇帝根本不需要多一个儿子，这让尤里安的处境变得极其尴尬。尼克尔叹了口气说道，虽然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皇帝显然非常讨厌尤里安，甚至可以说是恨他入骨。埃奇纳西亚有些无法理解，可他毕竟是皇帝最爱女人的骨肉啊。尼克尔冷冷地回答，正因为如此，他的出生才成了夺走那女人生命的凶器，在皇帝眼里，他根本不是爱的结晶，而是害死挚爱的凶手。原来尤里安的出生伴随着母亲的离去，这让埃奇内西亚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尼克尔接着把话题转回正轨，指出现在的皇室继承权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几方势力正斗得不可开交。大皇子作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不仅占了长子的名分，背后的母族和妻族势力更是强大。按理说皇位非他莫属，可偏偏皇帝最宠爱的是第2位皇后生的2皇子。有了皇帝的公开支持，两边的势力直接斗了个旗鼓相当，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落在了名义上。埃奇内西亚突然反应过来，真正深受民众爱戴的皇子其实是尤里安。尼克尔点头表示同意，正因为如此，在其他皇子眼里，尤里安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让埃奇纳西亚有些恍惚，在前世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内幕。仔细想想当年最后到底是谁登上了皇位，尼克尔叹了口气，觉得尤里安的处境实在太艰难了，如果他能平庸一些，或许还能安稳度日，可过人的天赋反而成了一种诅咒。埃奇纳西亚猜测，尤里安选择去阿赞卡，是不是为了躲避这场皇位争夺？尼克尔却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原来尤里安从小就优秀得不像话，不管做什么，其他皇子都根本追不上他，这让本就讨厌他的皇帝更加反感，索性找了个借口，直接把他流放到了阿赞卡。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原来尤里安并不是自愿来这里的。尼克尔叹了口气解释说，皇帝虽然讨厌他，但也不能无缘无故流放一个皇子，于是就借着他剑术天赋的由头，名正言顺的把他打发到了阿赞卡。可谁能想到，尤里安不仅没有就此沉沦，反而成了剑术大师和一方领主。尼克尔忍不住嘲讽起来，那些人本来是想让他自生自灭，结果尤里安反而混得更耀眼了，估计皇帝和皇子们现在正气得跳脚呢。听完这些，埃奇纳西亚心里五味杂陈，在他前世的记忆里，尤里安永远是那么高贵耀眼，他甚至一直觉得尤里安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了化身魔剑之鬼的自己。就在这时，尼克尔放下茶杯，决定把话题拉回正轨，因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那把被诅咒的魔剑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罗阿兹府邸？埃奇内西亚急切地追问，有没有查到魔剑事件的幕后黑手？尼克尔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就算真的查出来了，对方的身份也根本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听到这里，埃奇纳西亚心里咯噔一下，难不成这背后是皇室在捣鬼？尼克尔叹了口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目前嫌疑最大的有3方势力，皇帝2皇子派系以及皇太子派系，甚至这3方可能都参与了其中。而这场魔剑事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尤里安的阴谋，罗阿兹家族不过是被无辜波及的炮灰。这个真相让埃奇纳西亚有些站不稳，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让尼克尔把知道的细节全部说出来。尼克尔接着分析，虽然不知道皇室是怎么拿到魔剑的，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借此演一出大戏。
而罗阿兹家族就是这场戏里被选中的牺牲品。按照幕后黑手的计划，只要罗阿兹家族有人被魔剑控制，他们就会立刻出面解决危机，顺便踩一脚尤里安和苍穹骑士团，证明他们根本没传闻中那么神。虽然看穿了对方的算计，但尼科尔表示目前还没查出具体是谁在背后操纵。得知真相的埃奇内西亚气愤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家族居然只是别人政治游戏里的棋子。他忍不住质问尼科尔，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家？尼科尔的回答非常残酷，因为方便，罗阿兹家族在朝中没有靠山，既不富裕也没有影响力，对于那些权贵来说，这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软柿子了。这残酷的现实让埃奇纳西亚彻底愣住了。而且最讽刺的是，罗阿兹家族根本没人擅长剑术，就算拿了魔剑也闹不出什么大乱子，这让幕后黑手更容易收场。这种被当成软柿子捏的屈辱，让埃奇纳西亚怒火中烧，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杀气，连体内的魔剑都兴奋了起来。魔剑甚至主动提议要不要帮他把眼前的尼科尔解决掉。埃奇纳西亚极力克制住冲动，深吸一口气，继续追问：难道符合这些条件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吗？尼科尔摇了摇头，表示其实还有其他几个家族也符合，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罗阿兹家。但紧接着尼科尔神色一暗，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猜测，这背后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听到尼科尔的猜测，埃奇纳西亚有些吃惊，不明白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尼科尔解释说自己可是贤者的弟子，如果罗阿兹家族因为魔剑出事，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而一旦他被卷进来，他的师傅也肯定会插手，这正好给了皇室借口把事情彻底闹大。看着有些自责的尼科尔，埃奇内西亚一把拉住他的手，安慰他这根本不是他的错。但冷静下来后，埃奇内西亚却觉得有些不对劲，皇室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甚至不惜惊动法师塔？这显然不合常理，除非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企图。随着这些线索拼凑在一起，埃奇纳西亚终于想通了，皇室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想组建一支帝国的斩魔部队。皇室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对付魔物，而是想借此削弱苍穹骑士团的影响力，从而在王位继承权中抢占先机。这纯粹是一场肮脏的政治游戏。在前世，皇室的计划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他们千算万算，唯独算漏了一件事，那就是罗阿兹家族的长女根本不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被当成棋子的女人，最后不仅击败了尤里安，甚至彻底推翻了帝国，将整个世界拉入了无尽的黑暗。可这一世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因为埃奇纳西亚的重生，皇室的阴谋在暗中被彻底粉碎，魔剑也随之销声匿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恐怕早就让幕后黑手彻底懵了。埃奇内西亚收回思绪，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尤里安的婚约和他们罗阿兹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尼科尔叹了口气，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那个送出魔剑的幕后黑手，其实从一开始就在怀疑罗阿兹家族。埃奇纳西亚有些不敢相信，对方凭什么怀疑他们？尼科尔叹了口气，说出了一个关键线索：之前他护送到阿赞卡的人，其实是皇太子妃的妹妹。这也就意味着尤里安的这场婚约，从一开始就是皇太子的阴谋。只要这桩婚事成了，尤里安就会被彻底绑架，成为皇太子手中的利刃。他要么向皇太子低头，要么就只能彻底站在对立面。如果尤里安真的妥协，皇太子就能借他的力量去死压制住二皇子。而二皇子绝不会坐以待毙，为了阻止皇太子得逞，他们必须想尽办法毁掉婚约。二皇子派系甚至动了杀心，打算直接暗杀女方。埃奇纳西亚有些担心，如果尤里安拒绝了这桩婚事呢？尼科尔无奈地摇了摇头，拒绝皇室的婚约，等于直接跟整个帝国宣战。真要到了那一步，罗阿兹家族绝对会成为牺牲品。更糟糕的是，那个送出魔剑的幕后黑手，现在怀疑罗阿兹家族早就暗中投靠了尤里安。埃奇纳西亚有些想不通，对方凭什么这么怀疑？尼科尔解释说，那把本该引起大乱的魔剑，居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且一个人都没死。在幕后黑手看来，这根本不合理，除非是苍穹骑士团暗中出手。在他们眼里，罗阿兹家族根本没本事解决魔剑，只有尤里安有这个事。这下罗阿兹家族被扣上了私通尤里安的帽子。尼科尔接着分析，埃奇纳西亚毕竟是尤里安的侍从，这层关系怎么也洗不掉。再加上尤里安在帝国里还有不少强大的支持者，这让皇太子和二皇子都非常忌惮。现在的局势逼得尤里安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接受婚约倒向皇太子，要么坚守阿赞卡和苍穹骑士团。但这等于直接跟帝国宣战，一旦开战，罗阿兹家族绝对无法独善其身。尼科尔叹了口气，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期盼尤里安能向皇太子低头。埃奇内西亚也明白，这确实是唯一能避免流血的办法。看着窗外，他心中的怒火和杀意再也压制不住。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皇帝、皇太子，还有所有幕后黑手，他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除掉。凭他现在的力量，想要这些人的命轻而易举。这时，体内的魔剑又开始在他耳边低语，不断煽动他的仇恨。魔剑质问他还在犹豫什么？毕竟就是这些人毁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阴谋算计，他和家人本该过着最幸福的日子。魔剑不断诱惑他，告诉他杀掉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正义。他怂恿埃奇内西亚去复仇，去杀光所有让他痛苦的人，甚至连那些无辜的旁观者。魔剑也教唆他一个不留的全部除掉。在魔剑的蛊惑下，埃奇纳西亚差点就动摇了，甚至觉得这种复仇是理所当然的。幸好在最后一刻，他猛地清醒了过来。他大口喝着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刚才那一闪而过的想法，让他自己都觉得后怕。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产生杀害无辜之人的念头。看来魔剑对他的影响比想象中还要可怕。如果真的听了魔剑的话，那和前世那个被控制的怪物根本没有区别。见他没有回应，魔剑又把矛头指向了屋里的尼克尔，继续怂恿他动手。烦躁的埃奇内西亚直接用魔力教训了魔剑，疼得魔剑连连惨叫，只能乖乖闭嘴。此时的埃奇内西亚已经彻底冷静，他很清楚现在的敌人是谁，绝不能再被杀戮的欲望牵着鼻子走。就像尼克尔分析的那样，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静静等待尤里安接受婚约，只有这样才能在保全家族的同时，彻底粉碎皇室的阴谋。埃奇内西亚下定决心，等一切尘埃落定，他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完成复仇。可实际上他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理智告诉埃奇内西亚，只要尤里安接受婚约，罗阿兹家族就能彻底安全。可他心里却有个声音，根本不想看到尤里安和别人结婚。他开始质问自己，这到底是因为同情他被皇室利用，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尤里安曾经问过的话，为了真正渴望的东西，是否做好了放弃和平的准备？那个时候他到底是在问谁？为什么听到尤里安未婚妻的消息，心里会如此烦躁？为什么在任命仪式上看到他会感到愤怒？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他想起那些被抹去的过去，看着尤里安微笑的时候，埃奇纳西亚心里乱成了一团。他开始害怕自己会产生误会。至于是什么误会，他害怕自己会自作多情的以为尤里安其实是爱着他的。这种想法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一旦这个猜测是错的，那种落差是他无法承受的。更何况在他的认知里，尤里安根本不可能爱上他。可如果尤里安真的爱他呢？他又该怎么面对这份感情？看着被扔掉的纸团，埃奇纳西亚开始质问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害怕那个误会？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根本无法否认自己的心意。他终于坦白了，因为他爱他。原来从一开始，埃奇内西亚就一直深爱着尤里安。烈火在无情的燃烧，无数人在惨叫与哀嚎。他被魔剑彻底操控，身体根本不受控制，只能眼睁睁看着双手沾满鲜血。这就是埃奇内西亚前世的噩梦，背负着无法洗刷的罪孽，在无尽的黑暗中痛苦忏悔。就在他即将崩溃的时候，尤里安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没有像旁人那样把他当成怪物，而是温柔地替他喊出所有痛苦。那一刻，这个男人彻底走进了他的心房，成为他黑暗生命中唯一的微光。昏暗潮湿的地下牢房里，尤里安缓缓走到铁门前，询问着那个被关押女子的近况。守卫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他今天依然什么都没有吃。推开沉重的铁门，埃奇内西亚正被粗重的锁链死死锁在角落，地上还残留着斑驳的血迹。看着眼前虚弱不堪的他，尤里安命令守卫全部退下，他要独自留在这里守着。守卫一边离开一边小声嘀咕，巴不得早点把这个怪物处理掉。而尤里安只是默默站在牢房里，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他。这无声的目光是埃奇内西亚在黑暗深渊里唯一的救赎。就在两人无声对视的时候，牢房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低吼。这突如其来的异动让尤里安瞬间警惕起来。被锁链死死困住的埃奇内西亚，此刻正承受着撕裂灵魂的痛苦。他在心中一遍遍默念着自己的名字：埃奇内西亚罗阿兹。看着眼前的男人，他多想亲口喊一次尤里安的名字。正是他无声的守护，给了他对抗魔力折磨的底气。他在心底暗暗下定了决心，这一次自己一定要赢下这场意志的对决。他渴望能再次站在尤里安面前，让他看到自己曾经的笑脸。风雪交加的荒野上，埃奇内西亚正独自艰难前行，他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去见尤里安。看着眼前的魔剑，他在心底默默做出了决定，他要让一切都回到最初的轨道，把尤里安失去的荣誉和骑士团全部都夺回来。他曾大声祈求能回到双手干净的过去，可沾满鲜血的罪孽根本无法抹去。看着镜子里满手是血的自己，他终于明白感情无法被刻意忽略。他不想再继续逃避了，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原来他一直都在渴望着那份光芒。屋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埃奇内西亚虚弱地瘫倒在地上。尼克尔吓得赶紧过去将他扶起，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急着要去叫医生。可只有埃奇内西亚自己清楚，他根本不是生病，而是终于看清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尤里安。虽然看清了内心，但他知道尤里安是自己最不该爱上的人。到了第二天，他告诫自己必须振作起来，绝不能再因为感情而动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办。可还没等他走几步，爱丽丝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看着魂不守舍的埃奇内西亚，爱丽丝赶紧出声叫住了他，提醒他已经走错了方向。原来埃奇纳西亚要去参加会议，脑子里却全都是尤里安的身影，这才不知不觉走偏了路线。爱丽丝看着好友这副模样，有些担心地摸了摸他的额头，询问他是不是还在发烧。埃奇纳西亚有些慌乱地摇头，只推脱说自己最近心事太多。爱丽丝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还是温柔地拉住他的手，劝他把烦恼说出来会好受很多，只要埃奇纳西亚需要，自己随时都愿意当他的倾听者。面对爱丽丝如此真诚的关怀，埃奇内西亚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看着好友愣在原地。爱丽丝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有些紧张地拉着他询问。埃奇内西亚连忙摇头否认，解释自己只是有些意外，并没有任何不高兴的意思。为了打破这微妙尴尬的气氛，他主动提议赶紧出发，毕竟法蒂玛还在活动地点等着他们。可当两人刚来到招新现场，耳边就传来了阵阵刺耳的议论声，周围的学员都在指指点点，说他这个从裂缝里活下来的怪物
居然真的加入了法蒂玛的社团。听着周围那些难听的议论，埃奇内西亚只觉得有些无奈。好在那些离谱的谣言已经消停了不少。爱丽丝看着周围聚集的人群，拉着他提议赶紧去和法蒂玛会合。可他们刚找到法蒂玛的展位，就看到布拉德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埃奇内西亚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这家伙就是之前和伊安混在一起的败类。布拉德当众拦下了法蒂玛，态度极其恶劣的大声质问，指责他是不是在恶意挖其他社团的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无端指控，法蒂玛脸色苍白的连忙否认。布拉德根本不听解释，可布拉德根本不理会法蒂玛的阻拦，直接强行抢走了他手里的申请表，甚至恶劣的呵斥他闭嘴。翻看着手中的社团申请表，布拉德像是抓到了什么天大的把柄，当场把纸张狠狠甩在法蒂玛脸上，嘲讽他的小聪明早就被看穿了。原来他在申请表上赫然看到了米哈伊尔的名字。在傲慢的布拉德看来，米哈伊尔本该加入他们贵族社团，这份申请表就是法蒂玛恶意挖人的铁证。面对这番无理取闹的指控，法蒂玛据理力争的解释，米哈伊尔目前并没有加入任何社团，这份表也是他自己主动提交的。可布拉德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反而因为被反驳而更加气急败坏。看着法蒂玛还敢反驳，布拉德彻底被激怒了。他以学长的身份大声呵斥，态度极其傲慢无礼。接着布拉德开始冷嘲热讽，说米哈伊尔根本不可能看上这种垃圾社团，其他人也只是冲着漂亮新生来的。他甚至恶劣的当众宣称，学校根本就不该让法蒂玛这种平民创办社团。面对布拉德如此过分的羞辱，法蒂玛委屈的眼眶通红，却因为身份差距不敢再反驳。布拉德当众嘲讽法蒂玛缺乏常识，周围也随之传来刺耳的哄笑声。因为出身于游牧民族，法蒂玛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些偏见与指点。看着好友被如此欺负，埃奇内西亚刚想上前教训这个恶棍，却有人比他更快了一步。爱丽丝直接站了出来，挡在法蒂玛身前，冷冷的要求布拉德立刻道歉。布拉德根本没把这个新生放在眼里，态度极其恶劣的呵斥他滚开。爱丽丝却毫不退让，直言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先拿出学长该有的样子，甚至当众质疑布拉德是怎么混进学校的。这句话瞬间戳中了布拉德的痛处，让他彻底气急败坏起来。法蒂玛不想把事情闹大，赶紧拉住爱丽丝，劝他别跟这种人计较，直言不理。他只是因为嫌他恶心。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布拉德的怒火，他面色狰狞的当场就要拔剑动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还没等布拉德反应过来，埃奇奈西亚已经瞬间出手，白皙的手掌死死按住了他的剑柄。他冷冷地警告布拉德，看来上次的教训还没让他学会闭嘴。周围的围观群众见状纷纷哄笑起来，嘲讽布拉德连新生的剑都拔不出。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埃奇内西亚直接把他的佩剑推回鞘中，冷冷地质问他拔出剑来到底想干什么。在学校里私自拔剑可是会被开除的。接着他当众揭穿了布拉德的底细，问他上次被揍的伤好了没。布拉德被说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嘲笑他堂堂学长居然打不过一个女人。布拉德急忙大声辩解，狡辩说自己上次只是被偷袭了。听到这个可笑的借口，埃奇内西亚直接摘下手套甩在他脸上，正式向他发起决斗。他毫不留情地嘲讽布拉德，说自己根本记不住他的姓氏，因为弱者根本不值一提。接着埃奇内西亚定下了决斗规矩，如果他赢了，布拉德就必须跪下向法蒂玛道歉。这场精彩的决斗闹剧不仅引来了大量学员的围观，连远处树荫下的一位贵妇也被吸引了注意。只见那位撑着阳伞的红发女人正用玩味的目光打量着他，嘴里还低声呢喃着，原来她就是尤里安的那个侍从。布拉德瞬间愣在原地，他根本没想到这个女人会来真的。其实埃奇内西亚早就做好了准备，这不仅能给狂妄的布拉德一个教训，还能顺便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布拉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如果现在退缩，他以后在学院将彻底抬不起头。为了面子，他只能硬着头皮大喊，叫嚣着要好好教训这个无礼的后辈。他甚至得意忘形的当场加码，要是自己赢了，埃奇内西亚就要听他使唤3天。一旁的法蒂玛满脸担忧，埃奇纳西亚却面无表情，直接询问由谁来担任裁判。布拉德指向身边的同伴，决定由他来主持这场对决。既然双方达成一致，决斗立刻开始。裁判高声宣读着古老的誓词，祈求正义与荣誉寄宿于剑刃之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决斗正式爆发。布拉德怒喝一声，抢先出手，挥舞着沉重的巨剑猛冲过来。埃奇纳西亚根本没打算硬碰硬，仅仅一个侧身就轻松避开了锋芒。埃奇纳西亚的剑尖直逼布拉德的双眼，布拉德吓得发出一声惨叫，以为自己今天必死无疑。然而冰冷的剑锋只是擦着脸颊掠过，瞬间削断了他额前的几缕碎发。这恐怖的控制力让全场瞬间安静，围观的学员们全都看傻了眼。如此惊人的出剑速度，却能精准到只削掉几根头发，这手腕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埃奇纳西亚微微一笑，神色显得轻松自如。布拉德却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气急败坏的再次挥剑狂砍。可埃奇纳西亚只是轻巧的转身，再次将他的攻击化为无形。他身形如鬼魅般一晃，再次轻松避开了布拉德的攻击。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一道冰冷的寒光瞬间闪过，直接切断了布拉德的衣领。围观的学员们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这种神乎奇迹的剑术简直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甚至有人惊呼他根本不是人类。远处的罗莎琳默默注视着战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埃奇纳西亚根本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紧接着又是一记凌厉的横扫，布拉德吓得大声惨叫，只能狼狈不堪的挥剑抵挡。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布拉德已经彻底落入下风，没有实力却还要自取其辱，被逼得连连后退的布拉德满心恐慌，却依然咬着牙想要垂死挣扎。对上埃奇纳西亚那毫无温度的目光，死亡的恐惧瞬间将他彻底笼罩。他再也顾不上什么贵族的尊严，扯着嗓子声嘶力竭的大喊认输。随着长剑落地发出一声脆响，这场决斗的胜负已然尘埃落定。布拉德狼狈不堪地瘫坐在地上，紧闭双眼瑟瑟发抖。埃奇纳西亚用剑尖指向他的喉咙，冷冷地命令他睁开眼睛，质问他到底在害怕什么。自己明明连碰都没有碰到他。随后他再次冷声逼问，到底认不认输？布拉德吓得连声求饶，哀求他赶紧把剑收回去。这一次他是彻底被吓破了胆。埃奇内西亚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提醒他履行约定，跪下道歉。法蒂玛有些局促的摆了摆手，小声表示自己其实并不介意，但埃奇纳西亚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冷冷质问布拉德还在犹豫什么。布拉德咬紧牙关，极其不情愿的辩解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听到这个拙劣的借口，爱丽丝直接站了出来，厉声斥责他不要再推卸责任，这根本不是糊涂，而是他一贯的恶劣行径。在爱丽丝的严厉质问下，布拉德彻底丧失了反抗的勇气，只能屈辱的跪在地上，大声认错，保证以后绝对不敢再犯。法蒂玛见状松了一口气，劝他以后不要再来找麻烦，毕竟社团的其他人可没这么好说话。布拉德连声答应，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正当众人以为风波平息时，远处树荫下那个撑着阳伞的红发女人正默默注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罗莎琳独自在长廊上散步，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来人主动开口向她打招呼，恭敬地称呼她为罗莎琳小姐。罗莎琳停下脚步，抬头看去，发现来人竟然是尤里安。尤里安神色严肃地走上前，询问他为何会独自在这里闲逛。他应该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罗莎琳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反问有苍穹骑士团在，难道还不安全吗？尤里安却态度坚决，强调他身边至少应该带上护卫。看着有些气喘的尤里安，罗莎琳心中暗自猜测这家伙是不是一路跑过来的，但他随即又否定了这个念头，觉得尤里安不可能为了自己如此焦急。他带着一丝试探开口询问，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尤里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强调他的安全至关重要，毕竟现在有太多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罗莎琳根本不相信尤里安的借口，直言他若是真的担心安全，派个守卫过来就行了，根本没必要亲自跑这一趟。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提到了埃奇纳西亚的名字。罗莎琳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调侃尤里安是听说自己要去见他的侍从，所以才急急忙忙地赶过来，甚至怀疑尤里安一直在暗中监视他。面对罗莎琳的试探与调侃，尤里安只是闭上双眼保持沉默。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眼神与语气已经变得无比冰冷。他直呼罗莎琳的名字，冷冷警告他不要越界。罗莎琳听了却只是微微一笑，反问他那个女人难道就是他的底线吗？尤里安面无表情的回答随他怎么想，但他提醒罗莎琳自己还没对两人的合作做出最终决定。罗莎琳却觉得他根本没得选，毕竟主动权不在他手里。可谁能想到尤里安竟然说他可以放弃圣剑。听到这话，罗莎琳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尤里安会说出这种话。要知道圣剑绝对不会被邪恶之人掌控，而圣剑的主人正因为圣剑的主人必须公正无私，皇室才会对尤里安有着绝对的信任。毕竟一个永远正义的人实在是太好预测。可一旦尤里安放弃了圣剑，局势可就完全不同了。尤里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冷冷地命令罗莎琳回房，别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乱跑。看着尤里安离去的背影，罗莎琳忍不住叹了口气，事情显然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过换个角度想，这说不定也是个难得的机会。画面一转，夕阳下的学院里，决斗结束后，爱丽丝忍不住夸奖埃奇内西亚，说这下没人敢再欺负法蒂玛了。埃奇内西亚却觉得这只是热身。爱丽丝趁机请教起剑术上的问题，觉得自己今天对炼石上盘力量不够。埃奇纳西亚倒也大方，直接指出他抬剑太高容易下盘不稳，建议他把站姿放宽一点。话还没说完，埃奇内西亚却突然停下了脚步。爱丽丝还没反应过来，一抬头，尤里安竟然已经站在了面前。尤里安直接下了逐客令，让爱丽丝先回避一下，他要单独和自己的侍从谈谈。爱丽丝识趣的先走一步，留下两人单独相处。夕阳下的林子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埃奇纳西亚心里直打鼓，甚至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他一边整理着头发，一边暗自担心自己决斗后的样子太狼狈。可对方就这么站着，谁也不肯先开口。尤里安终于打破了沉默，叫了他的名字。埃奇纳西亚吓了一跳，赶紧恭敬的回应。尤里安看着他，关切的询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遇到什么不顺心或者奇怪的麻烦。埃奇内西亚连忙否认，随后有些局促的低下了头。尤里安有些怀疑的追问，他真的没遇到什么人吗？埃奇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觉得对方肯定听说了他和布拉德决斗的事，只能老实交代社团之间起了点小冲突，不过已经通过决斗解决了。看着尤里安一脸疑惑的样子，埃奇纳西亚有些无语，心想这家伙难道不是明知故问吗？然而尤里安关心的根本不是决斗，而是追问他除了学员之外有没有遇到其他什么人。埃奇纳西亚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整天都在训练场。听到这个回答，尤里安这才松了口气，说只要知道这些就足够了。接着尤里安又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埃奇纳西亚
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随时可以回去继续履行侍从的职责。可尤里安却一口回绝，让他这几天好好休息，甚至还为打扰他而道了歉。就在尤里安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却突然停下脚步，看着埃奇内西亚，似乎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尤里安突然开口问他，是不是讨厌待在自己身边？埃奇内西亚吓了一跳，赶紧连声否认说绝对没有这回事。尤里安看着他，有些无奈的追问，既然不讨厌，那为什么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这直白的问题让埃奇内西亚彻底慌了神，他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表情了，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着尤里安那认真的眼神，他只能支支吾吾的试图解释。慌乱之中，埃奇纳西亚脱口而出，夸她长得漂亮。这话一出，空气一下子安静了。尤里安直接愣在原地，埃奇内西亚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觉得自己真是彻底疯了，怎么能把心里话说出来？然而尤里安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忍不住笑出了声。看着笑得停不下来的尤里安，埃奇纳西亚尴尬的不行，赶紧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尤里安却笑着摆了摆手，表示完全不用介意。接着他收起笑容，神色认真的表示自己有一个提议。尤里安告诉他，自己后天就要离开阿赞卡，这次的任务不仅耗时，而且非常危险，甚至会让他错过学院的总排名赛。即便如此，尤里安还是看着他，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同行。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埃奇纳西亚有些不敢置信，下意识的又问了一遍。尤里安神色认真的解释，他原本打算独自前往，但如果他不介意同行，他希望他能陪自己一起去。尤里安特意强调，这绝不是命令，只是一次私人的请求，如果他不愿意，随时可以拒绝。埃奇内西亚思索片刻，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任务。尤里安却摇了摇头，表示现在还不便透露细节，他让埃奇纳西亚明天前答复，过期就视作拒绝。短暂的沉默后，埃奇内西亚眼神坚定，一口答应了下来。毕竟侍从跟随领主执行任务，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可话一出口，他突然脸色一变，猛地惊呼出声。埃奇纳西亚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居然没过脑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他心里顿时警铃大作，尤里安该不会是想把他带到荒郊野外，借此测试他是不是魔剑的宿主吧？想到这里，他恨不得立刻把话收回来。可还没等他开口反悔，尤里安就温柔的笑了起来，轻声对他说了一句谢谢。看着尤里安那无比温柔的笑容，埃奇内西亚一时间竟有些看呆了。尤里安接着交代，让他后天早上10点到办公室报到，做好出发的准备。这次任务短则1周，长则1个月，让他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临走前，尤里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自己会一直等着他。望着尤里安离去的背影，埃奇纳西亚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似乎做了一个不得了的决定。就在这时，他脑海中突然响起魔剑的声音，质问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答应和那个男人同行。埃奇纳西亚有些烦躁地在心中回应，别问了，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回到房间后，埃奇纳西亚无力地坐在镜子前，觉得自己真是疯了，怎么就这么轻易妥协了？可只要一闭上眼，尤里安当时的神情就挥之不去，他根本无法拒绝。尤其是看到尤里安听到他答应时，脸上绽放出的灿烂笑容，埃奇纳西亚开始自我怀疑，难道自己真的是个无可救药的颜控吗？还是说仅仅因为那个人是尤里安？更让他抓狂的是，自己当时居然还脱口而出夸他好看，这下真是彻底丢脸丢到家了。微风拂过窗台，送来初夏新叶的清香。埃奇纳西亚望向窗外，突然意识到夏天快到了，是时候准备卸下妆了。他暗自琢磨，是不是该去阿赞卡的街上逛逛，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店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埃奇纳西亚有些不敢置信，自己居然会开始操心衣服和逛街这种闲事。要知道，在时间倒流之前，他每天光是活下去就拼尽全力，根本没有享受生活的资格。他本以为自己的心早已麻木冷酷，可最近他感觉自己好像慢慢找回了曾经的温度。看着镜中的倒影，他忍不住开始好奇，尤里安会喜欢什么样式的礼服呢？甚至隐隐有些期待，如果自己穿上那些衣服，尤里安会不会觉得他很好看？埃奇内西亚猛地摇头，自己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脑海中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问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慌张。埃奇纳西亚猛然回神，目光落在手心上的黑色印记上，脑海中的声音继续追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埃奇纳西亚有些敷衍地回答，说自己只是在想些事情，一边说着一边默默戴上了手套。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尤里安最近对他展露的温柔，大概都是给以前那个他。也许尤里安真正喜欢的是那个在生日宴会上惊艳登场的埃奇内西亚，而现在的自己根本连奢望的资格都没有。他不断地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对尤里安产生不该有的期待，更不能让他看穿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要是他和尤里安都不在阿赞卡，那情况只会比他暴露魔剑宿主的身份还要更加糟糕。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尼克尔在门外询问，埃奇纳西亚在里面吗？尼克尔推门进来，说自己是来看看他身体好点没有，毕竟上次看他实在是不太舒服。埃奇内西亚回答自己已经没事了，谢谢关心。接着埃奇内西亚又说，其实尼克尔来的正好，自己刚好有件事要告诉他。埃奇纳西亚端起茶杯，说自己明天开始要和尤里安一起去执行一项长期任务。尼克尔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大声惊呼什么？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现在的局势有多紧张，埃奇纳西亚最清楚不过，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尼克尔急切地追问，尤里安有没有透露任务的具体内容？埃奇纳西亚摇了摇头，说尤里安表示不能透露，
尼克尔简直要抓狂了，完全搞不懂尤里安到底在想什么。埃奇内西亚接着交代，总之他和尤里安都要离开阿赞卡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期间，关于罗莎琳那边，尼克尔推了推眼镜，让埃奇纳西亚不用担心罗莎琳，因为团长已经安排了人手去暗中保护她。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问是谁去当这个护卫。尼克尔回答是特蕾莎，毕竟男骑士不太方便贴身保护，所以特蕾莎是最合适的人选。听到是特蕾莎，埃奇纳西亚这才松了一口气。虽然他还想多问问关于罗莎琳的事，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麻烦。埃奇内西亚突然压低声音问尼克尔，觉得那把被诅咒的魔剑到底是谁放的？尼克尔叹了口气，反问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埃奇纳西亚却非常坚持，说无论如何都必须查清楚，毕竟对方可是想要他们的命，绝对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放过。尼克尔分析道，自己觉得二皇子派系的嫌疑最大，但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毕竟目前掌握的线索都只是从高塔法师那里打听到的，如果想要继续深入调查，就必须潜入皇宫内部。埃奇内西亚立刻打断他，说绝对不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要是调查皇室被抓到，尼克尔肯定会被当成叛国贼处死。埃奇内西亚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绝对不能再失去尼克尔了。尼克尔沉默了一会儿，有些自责地叹了口气，说原本是想亲自揪出把魔剑带进罗阿兹家的人，可现在不仅查不出是谁干的，更是连下一步该怎么做都不知道。他闭上眼睛道歉，埃奇纳西亚却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说这根本不需要道歉，要不是因为尼克尔帮忙，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线索，而且尼克尔已经尽力了，甚至还主动提出去保护罗莎琳。埃奇纳西亚对尼克尔道谢，谢谢他为自己做的一切。尼克尔看着他忍不住感叹说，你真的变了好多。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问自己哪里变得奇怪了吗？尼克尔摇了摇头，说那倒没有，只是以前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需要人照顾，可现在却已经成了能让人依靠的人。尼克尔心里有些感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成为了魔剑宿主，才让他有了这么大的改变，感觉就像是自己一没留神，他就突然长大了。尼克尔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你真的长大了，埃奇内西亚。埃奇纳西亚走在长廊上，正盘算着去通知法蒂玛，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瓦拉哈抱着大叠文件走来，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他无奈地笑着打招呼，抱怨男爵最近安排了太多工作，自己根本抽不出空去探望他。埃奇内西亚好奇地看着文件，得知这些都是为了夏日祭典准备的，那可是整个大陆上规模最大的庆典。瓦拉哈介绍着祭典的盛况，骑士团将主导整个游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恭喜埃奇纳西亚正式成为侍从，并询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埃奇纳西亚有些抱歉地回答，自己明天就要和团长出发，去执行一项长达1个月的任务。瓦拉哈听完瞬间愣在原地，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追问是不是只有他们2个人。因为副团长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有重担都落在了瓦拉哈肩上，他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团长平时就对他格外关注，这次突然带他单独出行，难道自己暴增的工作并不是巧合？看着有些走神的瓦拉哈，埃奇纳西亚奇怪地出声询问。瓦拉哈猛地回过神来，掩饰着尴尬追问道，那你们在祭典开始前能赶回来吗？他笑着提议，等他们回来一定要聚一聚。埃奇纳西亚爽快地答应下来，两人在走廊上挥手道别，各自去准备接下来的行程。看着瓦拉哈离去的背影，埃奇纳西亚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转眼就到了出发的日子，伴随着沉闷的汽笛声，站台上的列车缓缓启动，车厢随着铁轨不断晃动，两人面对面坐着，气氛尴尬的让人有些不知所措。埃奇纳西亚只能看着窗外打发时间，车厢里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毛。他很想找个话题打破沉默，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忍不住偷偷瞄向对面，发现尤里安已经闭上眼睛睡熟了。看着尤里安毫无防备的睡颜，那张无可挑剔的脸让人移不开眼。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温和的男人，其实一直被卷在窒息的权力漩涡中。埃奇纳西亚想起之前的约定，尤里安曾要求他直呼其名，却从不提起自己象征皇室的姓氏。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想摆脱这个身份，毕竟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从小就被自己的父亲厌恶着。在那些兄弟姐妹的眼里，尤里安就是最碍眼的眼中钉。埃奇纳西亚无法想象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痛苦才走到今天。光芒越是耀眼，背后的阴影就越是深沉。他突然迫切的想要去了解他，想知道他的喜好和害怕的一切。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他会不会像对待罗莎琳那样，也对自己展现出温柔的一面？他根本不想看到尤里安站在其他女人的身边，可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如果他们是恋人的话，他一定会劝他顺从自己的心意，去拒绝那门不想要的婚事。这个荒唐的念头刚一冒出来，就吓得他赶紧翻找镜子，试图确认自己有没有脸红。还没等他松一口气，对面的尤里安却突然睁开了双眼，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埃奇内西亚顿时吓了一跳，有些慌乱地开口询问：“您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尤里安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勾起嘴角，表示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没睡着。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傻了，只能尴尬地应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啊。”车厢里瞬间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埃奇内西亚在心里直抓狂，这下真是丢脸丢到家了。为了打破这让人窒息的沉默，他清了清嗓子问尤里安大人：“我们这次到底是要去哪里？”尤里安回答说：“目的地是东部克里奥拉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今晚在克里奥拉站下车后，再转乘马车过去。顺利的话，
明天早上就能到。埃奇内西亚接着追问，那您能告诉我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吗？尤里安缓缓开口问，你应该听说过埃尔齐奥萨吧？听到这个名字，埃奇纳西亚心里猛地一震，那把剑正是前世圣女遇害现场发现的凶器。尤里安接着说，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回收埃尔齐奥萨，并救出他的主人。埃奇内西亚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他必须装作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有些疑惑地问，那把剑不是已经失踪了吗？还有他的主人是？尤里安解释说，等我们到了那里，先暗中观察一段时间，虽然不知道具体时间，但埃尔齐奥萨的主人应该会出现。埃奇内西亚追问，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尤里安却摇了摇头，说自己不能透露消息来源。埃奇纳西亚心里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来这就是圣女遇害的时间和地点吗？列车在铁轨上摇晃着前进，埃奇内西亚看着窗外，脑海里不断回想着前世的传闻。据说圣女遇害后，那把神剑埃尔齐奥萨才在她的遗物中被发现，而骑士团在调查过程中也证实了圣女确实是死于谋杀。虽然没人知道圣女的具体年龄，但传闻她遇害时也不过才12、13岁。原来尤里安在这个关键时刻甘愿冒着擅离职守的风险离开帝都，就是为了去救那个孩子，这确实很符合他的作风。埃奇内西亚收回思绪，轻声回答说，我明白了，尤里安大人。尤里安接着交代，等到了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在野外露营等待，这样没问题吗？埃奇纳西亚立刻点头答应，说当然没问题。尤里安看着他，语气里多了一丝关心，说你可别太勉强自己了，你的身体比想象中还要虚弱，毕竟你前阵子才刚刚生过病。埃奇纳西亚笑着回答，谢谢您的关心，我会记住的。其实之前生病只是因为自己的体能和剑术一时间没调整好平衡罢了。不过他心里却在直犯嘀咕，尤里安应该没有起疑心吧？就在这时，尤里安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身旁的长剑问，说起来，关于你的那把剑，你为什么偏偏要用那把呢？埃奇纳西亚愣了一下，有些迟疑的回答，我的剑，您是说这个吗？尤里安接着问，这把剑是不是不太适合作为侍从的武器？埃奇纳西亚有些尴尬的解释说，这个嘛，其实是因为自己不想在保养剑上花太多心思，所以才特意挑了一把便宜的，这样就算磨损了也能随时换掉。列车在铁轨上继续摇晃着前进，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森林。尤里安听完有些无奈地问，难道你只是因为嫌麻烦才不想好好保养武器吗？埃奇纳西亚有些心虚地回答，这也算是一部分原因吧，虽然那确实是一部分原因，但如果可以的话，他其实并不想对尤里安撒谎，因为每当他握起剑的时候，心里总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才尽量减少拿剑的时间。虽然进入学院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好多了，甚至在智慧俱乐部里和大家聊起剑时，他还会觉得挺有趣的。但是只要他独自一人面对成剑，那些糟糕的记忆就会排山倒海般涌来，他会忍不住想起自己杀过的那些人，还有那把被鲜血染红的剑刃，那些过去，那些血腥的画面，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尤里安听完有些迟疑地问，所以你其实很讨厌剑吗？埃奇内西亚连忙解释，倒也不是完全讨厌，其实有时候他还挺享受挥剑的感觉。尤里安有些好奇，追问是什么时候？埃奇内西亚回答，是在和别人对练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彼此就像是在用剑进行交流，那种感觉让他觉得很踏实。尤里安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他看着埃奇纳西亚说，真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用这种方式和他好好交流一次。不过他很快又补充道，自己并没有要给他施加压力的意思，如果让他觉得不舒服了，他感到很抱歉。埃奇纳西亚有些慌乱地回答，没关系，您不用道歉的。埃奇内西亚看着尤里安，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是自己想多了吗？总觉得今天的尤里安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尤里安有些迟疑地开口，如果这就是你用那把剑的原因，那么话还没说完，他突然站起身来，这一下把埃奇内西亚吓了一跳。尤里安低声说了句抱歉，接着转过身去，在行李架上翻找着什么。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只见尤里安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用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长条状物品。尤里安有些局促地开口，那个你不需要特意去保养它，因为它已经被施了魔法。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看着尤里安递过来的东西，他心里隐隐有了猜测，难道说随着包裹的布料被层层揭开，里面的东西终于露了出来，这竟然是一把剑？埃奇纳西亚有些迟疑地问，尤里安大人，这是什么？他注意到剑刃上似乎刻着什么字，仔细一看，上面写着紫水晶。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这是这把剑的名字吗？尤里安红着脸叹了口气，回答说是的。接着他看着埃奇纳西亚轻声说，现在它是你的了。埃奇内西亚看着怀中的佩剑，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柄剑简直美得动人心魄，连剑鞘上的细带都与他今天的礼服格外相配。他甚至忍不住暗自猜测，难道尤里安在准备礼物时还特意考虑过他的穿着吗？不过他很快便清醒过来，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自作多情。骑士送给侍从武器本就寻常，这根本代表不了什么特别的心意，以尤里安高贵的身份地位，送出这样的礼物不过是轻而易举。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尤里安正静静地凝视着他，低声解释说，剑刃上施加了魔法，任何污垢都无法沾染分毫，剑刃还附带了保持锋利的魔法，每隔半年补充一次魔力即可。你可以寻找专门的魔法师帮忙，或者由他亲自来为这把剑充能。听到这里，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看着尤里安那副有些局促的模样，他突然间恍然大悟，这家伙该不会整天都在为此发愁吧？看他小心翼翼观察自己反应的样子，简直就像个等待夸奖的孩童。
埃奇纳西亚忍不住轻笑出声，他抱着长剑，真诚地向他道谢，并郑重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珍惜。看到他展露笑颜，尤里安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温柔的回应只要他喜欢就好。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地询问，这把剑是不是特意为他定制的？尤里安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其实，在决定收他做侍从的时候，他就已经着手定制这把长剑，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契机送出。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埃奇纳西亚有些忍俊不禁，原来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机会吗？其实您随时都可以召见我，或者在任命仪式上直接赠予。明明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时刻。面对少女一连串的追问，尤里安有些局促地沉默了半晌，最后才委屈巴巴地低声吐露，他以为埃奇内西亚讨厌自己。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万万没想到对方会产生这种误会，明明他每天都在拼命克制爱意，结果这家伙居然以为自己被讨厌了。为了缓解这有些微妙的气氛，他只能尴尬地笑着反问，自己怎么可能会讨厌他呢？听到否认，尤里安终于放下心来，但紧接着又提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埃奇纳西亚曾夸赞她漂亮的事。这下可把埃奇纳西亚尴尬坏了，他急忙出声打断对方的叙述，红着脸哀求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为了赶紧转移这个羞人的话题，他再次向尤里安表达了谢意，并询问能否现在就是戴一下。得到允许后，他拿起崭新的长剑，正暗自琢磨着该如何佩戴。可就在此时，一个声音突然在他的脑海中炸响，魔剑语气中充满了浓浓的怨念，质问他是不是真的要移情别恋，甚至还吃醋地控诉他居然当着自己的面夸赞新剑漂亮。魔剑在脑海中疯狂输出，控诉着埃奇纳西亚的偏心，坚称这把新剑长得又土又丑，根本无法与高贵的自己相比。他越说越觉得委屈，甚至开始在脑海中撒泼打滚，威胁说自己要堕落成可怕的大魔剑。然而还没等他彻底闹腾完，新剑上附带的防御魔法突然发动，直接给魔剑来了一记强力的电击。这下魔剑彻底老实了下来，委屈巴巴的留下一句你讨厌我，便瞬间切断联系，没了动静。耳根子终于恢复了清静，埃奇内西亚无奈的松了一口气，打算等空闲了再去哄这把傲娇的魔剑。可还没等他彻底缓过神来，尤里安突然迈步朝他走了过来。看着对方有些异样的神情，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的轻唤了一声。看到埃奇纳西亚有些手忙脚乱，尤里安主动上前轻声询问是否需要自己帮他佩戴。埃奇内西亚微微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头答应了。尤里安低语了一句失礼，随即迈步直接贴靠了过来。他微微俯下高大的身躯，双手温柔地环绕过女孩的腰肢，动作细致地帮她系上剑带。随着他的靠近，两人的距离瞬间拉得极近，空气中顿时弥漫起微妙的温度。尤里安神色显得无比专注，一边调整一边耐心地解释道，像这样系紧便不会轻易松脱。直到他缓缓退开身子，埃奇纳西亚早已红透了双颊，有些结结巴巴地向他道谢。尤里安突然找了个借口，说要去外面弄些清水过来，还顺口询问他是否需要。埃奇纳西亚有些局促地摇头拒绝。随着房门被轻轻关上，空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直到此时，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刚才两人的距离究竟有多么亲密。越是回想，越觉得脸上发烫，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察觉到尤里安已经离开，那把魔剑立刻又变得活跃起来，急切地询问自己是否终于可以说话了。埃奇内西亚直接在脑海中警告魔剑，要是敢再提让他扔掉紫水晶的事，就直接动手将他折成两半。这话一出，魔剑顿时彻底炸毛，控诉他居然这么快就叫上新剑的名字。魔剑越说越觉得气愤，质问他明明平时那么讨厌武器，为什么偏偏对这把新剑如此破例，甚至还劝他用回以前的那些。埃奇纳西亚凝视着手中的新剑，在心中轻声回答道，这把剑是不一样的。魔剑依旧不依不饶地追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难道只是因为它的造价昂贵吗？埃奇内西亚在心底给出了答案，因为这是尤里安亲手送给他的。只要看着这把剑，他的脑海中便全都是尤里安的身影，而不是前世那些可怕痛苦的记忆。只要有这柄剑陪伴在身边，他就无需再去被迫面对那些阴暗的过去。看着怀中散发着微光的长剑，埃奇纳西亚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彻底陷进去了。鲜血一滴滴落下，染红了整片地面。埃奇内西亚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尤里安，耳边不断回响着冰冷的质问，这就是相信你的代价吗？这就是给你机会的后果吗？尤里安浑身是血虚弱的倒在地上，声音里满是绝望与愤怒，我真不该等你的，我当初就应该直接杀了你，更讽刺的是你居然还敢说你爱我。埃奇内西亚猛地惊醒过来，整个人被冷汗彻底浸透。马车外传来车夫关切的询问，小姐，您在后面没事吧？埃奇纳西亚努力平复着心跳，强撑着回答，我没事。他紧紧抱住怀里的长剑，不断安慰自己，刚刚那一切真的只是个噩梦而已。车夫笑着搭话说，在车里确实睡不踏实，不过前方马上就要到村子了。马车在山路上缓缓行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下车后，尤里安有些担心地看着他，你还好吗？埃奇纳西亚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尤里安看着他苍白的脸，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埃奇内西亚连忙解释，说自己只是有些疲惫。尤里安指了指远处的险峻山峰，接下来我们得翻过那座山，跟紧我。穿着长裙和高跟鞋爬山，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但即便如此，埃奇内西亚也没打算放弃。毕竟在尤里安眼里，他只是个娇弱的伯爵千金，只要不被他发现，悄悄使用魔力就行了。只要没有
直接接触，谁也察觉不到体内的魔力。可一旦魔力溢出体外，或者做出超出常人极限的动作，那就彻底暴露了。特别是在交手的时候，任何细微的魔力波动都瞒不过尤里安的眼睛。如果不使用魔力，根本没办法和他交手；可一旦用了，又会立刻被他察觉。等等，埃奇内西亚突然反应过来，这只是一场切磋，自己真的有必要拼尽全力吗？作为一个刚入行1年的剑系骑士，就算剑术稀烂，直接输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己之前一直想着堂堂正正对决，反而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尤里安之前亲口承诺过，等切磋结束之后，就会回答他所有的疑问。这其中就包括他为什么会选自己当侍从，以及在之前的生日宴会上，他为什么会对自己格外关注。这些秘密，埃奇纳西亚真的很想弄清楚。他盯着尤里安的背影，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这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是在故意装傻？埃奇内西亚下定决心，一定要和他好好切磋一次。他真正想要的是想通过这场对决，看穿尤里安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如果能和尤里安毫无保留的交手，那感觉绝对会比和爱丽丝对决还要过瘾。但是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尤里安停下脚步，我们到了。埃奇内西亚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远处有一栋破旧的木屋，那是谷仓吗？看起来好像已经被废弃了。尤里安解释道，这附近的原住民和采药平时会把这里当成临时歇脚点，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得一直盯着这个地方。听到这话，埃奇纳西亚心里有些犯嘀咕，难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吗？尤里安没有否认，只是低声回答，是的，等到了半夜动静会变得很大，你到时候肯定能注意到。如果运气好的话，大概需要3到4天，要是运气不好，可能得等上10天。埃奇内西亚越听越觉得奇怪，忍不住追问，尤里安大人，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尤里安却避开了他的视线，有些抱歉的回答，对不起，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办法回答你。说完他便转过身去，先去安顿下来吧。夜幕降临，森林里亮起了篝火。埃奇纳西亚从帐篷里探出头，您已经收拾好了吗？那我这就去准备晚饭。尤里安却回答，不用了。埃奇纳西亚愣了一下，有些没反应过来。尤里安坐在篝火旁头，也不抬地补充道，你坐着休息就行。埃奇纳西亚有些不解地走过去，为什么不让我来做？这本来就是侍从的工作啊。尤里安一边盛着汤，一边温和地解释，别担心，我只是刚好有空而已。接着他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递了过来，你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埃奇纳西亚有些迟疑地接了过来，他尝了一口，顿时有些惊喜，这味道比想象中还要好得多。真没想到您还会做饭，尤里安大人。听到这话，尤里安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视线，其实我也不是很擅长，只是勉强能入口的程度，毕竟我以前也当过侍从。埃奇纳西亚有些意外，什么？可您看起来就像是天生的完美骑士。尤里安却摇了摇头，怎么可能？我也失败过很多次，甚至迷失过方向。埃奇内西亚完全无法想象他也有过那种事。尤里安轻笑了一声，要是迪特里希听到你这么说，肯定会笑话我的。听到这个名字，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惊，差点脱口而出某个称呼，幸好及时改口问，您是说迪特里希爵士吗？尤里安点了点头，没错，我们从学院时期就认识了。埃奇纳西亚想起迪特里希以前说过的话，他说天才都是疯子，他忍不住在心里犯嘀咕，难道尤里安也是他口中的疯子之一吗？这怎么看都不像啊。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尤里安看着跳跃的篝火，有些无奈的坦白，其实我刚进入学院的时候，心里一直定不下来，那时候给迪特里希添了不少麻烦。埃奇纳西亚有些好奇地问，麻烦？什么麻烦？尤里安转过头看着他，你真的那么好奇吗？埃奇纳西亚笑着回答，明明是您先提起来的，尤里安大人，我怎么可能不好奇呢？尤里安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视线，小声解释道，那是因为每次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兴奋，然后就会忍不住。听到这突如其来的直白法言，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尤里安突然站起身，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他转过身去，有些生硬地转移了话题。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该开始守夜了。埃奇纳西亚有些局促地应了一声。啊，那个。尤里安背对着他低声安排道，今晚我来守夜，你先去睡吧，明天再换你来。夜色渐深，森林里只剩下尤里安离开的脚步声。脑海里的魔剑有些疑惑地问，他这是怎么了？难道他刚才还想继续跟你聊下去吗？埃奇纳西亚捧着热汤，有些无奈地回答，看起来确实是这样。那个声音继续追问，他是不是想在聊天的时候故意让你露出马脚？刚才看起来真的很像这样吧？埃奇内西亚沉默了，看着眼前跳跃的篝火，他突然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必须和他切磋一次。脑海里的声音有些吃惊，什么？你要和他切磋？埃奇纳西亚有些局促地抓紧了衣角，没错，我必须这么做，否则的话我的心思恐怕会一直往不该去的地方乱飘了。从那天开始，我与尤里安共同生活，虽然只有在守夜空档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吃饭，但彼此交流的次数却比在学院时还要多，仅仅是这样就已经让我感到满足。在这场任务之中，我似乎比以前更了解他，比如他空闲的时候会亲手雕刻木头玩偶，看着这可爱的木雕，他忍不住露出了微笑。魔剑突然连续呼唤，主人主人。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开口询问，怎么了？魔剑不解地追问，为何只在尤里安面前反常？你对他实在太不一样，甚至收下了他送的佩剑。埃奇内西亚垂下眼眸，因为尤里安是特别的。魔剑更加感到困惑，他既非你唯一杀过的人，也不是你的至亲家人，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埃奇纳西亚叹了口气，就算告诉你，你也不会懂。魔剑却不依不饶，坚称以前的主人绝非如此。
埃奇内西亚望着夜空，难道他们的一生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吗？魔剑的声音继续回荡。前任主人虽然深爱家人，但旁人对他毫无意义。前任主人曾对他说过，人类是由人类所生，珍惜生命源头的亲人，以及流着相同血液的人，这本就是理所当然。魔剑叹了口气，表示不解。毕竟有太多人想杀掉家人，他吸收过无数家庭仇恨。既然人类会珍惜家人，那为何又想要自相残杀？面对魔剑的好奇追问，埃奇内西亚选择沉默。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哪怕已经过了9年，他依旧无法喜欢这把魔剑。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很想将它丢弃。但每当产生这种念头，每当看到他纯粹的举动，他的心情就会无比复杂。传闻魔剑的自我意识平时都处于休眠状态，他无法思考，也无法感知。仅仅觉醒过2次的他，心智或许只相当于孩童。埃奇内西亚在心中默念：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魔剑哼了一声，表示不信，却又不甘心地追问：为何要将毫无血缘的人看得如此特别？埃奇内西亚望着夜空，在心中给出了答案：因为我喜欢他，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他也是最特别的存在。魔剑不解地询问：那种感觉和开心一样吗？埃奇内西亚在心中回应：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其实非常痛苦。魔剑觉得更加奇怪，既然痛苦，为何还要执着？人类真是难以理解。埃奇内西亚淡然一笑，没有再多做解释。此时林中突然传来响动，他警觉地转过头去。尤里安从树影中走出，询问他为何还不休息。埃奇内西亚有些局促，解释自己白天睡得太久。尤里安顺势坐下，询问周围是否有异常。在得到安全的答复后，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看着身旁的男人，埃奇纳西亚终于下定决心，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请求与尤里安进行切磋。面对这个突兀的请求，尤里安显得有些意外，他沉默了许久，低声确认他是否认真。看着尤里安纠结的神情，埃奇内西亚心中明白，半真半假的去试探他，反而显得更加残忍。但他必须弄清楚对方心中真正的想法，否则他这颗心将永远无法安稳下来。他不想再这样患得患失。尤里安低声应允，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两人在空地上相对而立，埃奇内西亚握紧剑柄，决定由自己先出手。尤里安神色平静，等待着他拔出长剑。可就在准备拔剑的瞬间，林中突然传来异响，尤里安猛地愣住，手抖得连剑都拿不稳。堂堂帝国骑士团团长竟然会紧张到这种地步，埃奇内西亚彻底懵了。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恐惧？尤里安重新握紧剑柄，但无论他想在切磋中得到什么，结果注定会让他失望。埃奇内西亚握紧长剑，试图用剑术掩盖谎言，可一旦真正交手，难免会伤到对方。但若不进行掩饰，他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就在他纠结万分时，可怕的记忆碎片再次涌现，尤里安浑身是血的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冰冷的质问如钢针斩心，怒斥着他的迟疑与背叛，指责他夺走了一切，甚至不配谈及爱意。埃奇内西亚猛地回神，心跳快得几乎窒息，他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而对面的尤里安正静静看着他，脑海中的幻听仍在继续，指责他夺走了未来，质问他为何还要拔剑。痛苦的记忆如潮水涌来，全是尤里安浑身是血的模样，耳边只剩下沉重的心跳以及自己急促的喘息。埃奇内西亚彻底慌了神，直到长剑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响，他这才猛然惊醒，自己根本无法对尤里安拔剑。尤里安担忧地呼唤他的名字，可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根本无法继续交手。就在这时，林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吼，魔女！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同时愣在原地。远处亮起刺眼的火光，愤怒的村民举起火把冲来，口中不断发出恶毒的咒骂。带头的妇人歇斯底里，怒吼着儿子因他而死。村民们粗暴地拖拽着一个女人，叫嚷着要用烈火将她烧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混乱，两人一时间都有些措手不及。愤怒的村民们把所有罪名都扣在沙伊头上，骂她是害死母亲的魔女，还要让她为村子的灾祸陪葬。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埃奇内西亚一头雾水，尤里安却突然开口说：“这个被折磨的女孩很可能就是圣物的拥有者。”眼看局势就要失控，尤里安当机立断，他负责留下来拦住村民，让埃奇内西亚去救那个女孩。可村民们根本不打算收手，他们粗暴地把煞伊推倒在地，甚至开始往木屋周围泼油，叫嚣着要一把火烧光这里。带头的男人举起火把，狂妄地叫嚣着，只有大火才能彻底消灭魔女。眼看火把就要扔向干草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空中突然飞来一道寒光，瞬间将男人手里的火把当场削成了2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在场的村民彻底整懵了，大家纷纷转头张望，寻找那个在暗中出手的人。黑暗中传来沉稳的脚步声，尤里安强大的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村民们顿时交头接耳，猜测着这个男人的来头。尤里安一言不发，默默收回了自己的佩剑。带头的男人壮着胆子盘问：“你到底是谁？”尤里安冷冷地看着他：“我是苍穹骑士团的团长，现在是我在问你，你们是哪个村子的？”听到苍穹骑士团的名号，男人吓得连退了好几步，在尤里安的威压下，只能老老实实交代了来。而另一边，趁着尤里安吸引了注意力，埃奇内西亚已经悄悄绕到后方，准备破窗救人。脑海中魔剑的声音再次响，不解地追问：“刚才怎么停手了？”埃奇内西亚在心中回应：“现在救人才是最要紧的。”看着被木板封死的窗户，他知道没时间犹豫了，直接选择强行破窗而入。伴随着一声闷响，埃奇内西亚顺利翻进屋内，可屋里黑漆漆一片，根本看不清女孩的位置。
就在这时，角落里传来微弱的哭泣声。埃奇内西亚立刻警觉起来，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沙伊正死死抱着脑袋，整个人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显然已经被外面的动静吓坏了。看着眼前这个受惊的孩子，埃奇内西亚一时有些犯难。他实在不擅长和小孩打交道，如果强行把人带走，恐怕会给这孩子留下阴影。好在尤里安在外面守着，暂时不用担心大火烧进来。当务之急是先让孩子冷静。可他刚一靠近，对方就吓得大叫起来，拼命往墙角缩去，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埃奇内西亚放轻了声音，温柔地安慰他没事的。他慢慢蹲下身子，试图拉近两人的距离，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他。看着女孩脚上沉重的锁链，他轻轻碰了碰那道伤口，坚定地告诉女孩自己是来救援的。为了让对方放下戒备，他主动报上了姓名：我的名字是埃奇内西亚。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孩子，埃奇纳西亚心里大概明白了，村里肯定是出了什么祸事，结果这无辜的孩子成了替罪羊。他放轻声音询问女孩的名字，女孩愣愣地抬起头，在沙伊眼里，眼前的女人美得像个仙女，他甚至不敢相信这样的人会来救自己。女孩小声说出自己的名字：沙伊。埃奇纳西亚温柔地重复了一遍，并向他伸出了手：跟我走吧。沙伊有些害怕地问：我们要去哪？埃奇内西亚解释道：去安全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油，太危险了。可沙伊却害怕地缩了回去，小声嘟囔着：外面有好多凶恶的人。看着惊魂未定的孩子，埃奇内西亚轻声安慰，给出了最坚定的承诺：我会保护你的，你不用再害怕任何事了。听到这句话，沙伊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小心翼翼地确认：你真的会保护我吗？他们以后不会再打我了吗？两只手紧握在一起，这孩子终于抓到了救命稻草。可还没等他们离开，沙伊整个人突然被猛地向后拽去。还没等埃奇内西亚反应过来，一股诡异的黑色能量瞬间冲出，直接把沙伊卷了进去。这居然是时空裂缝，眼看沙伊就要被黑暗吞噬，埃奇内西亚急得大喊。他拼了命想把人拉回来，可那股黑水来得太快，一眨眼就把人带得无影无踪。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埃奇纳西亚终于明白了，只要他试图强行改变过去，裂缝出现的概率就会成倍增加。如果把沙伊一个人丢在里面，这孩子绝对活不成。既然答应过要保护他，现在就只能硬着头皮跳进去。可还没等他动身，头顶上突然传来尤里安的呼喊。尤里安看着眼前的异象，整个人都懵了。尤里安就在上面看着，要是直接跳进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还没等他想好对策，尤里安已经直接跳了下来。他直接朝着裂缝冲了过去，四周全是狂暴的能量。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大声呼喊着尤里安的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懵了，他疯了吗？怎么连想都不想就跟着跳下来了？裂缝里到底有什么，谁也说不准。就算他是剑术大师，是奇奥萨的主人，可裂缝里的怪物根本不讲人类的规矩，他随时可能会死在里面。难道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亏自己之前还费了那么大劲去救他。脑海里的魔剑突然提醒他：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如果尤里安也进到裂缝里，他迟早会发现真相的。埃奇内西亚没有停下脚步，现在根本没时间考虑这些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接朝着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水彻底沉了下去。那股黑水突然在村子里炸开，伴随着一阵惨叫，黑色的雾气瞬间笼罩了四周。村民们这下彻底慌了神，有人惊恐地大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本围攻木屋的村民开始四处逃散，场面一下子失控了，大家只顾着拼命往外跑。而此时，埃奇内西亚已经被卷入了裂缝之中，唰的一下，他重重地摔落在了一片焦黑的土地上。脑海里的声音有些慌乱地问：主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埃奇内西亚看着周围的景象，低声回应：果然不出我所料，整片森林都被火焰吞噬。脑海里的声音忍不住惊叹：太不可思议了。埃奇内西亚看着这片火海，神色凝重地吐出几个字：这地方太糟糕了。这地方的树木比外面大了好几倍，茂密的枝叶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粗壮的树干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连原本的路都找不到了。埃奇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尤里安和沙伊现在怎么样了？自己明明是紧跟着跳进裂缝的，本以为一进来就能碰上他们，要是他们出了什么意外，那可就糟了。就在他分神的时候，周围的火势突然变得更猛烈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这味道不对劲，这里到处都是油，再这么待下去，迟早会被活活烧死在这。就算没有怪物袭击，在裂缝重新开启之前，我们也会被活活饿死在这里。毕竟这里唯一能吃的东西，恐怕只有从裂缝外面带进来的了。可看这火势，任何能吃的东西估计早就烧成灰了。现在连找点干净的水都是个奇迹。埃奇内西亚在火海中艰难前行，心里暗暗盘算：既然在这里根本无法生存，那就只能像上次一样找到裂缝的起始点，然后强行突破出去。他回想起来，这次的裂缝是在沙伊之前蹲着的那个角落形成，他必须立刻找到那个位置。脑海里的声音突然有些兴奋地问：你这次是不是又要用我了？埃奇纳西亚冷冷地回应：不，我不用。脑海里的声音顿时有些气急败坏：为什么不用？这不公平，让我也像上次那样派上用场啊！埃奇纳西亚神色平静地解释：这里现在有2个奇奥萨的主人，我根本不需要你，而且周围暂时没有怪物或诡异的生物，我完全可以隐藏自己是剑术大师的身份，也省得暴露你是一把诅咒之剑的事实。埃奇内西亚暗自庆幸，幸好自己跟进来了，不然尤里安和沙伊迟早会在这里死可死或者饿死。脑海里的声音有些不满地抱怨：主人，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接着他又有些疑惑地问：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还是说只是我的错觉？埃奇内西亚看着周围一模一样的焦黑树木，低声回应：不是你的错觉，这地方确实不对劲，看来得换个方向找了。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埃奇内西亚猛地停下脚步，这声音听起来像个孩子，是沙伊。他急切地大喊着沙伊的名字，立刻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可无论他怎么扩大感知范围，却根本察觉不到沙伊的任何。难道这是裂痕的特性吗？埃奇内西亚焦急地大喊：沙伊，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可四周一片死寂，惨叫声突然停了。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沉，该不会是出事了吧？刚才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这棵巨树的另一边传过来的。他急忙跑过去，下意识地伸手扶住树干，只听见滋啦一声，一阵白烟冒起。埃奇内西亚痛得叫出声来，脑海里的声音急切地问：主人，你没事吧？埃奇纳西亚咬着牙，疼得直吸冷气。这棵树居然烫得像烙铁一样，按理说这么高的温度，在靠近之前就应该能感觉到，可刚才他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热量，直到手掌结结实实地贴在树皮上才被烫伤。这诡异的裂缝真是越来越让人摸不透了。脑海里的声音有些担忧：这下你的左手根本没法用了吧？埃奇纳西亚冷冷地回应：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动手。看着眼前这棵高耸入云的巨树，他心里明白，看来只能强行开辟出一条路了。脑海里的声音却有些怀疑，这棵树看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被砍断。埃奇内西亚没有废话，直接决定动用魔力。随着魔力在剑刃上凝聚，他猛地挥剑斩去，只听见唰的一声巨响，那棵巨大的烫手树干竟然被他直接拦腰斩断，沉重的树干轰然到地，激起一片尘土。埃奇内西亚被呛得连连咳嗽，但他顾不上这些，立刻大声呼喊：沙伊，你在哪里？听到的话就回答我。脑海里的声音突然急促的大喊：主人，快看那边！沉重的脚步声震得地面直晃，一个巨大的泥泞怪物正一步步逼近。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难怪刚才沙伊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原来是被这东西给缠住了。此时的沙伊被一根绳子死死勒住脖子，整个人被吊在半空中，痛苦的挣扎着，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看到这一幕，埃奇纳西亚的怒火唰的一下就上来了，眼看那只黏糊糊的巨大魔手就要再次朝沙伊抓过去，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挥剑斩了过去。只听见唰的一声，那只恶心的魔手被瞬间切断，沙伊从半空中跌落下来。埃奇内西亚一个箭步冲上前，稳稳地将他接在怀里。埃奇内西亚急切地问：沙伊，你没事吧？能呼吸吗？沙伊痛苦地咳嗽着，连话都说不完整。还没等他们喘口气，低沉的嘶吼声再次响起，刚才被切断的魔手竟然开始迅速蠕动重组。这怪物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变得更加庞大。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惊，这家伙在自我修复吗？到底是史莱姆还是魔像？不管是什么怪物，只要是这种类型，就一定有核心存在，只要击碎它的核心，一切就结束了。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飞身跃起，手中的长剑带着凌厉的剑气，狠狠地朝怪物劈了下去。埃奇纳西亚低声叮嘱沙伊：你先躲起来。还没等沙伊回应，不远处的黑暗中再次传来怪物低沉的嘶吼声，那团黏糊糊的庞然大物正疯狂地蠕动着。埃奇内西亚死死盯着怪物，终于发现了端倪，找到了，核心就在他的胸口位置，只要能击碎那个发光的红点，这怪物就彻底完了。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飞身跃起，手中的长剑带着凌厉的剑气，狠狠地朝怪物的核心刺了下去。只听见扑哧一声，长剑精准地贯穿了核心。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异变突生。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怎么回事？这核心被刺中之后，感觉完全不对劲，这股熟悉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埃奇纳西亚想明白，被刺穿核心的怪物突然发出一声闷响，整个身体开始剧烈的融化崩溃，黑色的粘稠液体四处飞溅，露出了怪物身体内部的空腔。脑海里的声音突然惊呼起来：天哪，这下可中大奖了，里面居然藏着一个人！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脑海里的声音焦急地喊道：那可是致命伤，再这样下去他死定了。倒在地上的男人浑身是血衣，动不动。埃奇纳西亚有些不知所措，这人到底是谁？难道他也是被裂缝吞噬进来的吗？可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被包裹在怪物的身体里面？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沉，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了上来，难道自己刚才那一剑又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吗？就在这时，怀里的沙伊突然小声惊呼：啊，那是玛丽的爷爷！他看着地上的伤员，有些担心地问：他受伤了吗？见埃奇纳西亚没有回答，沙伊又小声问：我能治好他吗？埃奇纳西亚有些诧异地看过去，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沙伊有些自嘲地低下头，说：是不是很奇怪？你肯定也会觉得我是个魔女吧？他不安地绞着手指，继续说道：你可能会讨厌我，但我真的不想看到别人痛苦，我想帮他。就在这一瞬间，一股耀眼的绿色光芒唰的一下从沙伊手中绽放开来，强大的生命能量化作狂风，呼啸着席卷了整个空间。埃奇内西亚被这强光晃得睁不开眼，只能勉强用手遮挡。这股力量实在太惊人了，在耀眼的光芒中，一把散发着神圣气息的短剑缓缓在沙伊手中凝聚成型。这股耀眼的绿色光芒中，那把传说中的治愈之剑埃尔基奥萨。沙伊低着头，小声道歉：姐姐对不起。他心里很清楚，一旦释放这股力量，秘密就再也藏不住了。可看着眼前濒死的人们，他实在做不到见死不救。神圣短剑刺入伤口的瞬间，绿色的植物竟然破土而出，原本奄奄一息的老人奇迹般的保住了性命。埃奇内西亚
满脸不可置信，那道致命伤口居然彻底痊愈了。还没等他松一口气，沙伊就因消耗过度虚弱倒地。埃奇内西亚急忙上前查看，愤怒的村民们叫喊着魔女，气势汹汹地包围了过来。他们愤怒的嘶吼声响彻夜空，叫嚣着要将这个孩子活活烧死。沙伊吓得蜷缩成一团，在他最绝望的时刻，埃奇内西亚一把将他紧紧抱住，轻声向他道谢。怀里颤抖的孩子不敢相信，小声问姐姐：“不觉得她可怕吗？毕竟大家都叫她传播瘟疫的魔女。”埃奇内西亚看着满脸泪水的沙伊，温柔地告诉他：“你根本不是什么魔女，而是拯救大家的英雄。”看着怀中颤抖的沙伊，埃奇纳西亚终于确定，他就是奇奥萨选中的主人。埃奇纳西亚温柔地承诺：“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再也没人敢伤害你，因为你即将成为阿赞卡的圣女。”沙伊听到这话彻底懵了，连连摇头说：“绝对是搞错了，自己怎么可能是那么伟大的人物？”埃奇纳西亚将他搂得更紧，轻声安慰说：“有我给你担保，眼下最要紧的是先从这里安全逃出去。”看折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人，沙伊坚持要带他一起走。埃奇内西亚感到十分不解，这人明明是之前围捕他的村民。他忍不住开口询问：“难道你一点都不恨他吗？”沙伊却红着眼睛反问：“自己为什么要恨他呢？”在沙伊心里，他始终记得瘟疫爆发时的惨状，大家都在痛苦中失去亲人，就像他当初眼睁睁看着母亲病逝。他甚至一直在自责，如果能早点找到这把治愈短剑，母亲或许就不会死。只要能让大家不再受苦，过去的恩怨根本不重要。在沙伊看来，真正邪恶的其实是疾病，而不是那些伤害过他的村民。埃奇内西亚听完这番话，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连他脑海里的声音都忍不住感叹：像沙伊这样善良的人，这辈子恐怕都无法使用诅咒之剑。沙伊突然注意到埃奇内西亚受伤的手，急忙询问要不要帮他治疗。埃奇纳西亚笑着摇了摇头，说这只是点微不足道的小伤。可沙伊还是有些不放心，担心是不是自己刚才的举动让姐姐感到不舒服了。埃奇纳西亚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解释说使用神圣力量代价极大，而你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还是先把体力留着。既然已经找到了沙伊，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避难。至于实力强悍的尤里安，在这片森林里绝对不会有危险。看着眼前这棵高耸入云的巨树，埃奇纳西亚心里明白，看来只能强行开辟出一条路了。脑海里的声音却有些怀疑，这棵树看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被砍断。埃奇内西亚没有废话，直接运转起全身魔力，随着魔力在剑刃上疯狂凝聚，他猛地挥剑斩去，只听见唰的一声巨响，那棵散发着高温的巨大树干竟然被他直接拦腰斩断。沉重的树干轰然到地，激起漫天尘土。埃奇内西亚看着断裂的树干，发现上面的高温果然退去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沙伊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埃奇纳西亚低声叮嘱他，自己有些事情需要去确认，让他先到高处安全的地方休息。沙伊乖巧地点了点头。安顿好沙伊之后，埃奇纳西亚缓缓转过身，他突然毫无预兆的出手，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而出，擦着那个装死男人的身体飞过，吓得他发出一声惨叫。埃奇纳西亚冷冷地看着倒地的男人，警告他别再装了，既然伤口已经痊愈，就赶紧睁开眼睛，如果敢趁着自己离开时对沙伊动手，后果自负。男人吓得连连摇头，根本不敢有任何歪心思。警告完男人之后，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耽搁，直接飞身跃起，朝起火海深处疾驰而去。脑海里的声音有些迟疑地问：“主人，你难道打算丢下那些村民不管吗？”埃奇内西亚在林中疾驰冷冷地回应道：“反正只要核心崩溃，他们迟早会恢复原状。而且一想到他们之前还想杀掉沙伊，我可没那个闲心去救他们。眼下最要紧的是必须尽快找到那个避难所。”就在他四处搜寻的时候，远处的火光中隐约出现了一个轮廓，那栋木屋果然就在前面。不过这地方的情况有些不对劲，木屋的四周竟然被一圈熊熊燃烧的火环死死围住，看来是有人在这里设下了结界。埃奇内西亚走近一瞧，发现结界里面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个人，看他们的装束，正是之前把沙伊带到这里来村民。埃奇内西亚急忙上前查看，发现这些村民虽然受了重伤，但好在都还有呼吸。看着这道保护村民的结界，他心里立刻有了答案。在这片危险的火海里，能做到这种事的只有一个人。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沉稳的脚声，尤里安正扶着一名受伤的村民走来。看到眼前的埃奇内西亚，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与他重逢。圣剑蓝吉奥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只有历代主人才能知晓。这把圣剑永远处于觉醒状态，拥有它的人能获得真实之眼，通过这只眼睛可以瞬间看穿对手的灵魂本质。但只有从未作恶的纯洁之人才有资格成为他的主人，一旦犯下恶行，就会被立刻剥夺资格。对大多数奇奥萨来说，拥有权和觉醒条件是不同的，但在我这里，这两个条件完全一致，所以我才是状态最稳定的那一个。尤里安有些疑惑的在心中发问：“你一直保持觉醒状态，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那个声音平静的回答：“因为我必须时刻提醒主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违背了正义。真实之眼就是为了辅助他们判断。”尤里安若有所思的追问：“如果只是因为无知犯错，就直接剥夺资格，是不是太严苛了？”那个声音接着说道：“所以才需要真实之眼来辅助，而且直到现在，所有主人都把这两个秘密隐藏得很好。”尤里安有些诧异：“秘密？”那个声音继续在脑海中回荡：“如果让世人知道你能看穿本质，大家就会开始害怕你，尤其是那些虚伪的恶人，他们会想方设法隐藏自己。
我所理解的正义，本就包含对邪恶的审判与惩罚。既然要审判，就绝不能让他们隐藏或逃跑。尤里安叹了口气，我明白了，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画面一转，宏伟的皇宫大殿内正举行盛大宴会，宾客们纷纷举杯祝贺皇帝生日快乐，祝愿帝国永远繁荣昌盛。尤里安独自站在露台上，冷眼看着大厅里热闹的舞会，这喧嚣的场面让他觉得格格不入。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挑衅的声音：“尤里安，这宴会让你觉得无聊了吗？”尤里安微微侧过头，语气平静地回答：“怎么会呢，卡雷姆兄长。”卡雷姆冷笑了一声：“是吗？”他突然猛地伸手，一把死死按住了尤里安的肩膀。卡雷姆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警告：“别在我面前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赶紧从我眼前消失！你真的很碍眼。”尤里安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低头道歉：“非常抱歉。”在喧闹的舞会人群中，有一个灵魂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那个神秘声音在尤里安耳边低语：“真是个有趣的灵魂，如果被点燃的话，简直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当然，能不能被点燃是另一回事。”尤里安顺着指引看去，目光落在了一个粉发女子身上。他在心里暗自琢磨，她到底是谁？看起来不过是个普通的贵族小姐。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她大概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最后只能顺从家族安排嫁人生子，平平淡淡的度过这一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颗火种是不是就会永远熄灭？就在这时，身旁的卡雷姆有些不满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卡雷姆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你到底在看谁？难道是个女人？”卡雷姆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这还是你第一次对女人产生兴趣？”这冷漠的眼神一下子将他的思绪拉回到了过去，那是一段他不愿提及的往事。在茂密的森林里，年幼的尤里安正拼命奔跑，哥哥快停下！但卡雷姆根本没有理会，只是死死盯着前方，拉开了长弓。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一支利箭已经破空而出，带着凌厉的杀意射向空中的飞鸟。尤里安收回思绪，冷淡的回答：“这不是兴趣，我只是因为他那少见的发色，多看了2眼而已。”卡雷姆冷笑了一声：“哦，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回忆的画面瞬间散去，重新回到了眼前这片火海之中。尤里安看着眼前的粉发女子，有些不敢置信地轻声呼唤：“埃奇内西亚！”埃奇内西亚也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没事就好。”尤里安的目光落在别处，语气猛地一沉：“你的手！”埃奇内西亚下意识地缩了缩手，心里有些懊恼，早知道刚才就算勉强一点，也该让沙伊帮自己把守治好的。他有些心虚地解释道：“没什么大碍，不会影响战斗的，你不用担心。”话还没说完，尤里安突然一步跨上前，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埃奇内西亚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有些慌乱地喊道：“领主大人！”尤里安看着他手掌上刺眼的伤口，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有些咬牙切齿地质问：“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尤里安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无奈与愤怒。他看着眼前的女人，冷冷质问：“你为什么要进结界？”埃奇纳西亚愣了一下，有些没反应过来。啊！尤里安看着周围的熊熊烈火，语气变得更加严厉：“我问你为什么要进来？你明明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避开他。”埃奇纳西亚心里咯噔一下，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神色冰冷的男人，心里直犯嘀咕：尤里安他难道是在生我的气吗？看着尤里安痛苦地扶住额头，埃奇纳西亚只能小声道歉：“对不起，我本来是想避开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比起这个，我找到了神剑的主人，已经把他安顿在安全的地方，而且我大概知道怎么离开这里了。”尤里安有些意外，离开的方法是什么？埃奇内西亚接着解释道：“自从在白崖峡谷经历过结界，我就去调查了一些事情。如果我的推测没错，连接到外面的起点就在那里面。这个假设非常值得去验证。”尤里安听完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转身朝木屋走去。看着他冷漠的背影，埃奇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就算我只是个侍从，也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有些憋不住了，对着尤里安的背影喊道：“领主大人，您是在生我的气吗？”尤里安推门的手瞬间停在了半空中。尤里安叹了口气，语气终于缓和了下来：“我没有生你的气，对不起。”埃奇纳西亚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两人推开门走进了木屋，埃奇内西亚指着角落说道：“刚才沙伊就是蹲在这个地方。”尤里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墙角正散发着微弱蓝光，是那个东西吗？埃奇内西亚点了点头，应该就是了。我来试着碰一下。还没等他靠近，尤里安已经先一步走上前去，瞬间周围的能量被彻底激活。埃奇内西亚看着眼前的光芒，心里直犯嘀咕：真是奇怪，逃离结界居然会这么容易吗？还没等他想明白，周围的能量突然疯狂暴动，整座木屋开始剧烈摇晃，巨大的房梁狠狠往下砸落。埃奇纳西亚吓得大喊：“领主大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尤里安反应极快，用身体死死护住了他。废墟的阴影中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嘶吼，埃奇内西亚警惕地退后：“是怪物吗？”尤里安一把将他护在身后，沉声说道：“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话音刚落，四周的墙壁轰然倒塌，火海中竟然走出了好几只怪物，滚滚浓烟呛得埃奇纳西亚直咳嗽。就在这时，脑海中的声音突然惊呼：“主人，快看那个！”废墟上方，一只巨大的红色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一个体型无比巨大的怪物缓缓从废墟中站了起来，脑海中的声音有些紧张：“这家伙也太大了，难道是这里的头领吗？”埃奇内西亚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还没来得及反应，怪物已经挥舞着粗壮的手臂，带着刺耳的呼啸声狠狠砸了过来。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怪物突然甩出一条粗壮的绳索，直奔他们而来。尤里安反应极快，一把拦过埃奇纳西亚，迅速闪避，绳索狠狠砸在地上，瞬间激起一片烟尘。
尤里安一边警惕地盯着前方，一边沉声说道：“埃奇内西亚那边就交给你了。只有一部分怪物身体里困着居民，如果攻击他们石流血了，就说明里面有人，一定要小心。这里总共有10个居民，我已经救出了4个。”埃奇内西亚立刻应道：“遵命，领主大人。”尤里安微微点头，算是回应。紧接着，埃奇内西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转身奔向另一边的战场。怪物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正准备朝他扑过去。尤里安冷哼一声：“你在看哪里？”他瞬间拔出长剑，剑身闪耀起夺目的光芒。尤里安冷冷的警告：“你的对手是我。”另一边，埃奇内西亚已经冲入怪物群中，他深吸一口气，挥剑迎击。剑光闪过，怪物身上多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埃奇内西亚在心里盘算，这里的怪物数量恐怕比被困的居民还要多，看来只能一个一个去确认了。他再次挥剑斩向眼前的怪物，脑海里的声音也兴奋的大喊：“太无聊了，我也想一起战斗！”看着怪物伤口处渗出的鲜血，脑海里的声音有些惊讶：“哦，这个家伙流血了。”埃奇内西亚眼神一凛，这里面有人。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飞身跃起，一脚狠狠踩在怪物身上借力。脑海里的声音却有些不耐烦：“真麻烦，直接杀了不就行了？难道你的手不疼吗？”埃奇纳西亚根本不理会他的抱怨，双手死死抓住被困的居民，用尽全身力气往外拉。随着黑色的粘液四处飞溅，他终于把人从怪物身体里硬生生拽了出来。脑海里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埃奇纳西亚有些烦躁的低喝：“闭嘴！”那个声音委屈的抱怨起来：“我都快无聊死了，难道连说话都不行吗？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受这种罪。要是你直接用我把他们都杀了，伪装成意外，不就能满足你的杀戮欲望了吗？这多完美啊！”埃奇纳西亚把救出来的居民安顿好，看着前方再次逼近的怪物，那个声音还在继续怂恿：“所以你才应该使用我呀！你之前不是也杀过一个吗？难道你的杀戮欲望还没被满足？”埃奇内西亚深吸一口气，冷冷的回应：“我现在很忙，所以给我闭嘴！”脑海里的声音还在抱怨，切真希望那块紫水晶能直接断成2半。埃奇内西亚一边战斗，一边有些担心的想：不知道尤里安那边怎么样了？毕竟那只怪物的体型太庞大了，而且尤里安似乎找不到核心，他可能很难感知到魔力。回想起上一次的情况，只要触碰到起点，怪物就会疯狂涌进来。看来在触碰起点之前，必须先彻底清除结界才行。埃奇内西亚暗自下定决心，等这次出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结界。如果想要改变现状，以后肯定还会遇到这种东西。明明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才重来一次，可每次想要改变什么的时候，结界就会跳出来阻碍。脑海里的声音再次提醒道：“我跟你说，那个叫兰吉奥萨的家伙，只是在追踪凯洛斯吉奥萨的扭曲而已。不过这确实很奇怪，如果结界是因为兰吉奥萨的反应而产生，并且每次都在重大改变即将发生时出现，如果结界是因为改变而出现，那为什么之前本该发生的惨剧被阻止的时候，结界却没有出现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规律？还是说兰吉奥萨只是在随心所欲的行动？”脑海里的声音回答道：“谁知道呢？我可从来没见过他。既然另一把神剑凯洛斯吉奥萨拥有自己的自我意识，那么兰吉奥萨很可能也是一样的。如果能提前预测什么时候会因为改变过去而触发结界，那就能提前做好准备了。或许身为魔法师的尼克尔会知道些什么。”就在他思索的时候，脑海里的声音突然急促的大喊：“等一下，主人，看那边！”看着眼前受伤的男人，埃奇纳西亚有些不知所措的喊道：“尤里安！”脑海里的声音突然急促的大喊：“喂，等一下，冷静点，不要！”埃奇纳西亚怒喝道：“区区一个怪物，竟敢如此放肆！”唰的一声，剑刃精准的斩向怪物要害，直接将庞大的身躯劈成2半。怪物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重重的倒了下去。怪物庞大的身躯轰然到地，激起漫天尘土。埃奇纳西亚顾不上喘口气，立刻焦急的大喊：“尤里安！”他看着在烟尘中若隐若现的身影，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到底伤得有多重？千万不要有事啊！他在心里不停的祈祷，沙伊就在这里，只要能带他去治疗，就还有救。脑海里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喂，主人，我不是让你冷静点吗？”烟尘渐渐散去，尤里安的身影终于清晰显露。埃奇纳西亚整个人愣在原地，有些不敢置信，看着尤里安身上渗出的血迹，埃奇纳西亚这才反应过来，像尤里安这样强大的人，怎么可能轻易被怪物打倒？他看折倒在地上死透的怪物，整个人都懵了，自己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就算魔剑没有暴露，这和之前在巴拉哈发生的事也完全不是一个性质。他竟然在最不想隐瞒的人面前暴露了这一切，看着手中的剑，他彻底慌了。现在该怎么办？尤里安低沉的声音传来。埃奇内西亚看着一步步走近的尤里安，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一刻，他只想逃离这里。埃奇内西亚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尤里安。尤里安快步走上前，关切地问：“埃奇纳西亚，你没事吧？”埃奇内西亚下意识想退后，慌乱地喊着等一下，可还没等他退开，尤里安已经一把扶住了他，语气里满是担忧。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关切的男人，埃奇纳西亚心里乱成了一团。尤里安看着他，突然平静地开口：“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埃奇内西亚猛地抬起头，不敢置信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尤里安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说道：“我知道你能使用魔力。”听到这句话，埃奇内西亚彻底愣在原地，他居然早就知道了。怎么会这样？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如果尤里安早就看穿了一切，那他之前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埃奇内西亚结结巴巴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难道是自己露出了什么破绽，还是说尤里安其实保留了众生前的记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埃奇内西亚只觉得浑身发冷。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魔塔和神圣骑士团绝对不会放过他，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会被牵连。最糟糕的是，尤里安肯定会彻底讨厌他了。尤里安沉默了半晌，终于缓缓开口：“埃奇内西亚，看着我，如果这是你想要隐藏的秘密，那我一定会替你保守。如果你希望如此，我甚至可以强迫自己去忘记。所以看着我，我当初之所以想和你切磋，是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是个高手。早在很久以前，在那场生日宴会上，我就已经看出了你的天赋，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收你当侍从的原因。”埃奇纳西亚有些不敢置信：“你看出我的天赋了？可我那时候连剑都没拿过啊！”尤里安有些局促地解释道：“我不是说你那时候就是大师了，只是觉得只要你拿起剑，就一定会比任何人都要耀眼。因为我是神剑的主人，所以我能感觉得到。”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惊，兰吉奥萨居然还有这种能力。尤里安继续说道：“我们在喷泉旁见面时，我就开始怀疑了。等到了排位赛的时候，我就彻底确定了，你的手根本不像是一个爱剑之人的手，可你却能使出那些没有经过任何肉体训练的招式，除非你精通魔力，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埃奇内西亚愣愣地问：“排位赛的时候你也在场？”尤里安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视线，虽然不是官方出席，但我确实去了。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傻了，原来他从宴会开始就一直在关注我，觉得我是个天才，甚至还把我留在身边当侍从。魔剑忍不住吐槽：“这家伙脑子里难道真的除了剑就没别的了吗？既然你早就知道了，那刚才为什么还那么惊讶？”尤里安一下子被问住了，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埃奇内西亚暗自松了一口气，幸好他没发现自己就是魔剑恶魔，虽然之后还得编个理由解释，但总算糊弄过去了。尤里安低着头小声说道：“那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叫我的名字。”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啊！看着尤里安有些泛红的脸颊，他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怎么还脸红了？一个侍从居然这么随便的直呼领主名字，他不仅没生气，反而还害羞了。你刚才说，如果我希望的话，你会帮我保密的。领主大人，您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隐瞒，就打算帮我保守秘密吗？尤里安低声回答：“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埃奇纳西亚有些哭笑不得，所以如果我不说，你连问都不会问一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帮我瞒着。看着尤里安有些局促的避开视线，埃奇纳西亚忍不住追问：“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体贴？”回想起之前的一幕幕，那件披风，那杯生姜茶，还有那把和他眼睛颜色一样的神剑，甚至连他听到自己说话时那些慌乱和微笑，如果仅仅用欣赏他的才能来解释，未免也太牵强了。尤其是看到尤里安那红得发烫的耳朵，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领主大人该不会是……埃奇纳西亚心里一惊，天哪，我这是疯了吗？我到底想问什么呀？可话已经到了嘴边，根本收不回。他看着眼前的男人，有些紧张地问：“你喜欢我吗？”这句话一出口，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埃奇内西亚整个人都傻了，我刚才到底说了什么呀？看着尤里安有些错愕的表情，他慌忙解释道：“领主大人，我刚刚失礼了，您别介意。”尤里安看着他张了张嘴，他深吸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我喜欢你。”埃奇纳西亚愣在原地，有些不敢置信。啊！尤里安有些羞涩地避开视线，小声补充道：“不仅仅是喜欢你。”他看着埃奇内西亚，眼神里满是温柔。“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埃奇纳西亚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男人居然爱上自己了。看着尤里安脸上那抹羞涩的红晕，他很清楚这一切并不是梦境。听到表白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充满了喜悦，他深爱着的男人竟然也抱着同样的心意。可是尤里安根本不知道真相，他不知道眼前的少女就是将他推向毁灭深渊的恶魔。他所爱的人是罗兹家族才华横溢的千金，是那个隐藏了顶尖实力的随从。现在到底该怎么办？难道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彻底隐瞒那些伤害过他的记忆吗？如果选择隐瞒真相，他这个亲手杀死他的罪人又有什么资格为这份表白感到高兴？换作是他自己被杀，绝对会恨不得将凶手碎尸万段。所以接受这份心意根本就是一场卑鄙的欺骗。万一真相彻底败露，他发现自己爱上的其实是夺走他生命的宿敌，到那个时候，他又会用怎样冰冷的眼神看着他？面对那充满恨意的目光，他又该如何自处？更可怕的是魔剑中积攒的杀意，万一哪天他再次失控暴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无法跨过心里这道坎，更不能像个无辜少女一样心安理得地沉浸在爱河里。看着沉默不语的少女，尤里安体贴地轻声开口：“你不需要现在就给我答案，这只是我单方面的表白而已。”埃奇内西亚突然注意到他的手臂上还带着伤口，鲜血甚至还没有止住，他连忙焦急地出声提醒。尤里安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他把村民们安顿在别处，现在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尤里安的心情无比复杂，而此时他的脑海中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冷冷响起：“只要一涉及到他的事情，你的理智就会彻底荡然无存。”那个声音冷酷地警告他别高兴太早。尤里安在心中迟疑地反问：“难道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吗？”神秘声音叹了口气，在他的记忆中，插手人类的感情从来没有好下场。他不知道魔剑主人在想什么，但尤里安显然已经彻底陷了进去。尤里安低声反驳对方已经插手。神秘声音解释自己只是指引者，他可不想看到宿主因为犯罪导致自己再也无法被使用。随后他给出了最后的忠告：追求一个讨厌你的人就是罪恶。尤里安望着远方，语气坚定：“他并不讨厌我。”神秘声音却毫不留情地泼冷水：“就算不讨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有极限的。”尤里安反问对方是否怀疑他的自制力，
神秘声音紧接着追问：如果那个女孩真的有可能把心交给你，你究竟打算怎么做？尤里安在心中默默回答：如果她的心里只有我，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她。神秘声音追问他想用什么手段，尤里安低声表示，他的幸福只是和在乎的人平安生活，他绝不会去打破他的平静。神秘声音低声呢喃：原来你既然是这样打算的，就必须用语言说清楚，千万不要做出什么恶行。尤里安有些不满地反驳：你对自己的主人也太没信心了。神秘声音叹息着表示后悔让他看到了那些前世的记忆，在看到那些记忆之前，他明明还没有陷得这么深。尤里安却显得异常平静，就算没有那些记忆，结果也依然不会改变，因为他根本无法对他放手。自从认识了他，他的一切就已经彻底失控了。前世的记忆虽然清晰，却又仿佛隔了几个世纪般遥远。画面一转，时间来到了帝国历1631年的冬天，在宏伟的帝国宫殿里，迪克里希看着手中的情报，无奈叹息：由魔塔和禁卫军组成的讨伐队，竟然被那个女人打得全军覆没。2年前那个恶魔受伤时，本是彻底铲除他的最好时机，帝国高层却狂妄自大，拒绝骑士团出手，结果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迪克里希冷笑着看向身旁的尤里安，询问他的看法。尤里安冷冷地警告迪克里希，不要再私自拦截和阅读机密报告。他看着情报上的字眼，低声自语：魔剑恶魔原来是这样。此时的尤里安根本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在对方手里的前1年，他才刚刚察觉到这个女人的存在。当时只是一份无意间扫过的报告，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重逢，谁能料到最终会演变成致命的结局？迪克里希突然话锋一转，提起了远征军的指挥官，也就是尤里安的哥哥卡雷姆。他试探着询问尤里安，难道就一点都不感到好奇，自己亲哥哥究竟是何下场？迪克里希有些幸灾乐祸，直言那个恶魔手段残忍，已经把远征军全数歼灭。虽然全军覆没十分惨烈，但那个人渣死了倒也痛快。听到哥哥惨死的死讯，尤里安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只是在心中默默的自问：他的死难道真的毫无意义？那些肮脏不堪的过往，终究还是随着他的死亡被彻底埋葬在废墟之中。在尤里安的回忆之中，哥哥卡雷姆手持着弓箭，居高临下地质问着他为什么要毁掉父亲的花园。看着地上那只死去的鸟，卡雷姆嘴角挂着冷笑，嘲讽他心爱的宠物死了，心里现在一定很难受吧。这全是因为他的粗心大意，谁让他没有把笼子锁好？卡雷姆的话语字诛心，甚至故意凑到他的耳边质问他，难道不觉得奇怪，为什么留在身边的东西最后全都贿赂的残破下场？卡雷姆开始历数往事，你最喜欢的剑术导师最后断了一条胳膊离开，还有那个最疼爱你的保姆也因为意外丢掉了性命。卡雷姆的指责并未停止，直言连他们的亲生母亲最后也是落得悲惨下场，一切全被尤里安给毁了。看着尤里安一脸的迷茫，卡雷姆的语气更加冰冷，断定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紧接着他吐出最恶毒的话，死死盯着眼前的亲弟弟，怒斥他根本就不是人类。在哥哥卡雷姆的眼里，尤里安就是一个活着的诅咒，注定会毁灭身边的一切。当年那个空掉的鸟笼，其实早就暗示了最终结局。其实尤里安比谁都清楚，那个鸟笼明明是锁好的，是哥哥卡雷姆在暗中死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是尤里安多看一眼的，卡雷姆就会亲手将其毁掉，仿佛要夺走他喜欢的一切。可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尤里安根本无法开口反驳，因为他的生命诞生之时就伴随着母亲的死亡。画面回到现实之中，迪克里希在一旁无奈抱怨，这次的惨败简直前所未有，要是帝国早点派骑士团，事情也不至于闹到这地步。现在远征军全军覆没，帝国恐怕只能低头求和。尤里安看着手中的情报，心中却在思索另一件事。自从魔剑恶魔出现以来，已经有无数人不明惨死，可皇帝却把这一切罪责归咎于骑士团的过度干涉。尤里安其实心里很清楚，皇帝之所以针对骑士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是这支骑士团的指挥官。脑海中的神秘声音响起，劝他没必要太过于自责，毕竟动手杀人的是魔剑恶魔，而放任这一切的是皇帝，没必要把别人的错揽在身上。听到这番声音的安慰，尤里安只能在心中无奈叹气，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不会说话。他重新将注意力放回情报上面关于魔剑恶魔的线索，如今看来依旧少得可怜。目前只知道对方是个年轻女人，但从那些被毁掉的城镇看，她的实力绝对远超以往，是历任宿主中最强的一个。看着触目惊心的伤亡报告，尤里安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物，他究竟该如何组建行动队？尤里安最终做出了决定，这次的讨伐行动极度危险，除了神圣武器的持有者，其他人去了根本就是送死。迪克里希听完耸了耸肩，表示那就按照这个计划办。他还主动提出去通知特蕾莎。看着迪克里希离去的背影，尤里安再次看向伤亡报告，连体内的神秘声音都感叹，这种级别的恐怖破坏力，就算换作是尤里安失控，也绝对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这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一个拥有如此恐怖天赋的人，过去怎么可能默默无闻？尤里安看着手中的报告，实在无法想象对方的身份，但有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不管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一旦不幸被魔剑选中，他的命运就注定只剩悲惨。时间转眼来到了帝国历1632年，尤里安带着骑士团成员终于在废墟中找到了魔剑恶魔。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恶意。尤里安以前见过被污染的人，但眼前这个女人完全不同，她身上散发的恶意浓烈无比。普通人承受这种污染早就崩溃，可她居然还在苦苦支撑，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灵魂依然在拼命抵抗魔剑的侵蚀。看着
这个被血色笼罩的女人。尤里安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她不过是被魔剑吞噬的受害者，但面对如此危险的对手，他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尤里安真的很想救下这个女人，但他也十分清楚，对于被魔剑彻底污染的人，死亡或许是他唯一的解脱。作为守护神圣武器的骑士，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尤里安缓缓拔出了武器，耀眼的金色光芒瞬间亮起。他最终做出了决定，要亲手结束这个女人的痛苦。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直接拔剑冲了上去，两股恐怖力量在空中交锋，瞬间火花四溅。尤里安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紧接着又是一记重斩挥出，金色的光芒在废墟中划过，彻底撕裂了魔剑的锋。两把神兵在空中猛烈碰撞，激起耀眼的火花。可刚一交手，尤里安就发现了不对劲，无论他从什么刁钻角出剑，对方都能精准的全部挡下，甚至连一丝破绽都没有留下。这种恐怖的反应和剑术，甚至已经不在他之下。脑海中的声音急忙发出警告：单打独斗根本没有胜算，必须和其他人联手围攻。看着眼前被魔剑折磨的女人，尤里安感到无比的惋惜。拥有如此恐怖天赋的人，为什么偏偏成了魔剑的傀儡？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骑士，自己一定会堂堂正正与他切磋。就在他有些动摇的时刻，迪特里希带着人及时赶到，大声提醒他别在这时候犯糊涂。尤里安深吸一口气，收起了心中多余的同情。这根本不是什么公平的决斗，而是一场必须赢的讨伐战。既然是一场讨伐战，那就没必要讲什么江湖道义。面对众人的合力围攻，被魔剑控制的女人发出痛苦嘶吼。尤里安这一剑威力极大，直接正面迎击上去。迪特里希也看准了时机，从侧翼发起猛烈的突袭，一记重击直接砸下，强大的冲击力将地面瞬间震碎。那个女人被震得连连后退，身形摇晃，根本站不稳。就在她分神的刹那，尤里安已悄无声息绕到她身后。尤里安出手极其果断，直接一脚扫向她的下盘，彻底打乱了她的重心。紧接着，他从后方死死锁住她，没给对方留下任何反抗机会。看着眼前痛苦挣扎的女人，尤里安眼神瞬间一冷，手中的长剑已经高高举起。特蕾莎忍不住感叹，这个女人强得简直离谱，居然能在他们的围攻下撑这么久。旁边的巴伦也觉得惋惜，要是他能走正道，成为骑士，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可偏偏他却碰了最不该碰的魔剑。看着眼前这个遍体伤痕的女人，尤里安低声问了一句：“你觉得她是自愿选择这条路的吗？”毕竟只要是清醒的人，谁会主动去碰这种被诅咒的武器？现在控制他的根本就是魔剑里那股无穷无尽的恶意。尤里安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很清楚，他其实根本不想承受这一切。看着这道温暖的光芒，尤里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光芒简直和宴会上的如出一辙。难道眼前的女人就是当时宴会上的那个人？还没等他想明白，画面又转回了冰冷的水底。埃奇内西亚在水中痛苦挣扎，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他快要撑不住了，谁能来救救他？谁能想到，在魔剑的绝对控制下，这个女人居然还在拼命抵抗。这一下，连尤里安都看愣了。他甚至短暂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看到这一幕，尤里安一时间竟无法下手。迪特里希在旁边大声提醒：“别被骗了，那不过是个被魔剑控制的躯壳。”可尤里安很清楚，传闻中被魔剑吞噬就会失去自我，但眼前的女人根本不一样，她的意志依然在和魔剑进行着殊死搏斗。这一下，尤里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很久以前，确实有人成功战胜过魔剑，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而眼前的这个女人，或许也拥有同样的可能性。这一次，尤里安决定赌一把，他要把最终的决定权彻底交到这个女人自己手。尤里安并没有痛下杀手，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该为自己无意中犯下的罪行受罚。他拿出了发光的容器，准备强行压制魔剑的力量。迪特里希在后面大喊：“这太疯狂了，团长，你到底想干什么？”尤里安没有理会质疑，而是直接抱起了那个满身是血的女人。尤里安低声说：“我要给她一个机会，他希望这道坠入黑暗深处的光芒能够重新闪耀起来。”尤里安独自走在阴暗的通道里，巴伦急匆匆地迎了上来。尤里安冷冷地问：“上面写了什么？”巴伦递上手中的卷轴说：“还是和之前一样，帝国下达了死命令，要求我们立刻把那个恶魔交出去。”尤里安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巴伦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担忧地问：“我们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毕竟这一次讨伐队几乎全军覆没，整个帝国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局势已经彻底失控了。”尤里安低声说道：“他们现在根本没有精力来对付我们，至少眼下是这样。”巴伦沉默着没有接话。皇室那边或许能稳住，但民众可就不好说了。现在骑士团被捧为救世主，所以局势还能维持平静。可时间一长，大家迟早会质疑，为什么还不处死那个恶魔？到时候反对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巴伦收起卷轴说道：“这封信我先收下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去。地牢的铁栏后面，那个被锁链束缚的女人正虚弱地倒在地上。你没说错，她确实是宴会上的那个女人。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甚至觉得她有潜力成为像太阳一样耀眼的存在，但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微乎其微了。说实话，她到现在还没彻底疯掉，已经是个奇迹了。尤里安看着铁栏内的人，语气坚定地说道：“他一定会挺过来的。”虽然他们之间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但不知不觉中，尤里安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他。可眼下尤里安什么也做不了，这只能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他想亲眼见证他的胜利，希望他能彻底战胜那股恶意。一旦他熬过这一切，夺回身体，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唯一能做的就
就是开始着手准备，好让他在未来能够重新活下去。这也是他目前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尤里安在雨中送上一束白花，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为了不连累和他有关的人，他故意没有去调查他身份，只要等他赢了这场战斗，自己就能听他亲口说出名字。时间一晃到了1632年秋天，克鲁恩端着茶杯说道：“陛下似乎还是忘不了第二任皇后，仅仅因为那个刚出生的婴儿继承了皇后的绿眼睛，陛下就对他百般偏爱。”克鲁恩靠在椅子上说道：“他直到现在依然把你当成皇宫里最大的威胁，并且时刻防备着你。不过我倒是很信任你，尤里安，因为你对那个王座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尤里安端起茶杯，没有立刻接话。克鲁恩笑着问道：“我说的没错吧？”接着他收起笑容说道：“是时候结束我父亲的时代了，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尤里安放下茶杯问道：“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克鲁恩看着他说道：“这件事只有巧妙的你才能办到。调动天界骑士团，我们要直接攻打皇宫。”尤里安看着对方，显然对这个计划感到震惊。克鲁恩把一本红色的本子推到桌上：“你觉得我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动手吗？这里面的东西足够让天界骑士团名正言顺地介入了，而你只需要成为我的剑。”尤里安伸手按住本子问道：“这到底是什么？”克鲁恩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这里面详细记录了皇室是如何得到并使用那把诅咒之剑的。这一切的荒诞悲剧，还要从几年前的那场屠杀说起。皇帝别墅旁的村庄一夜之间被屠戮殆尽，凶手竟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采药人，而他手中握着的正是那把被诅咒的魔剑。度假的皇帝立刻封锁消息，收归魔剑。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脑海中诞生，他要利用这把魔剑制造混乱，再让皇子卡雷姆出面平息，以此顺理成章地铺平继承王位的道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万无一失，他们开始物色合适的替罪羊，那些强大的剑术世家必须排除，免得魔剑失控无法收场。很快，卡雷姆盯上了一个没落的家族，他们空有名望，却毫无实权，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垫脚石。诅咒的种子被暗中种下，无辜的牺牲者们还一无所知，只能静静等待着毁灭的降临。然而，皇室千算万算，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这个被选为垫脚石的家族里，竟然隐藏着一位绝世的剑术天才。当埃奇纳西亚的手碰向魔剑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彻底失控，魔剑在天才手中爆发出的恐怖灾难，远远超出了皇室的掌控极限。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恶魔就此诞生。即便是克鲁恩，也查不出当年被选中的究竟是哪个家族。皇帝亲手写下的完美剧本，最终却成了毁灭帝国的导火索。尤里安看着手中的绝密文件，发现当年挑选那个家族的正是卡雷姆，而文件里还记录了一个女人。他想起那次宴会，卡雷姆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尤里安对女人产生兴趣。看着手中的记录，克鲁恩终于拼凑出了卡雷姆的动机。他之所以偏偏挑中那个家族，甚至设局让那个女人拿起魔剑，这一切的源头竟然是因为尤里安。仅仅因为尤里安多看了他一眼，就给那个无辜的女人招来了灭顶之灾。得知真相的尤里安彻底愣在原地，原来害他落入深渊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克鲁恩看着失神的尤里安质问：“作为守护帝国的骑士，难道现在不是你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吗？”尤里安看着桌上的记录，陷入死寂。面对克鲁恩的呼唤，他只是低声留下一句晚点给你答复。随后他独自骑上战马，在狂暴的雨夜中疯狂飞奔，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残酷的真相。原来害了他的竟然是自己。尤里安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他遗忘的那3年里，埃奇内西亚一直活在无尽的炼狱中，而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害了自己。圣剑的劝慰在耳边回荡：“这并不是你的错，该负责的是你的父亲和哥哥。”可尤里安的内心只有无尽的愤怒。那他又做错了什么？被迫承受魔剑的控制与杀戮，失去一切，还要被困在痛苦深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尤里安很清楚，埃奇内西亚是受害者，真正该付出代价的是幕后黑手。圣剑低声提醒：“可是主人，卡雷姆已经死在他的手里，他也算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尤里安眼神冰冷：“但还有一个罪魁祸首，不是吗？”圣剑大惊失色，那可是当今的皇帝，也是尤里安的亲生父亲，如果直接动手，那就是弑父的重罪。尤里安愤怒地反问：“难道为了不背负弑父的罪名，我就必须忍下这一切吗？你管这叫正义吗？”圣剑连忙解释，希望他能通过皇太子的计划，名正言顺地将皇帝送上审判台。尤里安沉默片刻，决定立刻赶回阿赞卡的地牢，回到那个被关押的女人身边。只要那道微弱的光芒没有熄灭，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可当他赶到城堡外时，却发现四周安静的诡异，空气中弥漫着可怕的恶臭，连战马都开始不安地嘶鸣。城堡里显然出事了，刺鼻的恶臭越来越浓烈，尤里安不得不捂住口鼻。当他来到城堡大门前，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震。大门上画着巨大的红色标记，地上残留着大片干涸的血迹。他缓缓推开沉重的大门，门后的景象让他彻底愣在原地。整座城堡周围不知何时竟然开满了血红色的彼岸花，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终究还是迟了一步。这里曾是尤里安誓死守护的家园，曾经的街道上满是欢呼声，人们簇拥着他们的英雄尤里安。那是他与骑士并肩而立，共享着属于骑士的无上荣光。可如今这片土地只剩下了无尽的血色，宏伟的雕像上插满了利刃，四周横尸遍野，化为修罗场。就在这时，废墟深处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满身是血的身影缓缓从阴影中走出来。那个被关在地牢里的女人埃奇纳西亚正一步步从血泊中走来，她身上满是触目惊心的鲜血，手里死死握着那柄魔剑，诡异的紫色纹路爬满了她的皮肤，嘴角还挂着
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尤里安彻底愣在原地，他终究没能逃过被魔剑吞噬的命运。看着眼前疯狂大笑的女人，尤里安只觉得心如刀绞。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埃奇纳西亚的灵魂正在痛苦哀鸣，他已被魔剑折磨得不成人形。为什么一切会走向毁灭？看着眼前这片废墟，尤里安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原来真正的诅咒是他自己，是他给身边人带来了灾难。如果不是当年多看的那一眼，埃奇内西亚绝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无尽的自责将尤里安吞噬。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他宁愿从未在那个宴会厅出现。可现实根本没有重来的机会。圣剑在一旁冷冷的提醒，那个被魔剑吞噬的女人必须死。以尤里安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与他抗衡。圣剑劝他立刻撤退，等会和其他人再做打算。看着彻底失控的埃奇内西亚，尤里安的心彻底碎了。他再也无法做事，不管哪怕这只是一个陷阱，他也必须亲手做个了断。耀眼的圣光在废墟中亮起，这是他作为骑士最后的坚持。面对曾经拼死拯救的人，如今却要兵刃相向，尤里安的心中只剩下悲凉。而此时的埃奇内西亚早已被魔剑的杀意彻底吞噬。兵刃相接的瞬间，尤里安的内心被悔恨填满，是他亲手将这个无辜的女人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仅仅因为一次多余的关注，就给他招来了最可怕的噩梦。曾经纯洁的灵魂，如今却成了嗜血的恶魔。可现在后悔已经太迟，面对失控的对手，他只能咬紧牙关挥出这一剑。最让他无法原谅自己的是，他竟然将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在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他甚至高高在上的去同情他，以为自己是在施舍拯救。现在看来，这简直是天底下最愚蠢的傲慢。如今除了这句无力的对不起，他什么也无法挽回，连手中的圣剑都显得如此讽刺。看着彻底失控的埃奇内西亚，尤里安避无可避，只能迎上这致命的一击。这一剑终究还是刺了下去。尤里安没有躲闪，他只想离他更近一点，去看看他眼里的光，去了解那个被他毁掉的世界。鲜血染红了整个喷泉，他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灵魂，他知道他宁可自我燃烧，也绝不向命运低头。可越是挣扎，就越是痛苦。在尤里安眼里，他依然是那颗不愿熄灭的星星，哪怕全世界都唾弃他，他也绝对不会放手。可他的生命正在飞速流逝，难道一切只能这样痛苦的结束吗？就在这生死关头，时间的沙漏竟然开始倒流，伴随着古老的禁忌咒语，命运的齿轮重新转动。只要能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没有开始杀戮的起点，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尤里安猛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竟然躺在熟悉的床上。窗外雷声大作，看着眼前这熟悉又陌生的一切，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重生了。这里竟然是他在阿赞卡的官邸卧室。时间回到了1629年3月17日的黎明。时间回到了1629年的黎明。尤里安下意识摸了摸胸口，他明明记得心脏已被彻底刺穿，可现在身上却连个伤疤都没有。更诡异的是，他居然躺在空置已久的旧屋里，自己明明已经死在了那场惨烈的战斗中，为什么会突然重生，回到过去？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既然奇迹般的回到了过去，尤里安试图寻找答案。他尝试呼唤那个神秘的名字，可无论他怎么沟通，手掌上的印记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个熟悉的声音始终没有回答他。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站在骑士团的露台上，看着下方正在操练的士兵，尤里安的心里却始终无法踏实，因为那个声音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神秘声音没有回应，但尤里安发现自己的魔力和真实之眼依然能正常使用。既然圣剑没有限制他，说明他依然是圣剑的主人。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招呼，迪特里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调侃他今天怎么开始偷懒了。看着眼前的挚友，尤里安一时间有些恍惚。如果时间真的倒流了，这时候的迪特里希应该还没有成为圣剑的主人。见他一直盯着自己，迪特里希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催促他赶紧去看训练的学员。顺着对方指的方向看去，那些熟悉的面孔正在场上挥剑。看着这些本该在未来死去的人，尤里安终于确信自己真的回到了悲剧发生之前。看着眼前活生生的士兵，尤里安很清楚，在原本的未来里，他们早已死去。时间竟然倒流了整整3年半，这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为了弄清楚真相，尤里安找来巴伦，打听关于瓦尔德吉奥萨的消息。巴伦有些疑惑地询问：“您是说那个消失已久的地方吗？关于那里的消息已经中断了10多年。”看着递过来的报告，尤里安深知，如果历史没有改变，那件改变所有人命运的东西很快就要出现了。报告上的日期写着1629年3月17日，尤里安很清楚，这正是魔剑恶魔第一次出现的日子。可奇怪的是，阿赞卡这边却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消息还没传过来？然而几天过去了，南方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尤里安特意派人去打听，别说什么大屠杀了，当地甚至连一起离奇死亡都没发生，一切都平静的有些反常。看着眼前这片祥和的景象，尤里安甚至开始怀疑，难道之前经历的惨剧只是一场噩梦？如果真是这样，倒也是件好事。可如果那不是梦，而是即将发生的未来呢？恶魔没有出现，未来已经开始偏离他所知道的轨道。尤里安极力说服自己，之前经历的惨剧只是一场噩梦。可即便如此，有一个人他怎么也无法从记忆里抹去，那就是埃奇内西亚。按照时间线，那场生日宴会应该已经举行过了，但他这一次并没有去寻找他，因为他害怕一旦两人再次产生交集，悲剧又会重演。甚至有时候他会想，也许那个女人真的只是他梦里出现的一个幻影。在那种地狱般的恶意里，怎么可能存在那么耀眼的人？转眼到了4月10日，阿赞卡军事学院的选拔考试正式开始。已经过去1个月了，兰吉奥萨那边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那把剑出了问题。就在这时，他听到旁边的考官在小声议论，说是有个考生看起来像个娇气的大小姐，估计一会就会哭着把剑扔掉。听到这些话，尤里安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难道是他来了？他就这么出现在眼前，比记忆中还要耀眼夺目。这一刻，尤里安终于确信，之前经历的惨剧绝对不是一场梦。旁边的考官还在小声嘀咕，觉得穿成这样的娇气大小姐，肯定连第一轮都撑不过去。听到这，尤里安直接转过身，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如果是他，会赌这个女人拿第一名。这话一出，旁边的考官直接愣在原地。尤里安直接吩咐手下把那个女人的资料拿过来。看着手里的这份档案，他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名字他曾经无数次渴望知道，却又觉得本不该由自己来揭开。他原本更希望能等到他战胜命运的那一天，由他亲口告诉自己。看着画像上熟悉的面容，尤里安轻声念出了那个名字：埃奇内西亚。在尤里安以为是梦的未来里，那个叫埃奇纳西亚的女人，其实是魔剑化身的恶魔。她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把魔剑又去了哪里？就在尤里安百思不得其解时，他手背上的印记突然亮起，那个沉寂已久的声音再次呼唤主人。圣剑试探着询问今天的日期，尤里安回答是1629年4月11日，并询问他这段时间是否一直在沉睡。那其实不是睡觉，而是因为时间倒流导致记忆混乱，他不得不强行整理这些庞杂的信息。圣剑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重生，但他依然无法完全习惯。听到这句话，尤里安的声音充满了疑惑。第二次，那个声音解释说，他指的是时间倒流。尤里安看着手背上的印记，难以置信，时间真的倒流回了3年半以前吗？然而那个声音却否定了他的猜测，不是3年半，时间整整倒流了15年。还没等尤里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那个声音又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尤里安这下彻底坐不住了，15年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的第二次又是指什么？那个声音平静地回答：这并不是时间第一次倒流，早在几百年前，时间就已经被强行倒流过一次，而那一次依靠的是神剑凯罗斯吉奥萨的力量。听到这个名字，尤里安瞬间愣住。那把由时间本身锻造的神剑，传说只有极其人类锻造的10把吉奥萨神剑才会借出它的力量。那个声音显得有些迟疑，他说自己也才刚刚苏醒，不确定能透露多少秘密。尤里安立刻追问：所以你确实有事情瞒着我？那个声音叹了口气，不知道该不该让他知道死后的真相。听到这里，尤里安有了惊人的推测，难道在他死后有人集齐了所有的吉奥萨，用神剑的力量强行让时间倒流？那个声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没错。可尤里安还是想不通，既然时间已经倒流，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保留了记忆，而其他人却什么都不记得？那个声音解释道：因为那些被抹去的时间和记忆全都被刻在了吉奥萨上面，只有唤醒了吉奥萨的持有者才能保留被抹去的时间和记忆。尤里安顿时恍然大悟，所以自己是因为这把剑才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吗？对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如果尤里安抛弃他，那些记忆也会随之彻底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其他持有者因为没有唤醒吉奥萨，所以对时间倒流的事情一无所知，而尤里安能记住这一切，全靠这把一直处于唤醒状态的吉奥萨。可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却突然反问他：记住这些痛苦的过去，真的算是一件好事吗？毕竟对尤里安来说，想要选择忘记，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那个声音继续劝说他，只要抛弃这把剑，换一把新的吉奥萨，那些痛苦的记忆就会彻底消失。忘记那些记忆，每一次想起都让人感到无比痛苦。他甚至曾试图欺骗自己，那只是一场太过真实的噩梦。可埃奇纳西亚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看着他曾经拼尽全力的挣扎，尤里安非常清楚，如果连自己都选择忘记，那对他来说实在太残忍了。哪怕只是为了阻止悲剧重演，他也必须把这一切牢牢记住。可那个声音却告诉他，魔剑的恶魔已经彻底消失，未来绝对不会再出现，劝他根本不用担心。听到这话，尤里安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听你的语气，难道你知道那把魔剑现在在哪里？尤里安直接叫出了圣剑的名字，质问他到底在隐瞒什么，在他死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惊人的念头突然在尤里安的脑海中闪过，难道那个集齐所有吉奥萨，强行让时间倒流的人就是埃奇内西亚？听到这个名字，那个声音显然被吓了一跳，追问尤里安是怎么知道他的，因为在尤里安的记忆里本不该有这个女人的存在。尤里安平静地回答，因为他报名参加了学院的选拔考试。那个声音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真希望他们两个不要再有任何交集。紧接着他说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你是我的主人，而你上一世就是因为他才死掉的。尤里安立刻反驳道，那并不是他的错。那个声音叹了口气，承认确实如此，但悲剧的结果却无法改变。他劝尤里安最好离那个女人远一点。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讨厌埃奇纳西亚，相反还觉得她很了不起。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担心尤里安会被卷进去。尤里安有些不耐烦，强调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可那个声音却说，正因为他不是小孩子，自己才更加担心。在他经历的漫长岁月里，历代主人都无比固执，一旦决定了就绝不回头。他实在不想看到尤里安也落得那样的下场。可对于圣剑的警告，尤里安显然并没有真正听进去，只觉得对方还是在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管着他。尤里安冷冷地警告圣剑，别试图限制他的行动，毕竟他才是这把剑的主人。可圣剑却觉得有些委屈，解释自己并没有那个意思。尤里安直接戳穿了他，选择性的隐瞒真相，试图引导他做出选择，这难道还不算限制吗？
面对主人的质问，那个声音最终还是妥协了，承认自己的做法确实不公平。既然如此，尤里安要求他立刻说出真相，可那个声音却有些为难，说这些事情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他决定换一种方式，直接把自己的记忆共享给尤里安。尤里安有些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涌入了他的脑海。那个声音轻声说道：“既然他们的灵魂是相连的，那就让他自己去亲眼见证这一切。”随着脚步声响起，一段尘封的记忆终于在他眼前缓缓展开。黑暗中伴随着沉重的开门声，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说：“终于找到他了。”紧接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就这么出现在视线里。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身影，尤里安立刻认了出来，这就是埃奇内西亚。可还没等他开口，他就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自己的身体居然完全无法动弹。他很快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正处于圣剑的视角中，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全都是圣剑曾经经历过的记忆。画面一转，周围变成了一个阴暗的教堂，空气中满是浓重的血腥味。还没等他看清周围的景象，一只沾满鲜血的手就缓缓伸了过来，手心上那道黑色的纹路显得格外刺眼。就在那只手碰到圣剑时，金色的光芒伴随着雷电呼啸而出，直接将他整个人笼罩在里面。埃奇纳西亚有些疑惑，似乎没料到会发生这种变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狂暴的力量就顺着剑身炸开。看着记忆中痛苦挣扎的埃奇内西亚，尤里安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无法想到，对方曾经承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圣剑的声音在耳边低沉的响起，向他揭开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在骑士团彻底覆灭之后，失去主人的神剑沦为了战利品，被无数贪婪的人争夺流转。而那个被称为魔剑恶魔的女人，当时就像彻底发了疯一样，只顾着到处屠杀神剑的持有者，根本不在乎那些被遗落的武器。圣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路流落到了那个地狱般的地方。可就在这一瞬间，记忆中的埃奇内西亚突然喊出了尤里安的名字。他凝视着眼前的圣剑，轻声说了一句：“你选择相信我并没有错。”他咬紧牙关，发誓一定会向世人证明这一切，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从那以后，埃奇纳西亚开始在帝国四处流浪，只为了收集散落各地的吉奥萨。除了那把已经被唤醒的圣剑，对于其他无法化为印记的吉奥萨，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藏在安全的地方。而在所有的吉奥萨当中，蓝吉奥萨陪伴在他身边的时间最长。在那些寂静无人的深夜里，他总是喜欢把蓝吉奥萨立在身旁，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出神。为了能够集齐所有的吉奥，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甚至不惜让自己坠入无底深渊。他在阴暗的小巷里被人无情践踏，在中毒濒死的时候，也只能一个人在黑暗中硬扛。甚至为了在绝境中活下去，他连怪物的血肉都生吞过。整整15年的时间，他就像在泥潭里艰难爬行一样，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而他做这一切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时间彻底倒流。看到这些震撼的记忆，尤里安整个人都被彻底惊呆了。他这才终于意识到，这个女人的真正实力早就超越了寻常的剑术大师。圣剑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确实已经站在了世界的顶点，达到了那个百年难遇的传说境界。他已经成为了站在世界顶点的至高者，以他当时毁天灭地的实力，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能享受最顶级的尊崇待遇。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所有的荣耀与地位，只为了去寻找吉奥萨。在蓝吉奥萨的记忆画面里，他虽然从未放弃，但也早已伤痕累累。如果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让自己彻底昏死过去，他根本无法安然入睡，整夜都会被恐怖的噩梦纠缠。尤其是当他被魔剑的诅咒控制，失手杀掉无辜之人的时候，那种极致的痛苦几乎要将他的灵魂彻底撕碎。看着眼前这个痛苦挣扎的灵魂，尤里安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曾经承受过这种非人的折磨。他的身体虽然像钢铁一样强悍，但他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支离破碎了。他痛苦地哀求着，希望能回到过去，回到自己还没有开始杀人的时候。因为现在的他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甚至连安稳的睡一觉都成了奢望。在经历了这无尽的折磨之后，他终于完成了那个神迹，让整个世界的时间彻底倒流。画面突然一转，由李安猛地咳嗽着从记忆的幻境中清醒过来。圣剑关切地询问他感觉怎么样，毕竟在一个晚上强行塞进这么多记忆，普通人的身体肯定会吃不消。他整个人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他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呼吸，全都是那个女人用命换来的奇迹。这一刻他彻底崩溃了，痛苦地低声念着埃奇纳西亚的名字。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她了。那个女人虽然比任何人都要强大，但她终究不是神，她的内心早就伤痕累累。尤里安很清楚，如果不是为了救自己，他本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会怎么样？要是向他坦白这一切是因为自己当初多看了他一眼，才彻底毁了他的人生，他会不会怨恨自己？如果他真的怨恨，他又该怎么办？他甚至连道歉的资格都没有。明明不是他的错，他却在扭转时空的时候向所有被牺牲的人真诚道歉。他就像耀眼的太阳一样，独自完成了这个奇迹。可现在时间倒流，那段痛苦的过去被彻底抹去，根本没人知道他付出了什么。哪怕是自己通过圣剑的记忆，也仅仅看到了他所承受的冰山一角。那些孤独又漫长的痛苦岁月，真的能够被弥补吗？可即便如此，为什么自己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他？在圣剑的那些记忆里，每一次看着他痛苦挣扎，自己都无数次地想要伸出手，想要替他抹去所有的悲伤，想要在他被噩梦纠缠的时候，能给他一个温暖的依靠，想要一直默默守在他身边，不让他再一个人去承受那些痛苦。
他多想能和他并肩作战，让他不用再一个人去扛下所有。可那时候的他除了眼睁睁看着，什么也做不了。如今一切重新开始，他随时都可以去接近他，可他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出现会不会再次撕开他的伤口，甚至成为他噩梦的导火索。但转念一想，既然这是他拼命换来的第二世，一切都应该有所不同，哪怕只是为了阻止悲剧重演，为了好好保护他，他也必须做出改变。他下定决心，这回绝对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就在这时，巴伦敲门走了进来，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结果尤里安一开口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问巴伦，如果直接任命一个学院的新生当事，程序上会有什么问题吗？巴伦直接听傻了眼，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要知道，这位团长以前连个临时侍从都不要，现在居然要破例收人，而且还是个连考试成绩都没出来的新生。尽管心里全是问号，巴伦也只能答应先去查查规矩。其实尤里安之所以这么做，心里早就盘算好了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为了保护罗兹家族，如今魔剑已经消失，皇室肯定会盯上他们，只要把埃奇内西亚留在身边，就能对外宣称是自己处理了魔剑，这也是保护他最稳妥的办法。第二个理由是为了监视魔剑的动向，他再也不想看到他被恶意控制，重演前世的悲剧。而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早在之前，尤里安就拿着一张设计图找到了铁匠。铁匠看着图纸直摇头，说这把剑的设计实在太诡异了，重心和弧度都跟普通武器完全不同，除非使用者的剑术已经登峰造极，否则这武器只会伤到自己。真的要完全照着这个做吗？尤里安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除了结构奇怪，这把剑的附魔要求也让人看不懂。一般人都是追求锋利和硬度，可尤里安却要求极高的自动清洁效果，哪怕沾了血也不用保养。男人在一旁听得直犯嘀咕，剑本来就是用来见血的，要这种附魔干什么？而且光是材料费就抵得上普通领地1年的预算了。结果尤里安根本不在乎钱，直接表示预算无上限，只要最完美最漂亮的剑。听到这话，铁匠立刻两眼放光。其实尤里安之所以提这种要求，是因为他记得前世的埃奇纳西亚总是用着最便宜的剑，他讨厌的其实不是剑，而是沾满鲜血的噩梦。虽然在圣剑看来，领主宋氏从一把剑很正常，但他这规格显然已经超标了。更重要的是，在被抹去的那段前世记忆里，他们其实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但这一次，他只想离他更近一点。听到这话，脑海里的圣剑直接无语了，忍不住吐槽他：“主人，你这完全就是私心吧？”坐在疾驰的火车上，圣剑忍不住开口吐槽，说尤里安最近变了不少，不仅花大价钱去准备礼物，还做了很多以前绝不会做的事。尤里安倒是一脸平静，反问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毕竟自己已经知道了前世的真相，如果知道了那个女人的付出，自己还能无动于衷，那才真的奇怪。听到这话，圣剑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而问起他这次出行的目的。尤里安看着窗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在圣剑给他的那些记忆里，埃奇纳西亚曾在这个地方寻找过关于吉奥萨的线索，而那个掌握情报的神秘组织总部就设在他们即将抵达的城市。尤里安这次要找的是帝国最大也最隐秘的情报组织，他想查清楚埃奇纳西亚来这里的真正目的。脑海里的圣剑忍不住吐槽，说白了不就是想查人家户口吗？不过尤里安也有自己的考量，普通的眼线很容易被皇室盯上，只有这个地方，只要钱给够办事就绝对隐秘。真没想到堂堂帝国团长居然会跟黑街组织打交道。尤里安走进一家酒馆，叫住了正在忙碌的女人。他拿起盘子里的土豆，说这东西没熟，想要换一份。这看似挑剔的举动，其实是他们接头的暗号。女人一听，立刻心领神会，她表示主厨想亲自道歉，随后便带着尤里安朝后院走去。尤里安这次来一共准备了2个委托，这第一个就是彻底调查整个罗兹家族，而他的第2个委托则是针对一个叫伊恩的男人。在尤里安记忆中的未来里，有些悲剧必须被阻止。今年晚些时候会有一场魔兽讨伐战，那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灾难，导致了20多名骑士伤亡，其中就包括男爵的侍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但通过真实之眼看过去，伊恩的灵魂却充满了恶意与狂喜。显然这场灾难是他一手策划的。可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单凭真实之眼根本无法定他的罪。前世的尤里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受勋，但这一次绝对不一样了。尤里安决定主动出击，收集证据。尤里安打算利用这个情报组织，提前把那个心怀鬼胎的伊恩解决掉。圣剑虽然觉得以恶制恶这招不错，但还是提醒他，这种接头组织并不靠谱，别太依赖。尤里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其实早就安排了自己信任的骑士，在暗中盯着这个组织。圣剑接着又问起皇室那边的情况，尤里安表示自己暂时不打算插手，因为皇太子克鲁恩早就盯上了死对头卡雷姆的派系，以皇太子的手段，用不了多久就会顺藤摸瓜，查出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圣剑有些纳闷，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不亲自去查？尤里安无奈地叹了口气，如果自己这个团长亲自出手，势必会把罗兹家族也牵扯进来。他这辈子最想保护的就是埃奇内西亚，他绝对不能再让他重蹈覆辙了。尤里安只希望这一世的埃奇内西亚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余生，去享受属于他自己的幸福。时间一转眼到了4月中旬，尤里安终于把那封侍从委任书寄了出去，可信是寄走了，他整个人却开始坐立不安。
圣剑在脑海里劝他别太焦虑，尤里安却叹了口气，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他收到信后会是什么反应。圣剑倒觉得这很正常，毕竟在埃奇内西亚看来，他根本无法确定尤里安是否也带着前世的记忆。听到这话，尤里安猛地停下了脚步，有些诧异地问：“什么意思？”圣剑有些意外，反问他：“难道不知道吗？”那把魔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把永远清醒的圣剑。其实吉奥萨之间对彼此的了解少得可怜。尤里安有些埋怨地问圣剑：“为什么现在才把这件事告诉他？”圣剑也很无奈，毕竟在他还没完全恢复记忆之前，尤里安就已经把委任书寄出去了，而且那把魔剑大概也才觉醒了2次，根本不可能知道圣剑的存在。尤里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埃奇纳西亚根本不知道自己也带着记忆。圣剑在一旁提醒他：“如果他知道你还记得前世的事情，怎么可能还会主动送上门来？毕竟在前世你可是被他亲手杀死的。”尤里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赶来这里只是因为他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如果没有真实之眼，自己确实很难一眼认出他来。可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其实保留了那段被抹去的记忆，事情就彻底糟了。以他现在的实力，如果他真的想躲起来，自己这辈子都别想再找到他了。尤里安绝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好不容易才重新靠近他，他绝不能连守护他的机会都失去。如果埃奇纳西亚来这里只是为了当一个普通的学员，根本没打算和他有任何交集，而他现在之所以能安心待着，也只是因为以为尤里安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早知道会这样，尤里安绝对不会这么急着寄出委任书，他应该更谨慎一些的。这下尤里安彻底慌了，甚至顾不上圣剑在脑海里的呼喊，直接转身冲了出去。他正要离开内城，难道说他已经察觉到什么了吗？尤里安一路上心急如焚，他最担心的就是埃奇内西亚在收到任命书后，察觉到了他拥有前世记忆的秘密，从而选择直接一走了之。他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毕竟重来一世，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他好好说上一句话。一路追到了城里的广场，尤里安只能戴上兜帽，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身后。脑海里的圣剑忍不住吐槽他，说他现在鬼鬼祟祟跟踪人家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失礼。可尤里安根本顾不上这些，因为他突然发现埃奇内西亚停下脚步的地方，竟然是上一世自己死去的那个喷泉广场。看着站在喷泉前的埃奇内西亚，尤里安有些想不通，他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个地方？难道说他直到现在都还在为前世杀死自己的事情而自责吗？看着眼前的埃奇内西亚，尤里安这才发觉，现在的他和宴会上初见时不一样，也和后来被魔剑侵蚀时完全不同，没有了魔剑的阴霾，也没有了那些沉重的枷锁。当他真正用自己的双眼在这么近的距离看着他时，才发现他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刻都要耀眼。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纤弱的伯爵千金，竟然独自扛过了那15年的地狱折磨，硬生生创造出了逆转时空的奇迹。看着看着，尤里安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在这一刻，他终于彻底明白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就是埃奇内西亚罗兹，是罗兹伯爵的千金，也是那个曾被世人称为魔剑恶魔，却最终踏入剑之极境的知己，更是那个因为自己而独自坠入深渊的女人。她就像是一团微弱的余烬，却硬生生把自己燃成了太阳。尤里安主动开口叫住了她：“你认识我吗？”